我买彩票中了6000万，老婆发现后却要分走5999万，我不同意，她便联合小白脸把我打成残体。父母气不过想要去报案，却被他们设计车祸被重身亡。接着大姐被卖给了一个小孩，不到30岁便被折磨身亡。小妹受不了发生的这一切，毅然决然地跳入了冰冷的河水中。得知这一切后，我气血攻心，在轮椅上闭上了双眼。我那强烈的不甘似乎感动了上苍，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秦三河，你今天不答应8888的彩礼，还有4殿一转的条件，就别想和我姐订婚。秦三河缓缓睁开眼睛，打量着四周的环境，老旧的泥砖屋，破旧的小院子。我这是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不是嘎了吗？亲家公、亲家母，8888块钱的彩礼，我们咬咬牙可以拿得出来，但4殿一转，能不能缓一下？是了，给完彩礼后，我们家是真的没钱了。你们家没钱，那是你家的事情，但我姐的出嫁条件1分都不能改。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秦三河脑海中尘封许久的记忆快速的涌现出来。今天是1995年的6月2号，也是跟自己前世妻子定亲的日子。我姐那么漂亮，根本就不愁嫁。不怕告诉你们，隔壁陈家村搞荔枝果园的陈老板也想娶我姐。今天这彩礼要是谈不拢，我们就直接去陈老板家谈了。此话一出，秦父秦母的脸色都有些慌张，他们都听儿子说过，非沈秦不娶。这事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老东西别给我整这套，8888的彩礼，不低于3000块钱的3金，还有4殿一转，这3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没得商量。沈寿口中的4殿就是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一转则是摩托车。这5样东西在90年代，少说也要上万元。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爸爸、姐姐和妹妹因为我而经历那样的结局。你他妈的找死！秦三河，你疯了！你敢打我弟？秦三河，你他妈的敢打我！你还想不想娶我姐了？沈秦，刚才你弟骂我老爹，你没有听见吗？你就是这么对你未来公婆的，让他给我父亲道歉。老爹的脸上还堆着憨厚的笑容，装作漠不在意的样子。没事没事，我没放在心上，不用道歉。前世的父母就是这样低声下气，这是为了让自己能顺利娶到媳妇。骂一句怎么了？骂一句又不会掉块肉。你打我弟干嘛？有点姐夫的样子吗？就是，不就骂一句嘛，道什么歉？怎么这么矫情呢？现在赶紧给我弟弟赔礼道歉。道歉就不用了，你今天不给我封个1000块的红包，你别想娶我姐。见到沈寿这个时候还死不悔改，坐地起价。秦三河的胸口燃起磅礴怒火，左右开弓，冲着沈寿的小脸就是一顿胖揍。姓沈的你还敢打我？今天你和我姐的婚事，别想我能同意了。3条腿的蛤蟆找不到，2条腿的女人还不是满大街都是？不同意那就不结呗。此话一出，沈家夫妇、沈寿还有沈秦4人脸色都是一变。秦三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想娶我女儿了？我女儿可不愁嫁，你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真的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和你们家结亲了。秦三河，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很清楚，像你这样只知道听父母、听弟弟，没有自己主见的女人不能娶，所以今天这婚事还是做爸爸。秦三河态度的360度转变，不仅是沈家，就连秦父秦母还有妹妹秦万雪都没有意料到。秦三河，你真的不打算娶我了？我爹妈就这点要求，你就不能为了我答应他们吗？不好意思，我不打算借钱结婚，更不想我爸妈因为我娶了老婆，把一辈子的积蓄搭上去不止，还要欠下巨债。秦三河，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就这样算了吗？秦三河，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要不要娶我？我说不会娶你就不会娶你。好你个秦三河，你别后悔，除了我，你以为还有谁愿意嫁到你家来？女儿说得好，他们这样的家庭，我们家愿意把女儿嫁过来，那是夏家他们家了。他们家不识货，那就让他们后悔去吧。我们下午就去陈家村找陈老板谈婚事去。没错，要不是我姐重感情，才不会愿意嫁到这种穷家庭来。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就拉倒，让秦三河这小子打光棍。此话一出，秦三河父母的脸上都露出一抹愤怒的神情。怎么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说的不对嘛？你们家这种情况，哪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你？谁说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我就愿意。看到女孩的瞬间，秦三河的脸上露出一抹复杂的神情。如果说前世我对不起很多人的话，那苏水仙绝对能排第一。上一世父亲出事，管着秦三河工资的沈晴，却说拿不出殡葬的钱，是苏水仙偷偷拿钱给秦三河，才把父亲的丧事办得体面些。再后来，苏水仙的妈妈重病，需要钱治疗，找到了秦三河。那个时候的秦三河已经小有身家，完全可以救苏水仙的妈妈。他和沈晴说起这事，谁知沈晴却一口回绝：别人的妈妈病了，关你什么事？又不是你丈母娘，想要钱1分没有。后来苏水仙妈妈的病，因为拖太久没交钱做手术，
已经不治身亡，失去了唯一亲人的苏水仙也离开了这座城市，不知所踪。直到多年后，秦三河再次见到苏水仙，是在医院的病房中。苏水仙因为一场意外车祸即将离世。秦三河哥哥，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你，我知道你是身不由己，毕竟沈晴嫂子性格比较强势，你又那么爱她，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也很爱你。秦三河这才知道这个傻姑娘一直默默地爱着自己。我现在最后悔的是没有在你和沈晴嫂子结婚前和你表达我的心意，最后争取一次。说完这话，苏水仙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如今重生一世，看到苏水仙再出现在自己面前，秦三河的眼眶顿时就红了。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辜负这个善良的姑娘了。苏水仙，你来干什么？我来，当然是为了嫁给秦三河哥哥。苏水仙此话一出，沈家夫妇、沈晴、沈寿几人脸色都有些难看。水仙别乱说，你小姑娘家的，说要嫁给你秦三河哥的话，是要毁了你的名声的。闪闪，我没乱说，我是真心喜欢秦三河哥。以前是因为秦三河哥喜欢沈晴，他们俩要谈婚论嫁了，我才自愿退出的。现在秦三河哥不打算娶沈晴了，那我自然要争取一下。难道你们不喜欢我当你们媳妇吗？秦三河的父母听到苏水仙想当他们儿媳妇，心里自然是10000个愿意的，因为他们看着水仙长大的，知道水仙是个善良而又孝顺的孩子。秦三河哥哥，你愿意娶我吗？看到苏水仙那期待的眼神，秦三河不由有些失神。他知道苏水仙能说出这么直白的话，鼓起了多大的勇气。一旁的沈晴看到秦三河并没有回应。苏水仙，看到了没有？秦三河爱的人是我，你就不要自作多情了。秦三河哥，我知道这样问你有些着急了，没关系，我可以再给你时间。不，我愿意娶你。三河哥，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愿意娶我？我当然愿意，我现在才看清谁才是真心对我的那个女人。见到秦三河和苏水仙情投意合，秦三河父母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贱人，敢和我姐抢男人，你想死吗？沈寿，我警告你，如果再敢动手的话，我废了你！沈寿听闻此言，吓得呆在原地不敢动弹。秦三河，没娶到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损失，你会后悔的。秦三河并没有理他，而是对着苏水仙说道：水仙，我们去隔壁院子找你妈，谈我们的婚事。苏水仙闻言，俏脸一红，微微点头。而此时的苏家院子里，苏婶正在和几个同村的婶婶们聊天。都听说了吗？隔壁院子的秦三河今天正在和隔壁沈家村的沈晴谈订婚彩礼的事情。今天要是彩礼谈成了，这婚事也就成了。听说那沈家夫妇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刻薄又势利，又一心想让女儿嫁到城里去。秦三河要娶她，恐怕要拿出不少彩礼钱来。苏婶听到2名村妇的话，脸色复杂。她和女儿苏水仙相依为命，又怎么不知道女儿对秦三河的心意？只不过今天之后，秦三河就要为人夫了。女儿啊，你怕是要伤心一段时间了。就在这个时候，院子外忽然走进几道人影，不是秦三河几人又是谁？秦三河，你不是在跟沈家谈订婚的事吗？怎么有空来我这了？妈，我想嫁给秦三河哥哥。同时他把沈家院子发生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几个同村的婶婶们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都是愤愤不平。居然开口就要8888块钱的彩礼，3000块钱的3金，还有4殿一转。那沈家2口子以为自己女儿是天上的王母娘娘吗？我们秦三河怎么说也是一表人才，又勤劳，什么样的女人娶不到，还需要娶那沈晴？这哪是嫁女儿啊，这分明是卖女儿。院子里的几个村婶都是看着秦三河长大的，自然是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村的孩子好。真是女大不中留啊！苏婶，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水仙对我的感情，她才是我值得爱一生的女人。我想娶苏水仙，您能同意让水仙嫁给我吗？苏母听到秦三河这真诚的话语，再看到女儿那期待的模样，自然不会再拒绝。水仙的眼里都是你，我还能说什么反对的话？你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我知道你的为人，以后水仙跟了你也不算受委屈。谢谢苏婶，我以后绝对会好好对水仙的。只不过这婚礼也不能随便办。彩礼你随便开，我儿子要是能娶了你家水仙，让我去卖血凑彩礼，我都愿意。苏水仙听闻此言紧张了起来，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彩礼钱按照我们村的惯例，给个3888就行，3金要有，价钱你们看着办。4殿一转的话，等他们年轻人结婚后，慢慢努力攒钱买吧。苏水仙这才松了口气，3000多的彩礼并不算高。我就这么一个女儿，秦三河，这个要求能满足吗？苏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按照您的要求，风风光光的迎娶水仙进门。那行，你们就先回去吧，明天我把水仙的八字送过去，挑选个好日子，你们就成亲吧。秦三河一家很快回到了家。秦三河，今天水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那样的话来，爸可以看得出
他是真的很爱你，甚至把自己的名声都拿出来赌了。没错，要是让我知道你敢欺负水仙，不用你苏神找你麻烦，我第一个就打断你的腿。他们两人都是从小看着苏水仙长大的，知道苏水仙这丫头有多好，多优秀。妈，我会一辈子对苏水仙好的，以后我赚的钱都给苏水仙管。她说一，我不敢说二；她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我要让她成为十里八乡最幸福的女人。哥，你这样是不是就是春省人常说的耙耳朵啊？你这丫头哪里学来这些话？既然重活一世，我一定要让水仙跟家人都过上好日子，要想办法先赚到第一桶金了。重生90年代，我选择在学校的门口卖凉粉草。瞧一瞧，看一看喽，我这里有新鲜手工制作的凉粉草，清热解暑，冰凉甜口，好吃的不行。听到秦三河这边的吆喝声，不少家长脸上都露出好奇之色，凑了过来，纷纷开口询问：小伙子，你这摊子卖的是什么好吃的？手工制作的凉粉草，清热解暑，排毒养颜，老板要不要来一份？居然是凉粉草，好久没吃过了。记得小时候，我奶奶经常做给我吃。我记得这东西要纯手工制作，要费很多功夫才能做出来，现在都没什么人做了。小伙子，你这凉粉草多少钱一碗？1块钱一碗，手工制作的凉粉草，吃上一份，全身透心凉。此话一出，四周的家长脸上露出一抹惊异之色。怎么这么贵？不贵了，我这凉粉草是纯手工打造的，天不亮我就要上山采仙人草下来，洗净熬煮。还有我这手工珍珠，用的是黑糖和木薯粉熬制的，成本也不低，1元1碗，真没赚什么钱。那名家长听到点了点头，凉草粉确实要花费很多功夫。小伙子，给我来一碗尝尝。好嘞，老板您尝尝味道怎么样？那名家长就捧着碗，直接勺了一勺凉粉草，送进嘴里，带着药草清香的凉粉草，夹杂着红糖的香甜，以及手工珍珠的 Q 弹，瞬间在那名家长的口中绽放开来。入口即化，这凉粉草的味道绝对正宗。四周的家长看到那名家长吃得这么陶醉，都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老板，给我来一碗凉粉草，多加珍珠。老板，我也要一碗，多加珍珠，多加红糖水。刹那间，就有几十名家长纷纷掏钱和秦三河购买凉粉草。秦三河见状，也是一边收钱，一边给他们端凉粉草。果然，不管在什么年代，冰凉的凉粉产品始终能打动消费者的心。只是10几分钟的时间，凉草粉已经全部卖空。没想到这凉粉草这么好卖，今天足足卖了60份凉粉草，而且这60块钱几乎没什么原料成本。仙人草是在村后山采摘的。在这个普通人平均月工资不到300块钱的年代，秦三河靠摆摊一天就赚了别人6天的收入。秦三河回到家后，看到父母跟同村的2个小伙伴在讨论着什么，都是一脸焦急的神色。三河，你可算是回来了，你姐在镇上被人欺负了，快去救她。什么？我姐被人欺负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的姐姐叫秦万兰，因为比她大了7、8岁，她从小就是被姐姐带大的，所以姐弟2个的感情非常好。三河哥，是我刚才在镇上看到万兰姐被一个染着黄发的混混纠缠，她被对方拉着往镇东面的那个废弃工地走了。我担心万兰姐会出事，就赶忙回来告诉秦叔他们。秦三河一听这话，瞬间脸色一沉，眼神中满是愤怒之色。别骂，你们在家等着我，我去镇上救我姐。三河哥，我跟狗蛋跟你一起过去吧，有什么危险也能多个帮手。这2人都是和秦三河从小玩到大的同村小伙伴。等救出我姐，我请你们吃饭，咱们赶紧走吧。很快，他们3人来到了镇东的废弃工地。这个工地因为开发商跑路，废弃了5年有余了。一些地痞混混就很喜欢在这种地方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而此时的秦万兰神色紧张地看着面前的黄发地痞。我家就住在附近，你要是敢对我干什么，我弟弟赶过来，绝对不会放过你。这里废弃了这么多年，就算你弟弟发现你不见了，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边。等你弟弟赶来的时候，我们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你敢动我，我弟弟绝对不会饶了你的。你弟弟敢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吗？我们南里镇不算大，事情要是传出去，你可就没法嫁人了。混混说的没错，在那个年代，如果这种事被传了出去，时时刻刻的要忍受别人的闲言碎语，这辈子基本就完了。你就是个禽兽，混蛋！哈哈，你喊吧，你越是喊的大声，我越是兴奋。说着，一脸坏笑的走向了秦万兰，眼看秦万兰就要惨遭侮辱。敢碰我姐，我弄嘎你！一块板砖伴随着声音飞了过来，直直的砸到了混混的脑门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秦三河3人已经跑到了面前，对着混混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大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别打了。敢欺负我姐，我今天就废了你，让你以后再也不能干坏事。听闻此言，秦万兰着急了，他怕秦三河失手嘎了人，那就麻烦了。三河，别打了，再打人就要被你嘎了。快住手！这时候又有2名警员跑了过来，其中一人正是王建国。你们为什么要打人，还把人打得这么严重？这个混蛋强行把我姐掳来这里，想要欺负我姐，
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赶到，我姐就要被这个混蛋糟蹋了。不要说打她，就算嘎了她的心，我都有了。听闻此言，王建国那严肃的神情缓和了一点。你还想嘎人？你反了天了是吧？没错，谁欺负我姐，我就嘎了谁。一旁的秦万兰听到弟弟这话，脸上露出了感动的神色。这个弟弟没有白疼，就算他欺负你姐，那你下手也太重了一点。你们都跟我回所里一趟吧。很快，他们三人被关到了小黑屋，而秦万兰跟地痞都不知去向。三河哥，咱们会不会吃牢饭啊？他以前可没进过所里，所有些紧张。放心好了，不会的。三河哥，你怎么就这么确定呢？我们是为了救人才打人的，我们没有什么错。再说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吃牢饭的话，我们现在都在审讯室里接受审讯了。你小子还挺聪明，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王所长，我姐姐去哪里了？”你放心吧，你姐确认只是手受了点擦伤，涂了药后就让她先回去了。秦三河闻言松了一口气，姐姐秦万兰没事就好。你怎么不问一下，那个被你们打的地痞怎样了？哼，那个混蛋，嘎了最好。他也没什么事，都是些皮外伤，而对方也交代了强掳秦万兰到废弃大楼，准备耍流氓的所有犯罪经过，后半辈子恐怕出不去了。王所长，既然那个混蛋已经认罪，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马上我放你们出来，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还是不要那么冲动的好。万一把人嘎了，你也得吃牢饭。只要不是欺负我家人，我也是可以不那么冲动的。王建国没有说什么，而是默默地打开了铁栏杆。王所长，你相信卜卦吗？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不相信那些悬浮的东西。当然，我也不反对你们的信仰。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对于牛鬼蛇神的事情倒是没那么禁忌了。王所长，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接下来几天出门最好佩戴好手枪。王建国脸上露出一抹疑惑之色。他虽然是南里镇的所长，但平时没有公务的话，也是不好佩戴手枪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信不信随你。说完便带着狗蛋他们离开了。回到家，发现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等着他们。看到秦三河回来，众人都松了一口气。三河，你终于回来了。我听你姐说，你把那地痞打得头破血流，被派出所带走了。我们都担心你回不来了。我怎么可能回不来？是那个混蛋欺负我姐，我打他是正当防卫。婶子，在镇派出所都调查清楚了，那个混蛋犯了流氓罪，马上就要吃牢饭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狗蛋狗剩，今天多谢你俩替我撑着场面，我欠你们一个人钱。明天中午你们来我家，我亲自下厨请你们吃饭。三河哥，我们都是兄弟，万兰姐被欺负，我们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三河哥，请吃饭的事情就算了，这段时间正是青口和生蚝盛产的旺季，我们明天要去赶海，去海边礁石群那里多挖一些青口、生蚝，卖给过往的海鲜商人。听到两人这话，秦三河的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最近是青口和生蚝盛产的旺季。是啊，现在的生蚝跟青口都特别的肥美。我想到一个赚钱的路子，明天早上你们来找我一趟。两人都是和秦三河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对于秦三河的话，自然没有半点疑惑的意思，纷纷点头答应。而此时的秦家中，姐，你听说了吗？今天秦三河他姐在镇上被人调戏，秦三河赶过去后把人打残了，现在已经被抓到所里了。秦三河被抓了，他还能放出来吗？我看够呛，听说那人被打得半死不活了。秦三河那小子把人打成重伤，可能都要吃花生米了，再不济也得做几10年。秦三河那小子吃牢饭，那也是他活该，居然敢和我们家小晴退婚，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这不，报应来了吧？幸亏没和他们秦家结亲，不然秦三河被抓进去，我们小晴不就要守活寡了？什么活寡？早知道之前就应该答应秦家的结婚条件，先把他们家的彩礼钱拿到手。今天秦三河被抓，我们不就有理由悔婚了吗？他这话一出，沈父跟沈寿都觉得有道理，纷纷感到惋惜。早知道就答应他们了，我们家小晴既不用嫁给秦三河，还多了一笔彩礼钱。少收了一笔彩礼，我的摩托车没了。够了，你们不要再说了。见到沈晴动怒，几人都有些诧异。啊，你该不会是担心秦三河，怕他吃牢饭吧？他可是要和你退婚了。怎么可能？我就要和陈家村的陈老板相亲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和秦三河还谈过恋爱。你们嘴巴都放严一点。放心吧，姐，谁敢多说一句，我保证撕烂他的嘴。要是这门亲事黄了，你们想要把家里的1层土屋重建成3层小洋楼，还有买4店一转的事也要黄了。小晴说的没错，从今天开始，我们家和秦三河没有半点关系，谁也不要提秦三河了。重生90年代，我靠着海边没人要的生蚝日进斗金。三河哥，你昨晚说有赚钱的路子要带我们看，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难道还骗你们不成？三河哥，到底什么路子？你就快点跟我们说吧。不瞒你说，我昨晚回去后，整晚都没睡着过。从今天开始，你们去海边挖的青口和生蚝，不要卖给那些过路的海产收购商了，
直接卖给我。秦三河的话让两人一脸疑惑，他们不知道秦三河什么时候干起了海鲜的买卖。三河哥，你要收海鲜？没错，那些海产收购商给你们的青口、生蚝的收购价是多少？青口的收购价8毛钱一斤，生蚝是1块一斤。以后青口我给你们算1块5一斤，生蚝是2块钱一斤。两人一脸激动的神色，照他们一天挖20斤海鲜的速度来看，他们每天都能多卖10块钱。三河哥，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你们三河哥什么时候骗过你们？三河哥，我觉得价格太高了，要不就跟收购商一个价吧。是啊，三河哥，我们不能坑你钱，你再把价格压低一点。听到两人的话，秦三河有些哭笑不得，他们竟然还主动要求压价，这也可以看得出他们都是那种淳朴的人。行了，你们相信我，就算我按照这个价钱收购你们的海鲜，我也一样能够卖个好价钱出去。见到秦三河都这样说了，王狗蛋和李狗剩只能点头答应。那三河哥，我们就去挖生蚝了。我下午就在我家等你们，挖多少我要多少。随即两人开开心心的离开了。就在这时，大姐秦万兰从走了出来。三河，你要我弄的凉粉草都弄好了。八姐，你要不要跟我学摆摊卖凉粉草？这卖个凉粉草能赚几个钱？我找个工作，怎么每天也要有10块钱吧？八姐，我昨天就做了1桶凉粉草，就赚了60块钱。今天我让你做了2桶，你说我能赚多少钱？秦万兰听闻此言吓了一跳，卖个凉粉草这么赚钱？那岂不是今天能赚120块？这都快抵上半个月工资了。我今天准备搞个第2杯半价的活动，准确来说，今天大概能收入90块。那你就不怕我学会了抢你的生意了？县学校有700多个学生，算上这些学生的家长，就是分开卖也不影响。再说了，我只是靠它赚点启动资金，我没打算长久的干下去。秦万兰听闻也没有再说什么，点头答应了下来。很快，秦三河带着秦万兰来到了县学校。来了，昨天卖凉粉草的那个小伙子又来了。昨天吃完1碗凉粉草后，感觉整个人都透心凉了。今天高低要整2碗。这么热的天气，是要吃点清凉的凉粉草下火。等会要给我儿子也整上1碗。不少家长七嘴八舌的说着，人也很快围了上来。今天的凉粉草第2份半价，绝对的物有所值。真的吗？那岂不是我1块5毛钱就能买2碗了？刚好给我儿子留1碗。我也给孩子带1碗，放学就可以直接吃了，也不用再排队了。随后家长们的热情购买，秦三河摊位上的2大铁桶凉粉草很快就卖了出去，而且卖完的速度比昨天都快。这2大桶凉粉草120份的量，居然不到1个小时就卖完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敢相信。现在的天气炎热，凉爽的东西自然比较受欢迎。就是第2份半价卖，感觉有点亏了。本来我们可以卖120块钱的，现在到手只有90块。第2份半价，看似是我们吃亏了，但实际上却能勾起家长们的购买欲望。本来他们只打算买1碗和孩子们分着吃，现在一口气买2碗了。你的意思是，这第2份凉粉草本来就是我们多赚的份额？这就是商业营销，占便宜是许多老百姓常见的行为。很快，秦三和两人回到了家，发现狗蛋两人早已在院子里等着了，旁边放着2筐的生蚝和青贝。三河哥，你回来了，生蚝和青口我们挖回来了，你看看这品质能收吗？秦三河闻言看向地上的2个箩筐，生蚝和青口个个都是肉厚壳薄，品质都很不错。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青口1块5一斤，生蚝2块一斤，等我过了称就给你们算钱。三河哥，我们商量过了，这生蚝和青口你先拿去卖，能卖出钱的再给我们算账。你们2个是不是瞧不起我？收海鲜这点钱我还是拿得出来的。说话间，秦三河给2箩筐海鲜过了称，生蚝2块钱一斤，20斤就是40块钱，青口1块5一斤，30斤就是45块钱，一共85块钱，你们算一下。以2人挖生蚝和青口的速度，一天不只能挖50斤。看来这2人还是担心秦三河卖不出去，所以才没挖这么多。秦三河再次来到现场，想要把海鲜卖出去，就必须找这些大饭馆、大茶楼、大酒楼。凤凰大酒楼后门，秦三河踩着3轮车缓缓停下来。干什么的？我们这里等下还要卸货，车子不要停在这边。你好，梁经理，我叫秦三河，南里镇人。你认识我？上一世的凤凰大酒楼在未来短短几年里就成为了县里第1酒楼，而且不断的开分店，把生意做到市里，甚至粤省各个地区里去。当然也有一点梁文的功劳在里面。梁经理，我听说过您的大名，我们村子靠近海边，海产非常丰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我这边的海鲜？你能供应海鲜，都有什么海鲜？之前供应给酒楼的海鲜供应商送来的海鲜品质越来越差，就连老板都不是很满意那些海鲜品质。若不是一时间找不到替代的供应商，老板和他都想换人了。梁经理，我这里有几十斤带壳的生蚝和青口，您可以看看品质。梁文看了一眼箩筐里的生蚝和青口，海鲜的品质确实不错。生蚝和青口的品质确实不错，但我只能收你的青口，生蚝我们不收。梁经理，这是为什么？带壳的生蚝，我们酒楼后厨的备菜师傅不会开。秦三河闻言这才想起来，这个年代许多海味的吃法还没有被研究出来。生蚝虽然肥美鲜甜，但开壳这道工序十分繁琐复杂，
就连渔民都嫌弃这生蚝不好开，可懒得去吃。梁经理，这生蚝是不可多得的美味海鲜，只要有合适的工具，开壳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我帮你解决生蚝开壳的问题，你就收了我这生蚝。只要你能解决这生蚝开壳的问题，这生蚝我给你算3块钱一斤。秦三河一手拿生蚝，一手用鞘刀插进生蚝的壳缝上，轻轻一拉，生蚝壳就打开了。开生蚝就是这么简单，您可以交给后厨，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么方便就撬开了，太不可思议了。开生蚝本来就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只是你们没有掌握技巧而已。秦兄弟，没想到这开壳的难题这么容易就被你解决了。梁经理，现在生蚝开壳的问题解决了，不知道我这2箩筐海鲜你收吗？收，当然收。听闻此言，秦三河把车上的海鲜抱下来放到了称上。秦兄弟，你这生蚝有20斤，我给你算3块钱一斤收；青口有30斤，算你2块5一斤收，一共是135块钱。你看这个价格可以吗？秦三河闻言算了一下，这批生蚝和青口，他从王狗蛋他们手里收来花了85块钱，现在135块钱卖出去，净赚了50块钱。行，就按照这个价算吧。梁文见状，当即就点了135块钱出来，递给了秦三河。兄弟，这50斤海鲜还是太少了，你如果每天能给我提供至少100斤海鲜，我们可以长期合作。那行，梁经理，那我明天至少送100斤生蚝和青口过来。回去的路上，秦三河的脸上扬起一抹笑容。今天他卖2铁桶凉粉草赚了90块钱，卖50斤海鲜又赚了135块钱，除开成本总共净赚140块钱。他只用了1天时间，就赚了别人半个月的工资。这样的赚钱速度还不够快，建婚房买4店一转至少要3、4万块钱，还得加把劲。而此时的王建国正准备去上班，邻居王三的院子里却传来了一道摔碗的声音。王建国当即来到了院子里，可是院子里的一幕让他惊呆了，3名手握砍刀的劫匪就站在院子里，王三则闭着眼睛躺在地上生死不知。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行凶，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老大这么笨，居然碰到条子了。我们要是被抓了，加上之前犯的事，肯定要吃花生米，一起上干掉他。3人同时向王建国扑来，手中的砍刀闪烁着凶光，如同不要命的亡命之徒。王建国当即掏出，连忙扣动了扳机，几声枪响后，那3名抢劫犯都倒在了血泊之中。好险！如果今天不是带了配枪出来，我这条命怕是没了。坐在办公室的王建国还心有余悸。王所您真是太厉害了，居然都能碰到急得在逃的赶人犯。听到小芳这话，王建国的神情也有些复杂，想起了之前提醒他佩戴手枪的秦三河。是巧合，还是那小子早就算出我有这一劫，所以提醒我佩戴手枪？王所您在嘀咕什么呢？小芳，如果我说我今天之所以会佩戴手枪，是因为受到高人指点，你相信吗？王建国把秦三河提醒他佩戴手枪的事情告诉了小芳。没想到我们镇子上居然出了这号人物，虽然我不信这些，可是他似乎真的救了你啊。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但我算是欠他一个人情。而此时秦三河刚回到家中，发现王狗蛋和李狗剩还在院子中等他，两人的目光都纷纷看向脚踏3轮车后车斗。三河哥，我们挖的那50斤生蚝和青口都卖出去了。都卖出去了，而且卖出一个好价钱。三河哥，那我们明天还继续挖生蚝和青口吗？你们继续挖，有多少我收多少，收购价不变。王狗蛋他们挖的生蚝青口越多，自己赚的就越多。三河哥，我们一人一天大概能挖50到80斤，你真的全都收？王狗蛋还是不太确定，50斤生蚝那可是100块钱，是普通人10天的工资了。你们就放心的挖吧，挖多少我要多少。狗剩，趁着天没黑，我们再去海边挖点生蚝和青口，我只要新鲜的，你们挖出来后要养好，不然明天中午送过来，我可没法要。三河哥放心吧，我们把挖出来的生蚝和青口直接养在狗剩家鱼排里，就放1个晚上，明天中午保证还是鲜活的。18岁的妹妹跟人钻进了苞米地，我不但没有阻止，还在原地默默的等待。接上集我从县城回家的路上，忽然看到妹妹秦万雪正在跟一个男孩有说有笑的聊天，这让秦三河怒意直冲脑门。小雪，怎么还不回家？这是你同学吗？看到秦三河，小雪脸上浮现出紧张的神色。哥，你怎么来了？我去县城刚回来，这个男孩是谁？哥，我们不用管他，我们回去吃饭吧。但秦三河的身形却纹丝不动，目光看向那名男孩，那名男孩的神色也有些紧张，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大哥你好，我叫刘洋，是万雪的同班同学。今天学校安排大扫除，我和万雪负责最后的班级锁门。我看天色有些黑了，所以就自作主张送万雪回到村口，你别误会。这个家伙怎么看着有点眼熟，怎么感觉像见过他一样？刘洋，我操！秦三河终于想了起来，前世20年后，江东是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房资产已经能用1来做计算单位。刘洋，你过来，小雪你去旁边等着，我跟你同学聊几句。他也没对我做什么，就是送我回来而已，你不要太吓唬他了。你哥我像是那种恶人吗？我就是有点事情和他商量一下，你到一边去。听到哥哥这话，秦万雪小嘴动了动，最终还是退到了一边。
刘洋，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我妹妹？刘洋没想到秦万雪的哥哥会直接问这个问题，吓了一跳。没有的事情，大哥你别误会。你不喜欢我妹妹，为什么要来招惹她？你是不是想玩弄我妹妹的感情？信不信我嘎了你？刘洋吓了一跳，慌忙改口。不，我没有要玩弄万雪感情的意思，我是真的喜欢她，我是认真的。可你们现在虽然成年人，但毕竟还没考上大学，还没到谈恋爱的时候，我绝对不允许我妹妹在这个时候谈恋爱。刘洋瞬间懂了秦三河的意思。我会努力读书，考上好大学，让自己变优秀，然后再追求万雪。我并不反对你们在一起，不过现在还不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等你们一起考上大学，能创造物质基础了，再考虑在一起的事情。听到秦三河这话，刘洋脸上露出一抹激动之色。自己未来的大舅哥说很看好他，并且不反对他追求秦万雪。未来大舅哥，我一定会努力考上清北，高考结束后就开始想办法赚钱，创造好的物质基础，再来追求万雪。这可是你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我相信你。我先走了，未来大舅哥，改天我再来看你。说完直接撒丫子跑了。哥，你跟刘洋说什么了？怎么说了这么久？我看这小子不错，打算认他当未来妹夫。你胡说什么？我们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等他们回到家，发现父母都在院中等着他们。三河，你回来了，你跟水仙的八字已经送过来了，你们两个的八字很合，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你们两个要是能结婚，他旺你的财，你旺他的福，这是龙凤呈祥命格。我早就说了，水仙那丫头跟我们三河是绝配。那我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呢？我跟你婶子已经挑好了日子了，就在农历的8月初5，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不到3个月时间赚够5万块钱，建婚房买4店1转，这个难度并不算大。第二天一早，狗蛋两人早早的就带着生蚝来到了秦三河家中。三河哥，今天海鲜特别的肥美，一不小心就多挖了一点。我昨天就和你们说过了，你们挖多少我就收多少。说话间，秦三河就把2袋海鲜过了称，生蚝60斤，青口50斤。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生蚝60斤就是120块钱，青口50斤就算75块钱，一共是195块钱，你们拿好。两人接过钱后，脸上都露出一抹激动之色。没想到秦三河真的说的做到，给他们结算了这么多钱。三河哥，除了生蚝和青口外，其他海鲜你收吗？他想起最近在礁石滩附近看到了不少海蟹、海鱼之类的海鲜，只要是海鲜我都要。现在县城的茶楼、酒楼就想着整点独特的美味吸引食客，谁家供应的海鲜种类多，就能吸引到更多的食客。20分钟后，秦三河将100多斤海鲜送到了县城凤凰大酒楼后门。三河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可等到花儿都快谢了。杨经理，你这是？秦兄弟，你供应的生蚝食材太棒了，很多老顾客吃了都还想吃。你今天送了多少斤来？听完梁文这话，秦三河的脸上露出恍然之色，原来是因为生蚝的品质好，得到食客的肯定了。送了110斤海鲜来，生蚝60斤，青口50斤，你看这个量还可以吗？60斤生蚝吗？不是很够用，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开始每天至少给我供应100斤来。生蚝按照3块钱1斤，每天至少供应100斤的话，那就是日收300块钱，1个月下来就是近万块钱的买卖。当然没问题，我尽量多送点生蚝过来。今天后厨等着用，就不用过称了。这是这次的货款，秦兄弟你点点。秦三河接过钱一看，发现了异样。50斤青口125块钱，生蚝60斤是180块钱，你怎么给了我365块钱？听到秦三河这话，梁文脸上不由露出一抹笑容，看向秦三河的眼神越发的欣赏。这钱没有算错，你供应的生蚝，我们酒楼的客户很满意，所以从今天开始，生蚝的收购价从原来的3块钱1斤，升到4块钱1斤了。现在生蚝一涨价，自己的利润可是翻了1倍了。秦三河也是一脸惊喜的神色。只要你每天稳定给我供应上100斤生蚝，我们的买卖就能长期做下去。还没等秦三河回答，一个服务员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不好了，梁经理，2楼包间来了一个脾气古怪的客人，听说我们酒楼有纯天然的生蚝，提了一个特殊的要求。我们酒楼的菜式都已经标在菜单上，想吃什么就按照菜单点，他还想怎么吃？梁经理，我也是这样说的，可那客人就是不听，而且他还说，只要我们酒楼能做出他想吃的菜，他愿意支付1000块钱。1000块钱在这个年代可不是一笔小钱，普通人辛辛苦苦干3、4个月，可能才能赚这么多钱。那个客人有没有说要怎么个特殊吃法？客人要求吃了我们做的生蚝后，晚上的力气要更大。看样子这是个有钱并且有缺陷的主。你去后厨跟师傅们说，只要他们做出来的生蚝菜式满足食客的要求，我给他们奖励100块钱。梁大哥，如果你的后厨师傅没办法做出一道好的生蚝药膳，不知道我能不能赚你那100块钱的悬赏金？秦老弟，你还会厨艺？前世秦三河可是千万富翁，没事净捣鼓吃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生蚝独特吃法的菜谱，我相信这个菜绝对会让顾客满意。太好了，秦老弟，要是你的菜谱能让顾客满意，
我再给你添100块的奖金。说着，他们来到了酒楼的办公室，秦三河也写下了生蚝鸡子砂锅粥的菜谱，说白了就是把生蚝、猪腰以及鸡腰在一起熬粥。旁边的梁文看到后，脸上浮现出惊艳的神色。原来粥还能这么煮，一看就是大补啊！梁大哥，赶紧送去后厨吧，别让客人等急了。半个小时后，凤凰酒楼的某个包厢内，一个男人舀了一勺生蚝鸡腰粥放进了嘴里，鲜嫩的鸡腰瞬间在嘴里爆浆化开。妙啊，真是太妙了！生蚝加上新鲜的鸡腰、猪腰，既好吃又大补。能得到贵宾的赏识，真是小店的荣幸。如果你们菜单上能推出这道菜，绝对会让你们的生意再上一层楼。梁文闻言眼睛一亮，这生蚝鸡腰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补身体。对于上了年纪的男人来说，那就是无法拒绝的美食啊！如果凤凰大酒楼能推出这款砂锅粥，何愁生意不好？梁文当即来到办公室，找到秦三河。秦老弟，按照我们直接约定好的，你这菜要是能让客人满意，这200块钱奖金就归你了。秦三河也没有推辞，当即接下塞进了口袋里。秦老弟，老哥有个不情之请。梁老哥，你有话直说就行，能帮忙的我绝不推辞。我想在酒楼推出这道生蚝鸡腰粥，你能不能把菜谱卖给我？我愿意买断这菜谱的使用权。梁大哥，瞧你说的，不就是一张生蚝鸡子粥的菜谱吗？你直接拿去用就行了，说什么钱不钱的太生分了。对他而言，像鸡腰生蚝粥这样的菜谱脑子里多的是，随便推出一样，都能让凤凰大酒楼的客流量增加不少。秦老弟，情分归情分，生意归生意，你要是不愿意收钱，那老哥可没脸用这菜谱。既然老哥这么说了，那老弟也不客气了，那就1000块。老哥，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没问题，这是1000块的现金，老弟你点点。梁文深知这个菜谱的价值，本来准备3000拿下的，没想到秦三河开口只要1000。秦老弟真是太感谢你了，希望以后咱们能合作愉快。秦三河和梁文辞别后就回到了家，而苏水仙正在院子里等着他。三河哥哥，你回来了，海鲜卖的怎么样？这还没结婚呢，这是等不及要给我管钱了是吗？苏水仙的脸刷一下变得通红。我不是这意思，以后就是我们结婚了，钱也是要你自己拿着，男人身上没钱，腰杆子怎么能挺直？傻丫头，我赚再多钱不都是你的吗？你是我老婆，你给我管钱怎么了？三河哥哥，你别胡说，我们还没结婚呢。看着水仙头都埋进了胸口，秦三河也没有再逗他。水仙，你让苏婶别打散工了，我这里有个活可以让苏婶干。什么活？太复杂的活我妈可能干不来。很简单的活，就是开生蚝取肉。你可以让苏婶每天去海边，按照1块钱1斤的价格收购个20-30斤带壳生蚝，把生蚝肉取出来后，我给你们按照6块钱1斤收购。秦三河已经算过账了，30斤带壳生蚝大概能开出9斤的生蚝肉来，能卖54块钱，1个月下来就是500多块钱的收入。6块钱1斤收生蚝肉，这个价会不会太高了？现在菜市场上的猪肉也不过4块钱1斤，就算这生蚝是海鲜，也不值6块钱1斤吧。我把这生蚝肉送到县城大酒楼去，他们给我开的收购价比我开给你的还要高，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就不要为了这点钱推推拉拉了。三河哥哥，那我听你的。重生90年代，我靠着生蚝赚了第一桶金，我没有闷声发大财，而是带着整个村子的村民一起发家致富。你看到了吗？秦三河那小子现在有出息了，每天他姐去县城摆摊赚钱，他在村里收购海鲜出去卖。我都听说了，现在狗蛋狗剩他们每天要挖100斤生蚝给秦三河。你说这生蚝海边多的是，能值什么钱啊？所以说你不懂了吧？我可听说了，城里人都爱吃这一口，1斤生蚝能卖1块钱呢。难怪狗蛋他们这么拼命的挖，这一天下来岂不是能赚100块钱？100块钱2个人平分也能分50块钱了，1个月1500块钱，乖乖，快比得上我在外面打工半年的收入了。不要说一天赚50块钱了，就算一天让我赚20块钱我都愿意了。也不知道秦三河愿不愿意带我们一起赚钱，要么我们让村长去问问。而此时的秦三河带着100多斤生蚝再次来到了现场，梁文早已在酒楼的后门等着了，看到秦三河带了100多斤生蚝，笑得都合不拢嘴了。秦老弟，这生蚝真的太畅销了，昨天的那几十斤生蚝不到下午就全部卖完了。秦三河的脸上没有任何的意外，任何产品只要赋予它特殊的功效，例如美容养颜、男人的加油站一类的，那销量绝对不会太差。梁大哥，这生蚝对男人来说是好东西，对女人来说也同样是美容养颜的好食品，你可以在菜单上加个备注一下。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秦老弟，你这个建议太有建设性了，我看得出来你是个有才能的人。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旁边走了过来。梁经理，我那个店面你看得怎样了？我可跟你说，现在不知道有多少老板看中我那个铺面，你不要的话，我可就卖给别人了。赵老板，你那个铺面我已经和老板说过了，我们老板很喜欢，就是这价格太贵了，你看这出售价能不能再低一点？那不行，梁经理，你是知道的，我那个铺面就在百货大楼旁边，人流量多，位置好，不愁卖。
秦三河听到这话，忽然想起了什么。上一世凤凰大酒楼的老板买了一个靠近百货大楼的老旧楼房，改造装修成新的凤凰大酒楼分店。开业当天，因为无数食客涌入，楼层的墙体就出现了开裂。难不成那栋危楼就是这个赵老板手中的这套？别着急，赵老板，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说服我们老板买下您那栋楼的。梁经理，那你可要快一些了，过几天我就要去深市那边发展，到时候你们还不下决定，我就只能卖给别人了。梁大哥，这栋大楼我看还不是不要买的好。秦三河此话一出，赵老板的脸色铁青。哪里来的毛头小子？别人谈生意你插什么嘴？我只是不想看着梁大哥被某些人蒙骗了罢了。小子，你说什么呢？我咋听不懂？秦老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知道些什么？和秦三河相识了几天，他知道秦三河不是那种喜欢搬弄是非的人。秦三河这样说肯定有自己的道理。梁大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百货大楼附近只有几栋适合当酒楼的楼房，那些楼房都建了10几20年了，楼层的结构有没有问题，质量如何很难说。秦三河并没有直接说可能会倒塌，因为这毕竟是没有发生的事情。这确实是要考虑一下。要么这样，赵老板，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找个施工队过去检查一下楼层的结构安全问题？赵老板闻言神色有些古怪。我那栋楼才建了不到20年，能有什么结构安全问题？梁经理，我看你就是太敏感。见到赵老板这个态度，梁文越发认同秦三河说的话。赵老板，我们老板说了，如果工程队检查完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按照你说的价格收购。梁经理，这么说你是不相信我？我这不也是为了稳妥起见吗？毕竟买一栋楼可不便宜。行，你要找人来检查，那就检查吧。只不过检查完了后，就再给我说什么价格贵不贵的问题。赵老板放心，等检查完没有问题，我们当场就签合同。赵老板不再说什么，只不过临走前狠狠地瞪了秦三河一眼。秦老弟，今天多亏你这么一提醒，否则我们可能真的就中了赵老板的道了。经过今天这事，恐怕他现在回去后，马上就会找其他人接手这栋危楼了。秦老弟，我今天又欠你一个人情。梁大哥，我只是随口一说罢了，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梁文闻言更加欣赏起秦三河。此次生蚝一共100斤，梁文也拿出来400块钱结了货款。下午，秦三河骑着3轮回到了家，院子里村长跟狗蛋他们赫然站在院子里等他。村长，你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吗？秦三河，你实话跟我说，这段时间你是不是带着狗蛋他们在卖海鲜赚钱？秦三河知道这个事情肯定瞒不住，于是大方的承认了。村长，我最近确实做了点海鲜小买卖。你现在赚钱了，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带其他的村民。至于收购价，你看着办。村长，既然您开口了，麻烦您下午在广场召集下村里人，每家派一个代表商量一下。好，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那我这就去安排。三河哥，你真打算带村里人一起赚钱？这么多能卖得掉吗？我虽然答应了他们，但是我准备每家只收20斤，我们村只有30户人家，也就600斤罢了。毕竟现在凤凰大酒楼对生蚝的需求量很大，就算带着全村的人一起挖生蚝卖给凤凰大酒楼，梁文那边也吃得下。三河哥，那我们呢？李狗蛋紧张地看着秦三河，他们这几天跟着秦三河挖生蚝，一天一人就能日收100块钱，岂能不担心？你们俩的供应量不变，每天还是每人给我挖50斤，他们的收购价是1块钱1斤，你们还是2块钱1斤。王狗蛋两人闻言脸色大喜。当天下午，村长秦东就在秦家村的村广场召集了村里的各家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派来了代表。三河，除了你二叔家，村里每户人家几乎都来人了。秦三河闻言也觉得正常，自从二叔的2个子女端了铁饭碗后，就开始看不起农民了，包括秦三河家。各位村里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们，我运气比较好，碰到一个大老板愿意收购我手里的生蚝，所以搞了点海鲜的小买卖。对，三河这孩子现在有能力赚钱了，决定带大家。村长说的没错，我打算给每家每天20斤的生蚝收购额，我1块钱1斤收。村民们闻言脸上都是露出一抹喜色，纷纷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每家20斤的生蚝收购额，那岂不是一天能赚20块钱，1个月就是600块钱？我的天啊，这可比出去打散工赚得多，在外面拼死拼活干1个月，也就赚300来块钱吧。一天挖个20斤不是轻轻松松，没想到三河这孩子出息了，真的愿意带我们一起致富。三河，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1块钱1斤收我们的生蚝？村长在这里站着呢，我还能骗你们不成？你们要相信三河，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人品自然是没话说。那这货款几天一结？货款当天结，你们带着生蚝过来，我们直接钱货2清。众村民闻言顿时是激动了起来，这下子他们也能跟着秦三河赚钱发家，过上好日子了。而此时村子里的某户人家里，你没听村长说吗？你老大家的秦三河开始搞海鲜生意了，现在打算带着全村人一起致富呢。
这个中年的男人正是秦三河的二叔秦文。秦三河那孩子我又不是不知道，他就不是那做生意的料，这辈子能去工地混个搬砖的活就算是不错了。秦文一脸的不以为意，哪里能比得上我们儿子？现在在镇上的国营工厂上班，听说马上就要当一条生产线的小组长了。儿子成小组长了，那一个月的工资岂不是有400块钱？算上其他补贴，可能还不止呢。那真的太好了，三河那小子收个生蚝能赚几个钱，还是我们儿子厉害。我大哥肯定看孩子要结婚了，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秦三河做本搞海鲜生意呢。你说你哥也是的，怎么就想着拿本给秦三河做生意？这不是把钱丢海里了吗？等着吧，他这生意干不了几天就要黄了，到时候你看村里人怎么笑话他吧。晚上，秦三河找到了大姐秦万兰。大姐，我明天就不跟你一起去摆摊了。三河，你不去那这生意怎么办？大姐，摆摊的流程你都会，凉粉草我也教会你了，这门摆摊卖小吃的生意是你的了。现在他和凤凰酒楼有了长期合作的海鲜生意，所以这才想着把摆摊生意让给大姐秦万兰。三河，这摆摊生意一个月可是能赚7、8千呢，你就这样放弃了？大姐，你不是说要摆摊赚钱，然后给未来弟妹买金银首饰吗？我不把生意让给你，你怎么快点攒钱？我可等着你给水仙买个大大的黄金首饰。大姐秦万兰知道这是弟弟找了个借口让自己接手摆摊生意，于是点头答应了下来。那好吧，我2个月就拼命赚钱，给水仙弟妹多赚点金银首饰。前一世大姐委身一个残疾的男人，这一世他终于让大姐有了可以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三河，我今天不小心挖多了一点生蚝，应该重了1、2斤，你看。有村民讪讪一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秦三河。面对这种情况，秦三河也是照单全收。婶子，一共22斤，这次多出来的1、2斤，我偷偷给你收了，但你别告诉别人，不然我不好做。三河，你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村民带着生蚝来到了院子里，生蚝总量也或多或少的有些超重，秦三河都是照单全收。而此时，秦三河家中的卧室里，三河这孩子的海鲜生意是越做越大了。等你们水仙嫁过来后，2口子一起搞这个生意，吃喝也算不发愁了。旁边的水仙听闻此言，小脸顿时就红了起来。对了，万兰，今天是你第1次独立出去摆摊，还顺利吗？我今天做了3桶的凉粉草，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卖完了。抛开成本，我赚了230块的利润。此话一出，苏婶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的神色。乖乖，摆摊这么赚钱的吗？小兰，你成了小富婆了。婶子，这摆摊赚的钱本来应该是三河的，要不是三河把这买卖让给我做，我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就在这时，秦三河走了进来。大姐，看你这话说的，我还要忙收购海鲜的生意，这几天摆摊卖的凉粉草都是你自己做的，跟我又没什么关系，这摆摊赚的钱自然也和我没关系。三河这话说的没错，都是一家人，这钱谁赚不是赚。万兰姐，你能赚这么多钱，相信三河哥跟婶子都替你高兴。听到水仙这发自内心的话，秦万兰也放心了下来。之前她还在担心自己的弟妹会不会对此有意见。你们聊天吧，我要将刚收到的600多斤生蚝送到县城，这么热的天很容易就放坏了。你那小3轮能拉这么多货吗？要不分2次送吧。母亲的话一下点醒了秦三河，现在的出货量很大，这个3轮车是不太合适了。我今天去县城看看能不能买个柴油的3轮车，这个3轮正好给大姐摆摊用。我看行，你姐有的3轮车也能多做一些凉粉草，多赚一点。很快，秦三河带着生蚝来到了凤凰酒楼的后门，几个陌生的男人正等着他。你们是干什么的？梁经理呢？秦老板，我们没有恶意，我们都是想过来跟您谈谈生意的。对，秦老板，我们是来谈生意的。你们想谈什么生意？秦老板，听说凤凰酒楼的生蚝都是你供应的。原来这些人都是凤凰大酒楼附近的饭馆的老板。自从凤凰大酒楼推出了生蚝鸡子粥这道菜后，不管是男食客还是女食客都闻声而来，附近的餐饮生意自然都受到了影响。那你们的意思是也想从我这里拿货？秦老板，我们想和你约定，这生蚝只供应给我们几家，不要供应给凤凰大酒楼。是的，秦老板，凤凰酒楼的生意本来就好，就是没了生蚝影响也不大，然而我们却遭大罪了，生意都没法干了。秦三河也听明白了，凤凰酒楼导致他们没生意，他们现在想联合一起抵制凤凰酒楼。抱歉，我不能答应你们，我跟他们现在有合作，如果我断了他们的供货，那我不成了忘恩负义的人了吗？那些餐饮老板听到秦三河这话，脸色都有些难看。秦老板，我们如果出的价格比凤凰大酒楼高，你不就能和我们合作了吗？就算你们出的价格高，我也只能答应你们，给你们供应一部分生蚝，但你让我断了凤凰大酒楼的货，我还是办不到。秦老板，应该没有人能跟钱过不去，你咋这么迂腐呢？这不是迂腐，这是做生意最基本的诚信。说得好，做生意讲究的就是诚信经营，靠旁门左道挖别人的墙角，
是不可能发财的。听到这道声音，那些餐饮老板的脸色都是一变。各位，你们要和秦老弟谈生意，我不反对，但你们让秦老弟断了我们凤凰酒楼的供货，是不是就有些过分了？梁经理，你不用在这里跟我们讲大道理，我们这样做也是被你们凤凰大酒楼逼的。对了，现在我们都没有生意做了，你说是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看来各位老板对我们凤凰大酒楼新推出了一道菜，都多多少少有意见。没错，我们但凡有一点活路，今天也不会找了秦老板了。梁文脸色平静地盯着几人，半晌后才慢慢开口：你们不是说我那道菜抢了大家的生意吗？那我就拿那道菜的菜谱出来，大家一起做怎么样？此话一出，在场的餐饮老板都是一阵哗然。梁经理，你在开玩笑吧？你们凤凰酒楼那道生蚝鸡子粥，你舍得拿出来分享给我们？虽然那道菜谱是我花了重金拿来的，但我依旧愿意免费拿出来分享给大家。此话一出，一众餐饮老板都动容了，纷纷顿感愧疚之情。让秦老板断了你们凤凰大酒楼的货，主意是我出的，是我小心眼了，没想到梁经理心胸这么大。我们凤凰大酒楼的生蚝鸡子粥之所以卖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用了秦老板手里的上好生蚝，我们的收购价是4块钱一斤。你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自己掂量一下成本。此话一出，那些餐饮老板都是哗然起来。竟然要4块钱一斤，这生蚝这么贵的吗？秦老板带来的生蚝都是巴掌大，一看柚子就非常肥美，这个价格也不意外。凤凰酒楼家大业大，用这个成本去弄生蚝鸡子粥可以，我们可吃不消啊。这一刻他们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凤凰酒楼最近能吸引这么多食客过去。凤凰大酒楼的用料比他们足太多了。各位老板也不用太愁，你们可以用小一点的生蚝或者其他贝类海鲜代替，味道可能会差一点，但你们的定价也可以低一些，肯定会有食客愿意去吃的。众餐饮老板闻言，眼睛顿时一亮。菜谱你们派一个代表，明天上午到我的办公室去拿，到时候我提前准备好。梁经理真是大度，我就替我们这些老板们感谢梁经理。当即几个餐饮老板都离开了。梁大哥，你今天可是给我上了一节花钱都买不到的课呀。哦，秦老弟，你说说，我给你上了什么课？你把菜谱送给他们，凤凰酒楼的生意不但不会受到影响，附近餐饮的联合抵制也消失了，别人还对你感恩戴德。秦老弟，做生意还是简单一点好。对了，秦老弟今天带了多少生蚝过来？秦三和闻言立马将生蚝都给过了称。秦老弟，没想到你今天给我供应了660斤生蚝，比昨天开始多了500多斤，你怎么做到的？梁大哥，托你关照，最近我这生蚝生意赚了点钱，我们村长看到了，就希望我带带村里人。我小时候没少受村里人照顾，所以就带着他们一起挖生蚝赚钱。秦老弟，你赚钱后能够想起带村里人一起发家致富，就从这点我就佩服你。如果说他之前只是欣赏秦三河的商业头脑，现在他是真的欣赏秦三河的品德。这600多斤生蚝虽然量不少，但我们吃得下，刚好其他分店都可以推出这道菜了。梁大哥，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明天开始我继续是这个供应量。我还是那句话，多多益善。说话间，梁文就将生蚝的货款结算给秦三河。660斤生蚝按照之前约定好的4块钱一斤，总货款是2640块钱。秦三河看着手上的将近3000块钱货款，脸上也露出一抹激动之色。秦老弟，以你现在的赚钱速度，相信很快就能成为你们秦家村数一数二的大老板了。梁大哥，这还是多亏了你关照，我们之间是相互成就。对了，秦老弟，这段时间你要注意点，赵老板现在放出话来要对付你。做生意讲的是诚信，像他那种黑心商人，就算来找我，我也不怕。秦老弟，他的铺面已经被强拆了，损失这么大，就怕他狗急跳墙，你还是小心为上。秦三河知道梁文是在关心自己，也是点了点头，离开了凤凰酒楼。秦三河径直来到了农机交易市场。老板，有什么能帮助您？我想买一辆农用3轮车，最好是有前车厢的，后车斗也不能太小。这位老板，按照你的需求，恐怕就只有非彩牌的3蹦子能满足你了。有现车吗？我着急用。有的老板，这非彩牌3轮车烧的是柴油，劲大马力足。这车要多少钱？这车不便宜，现在要3600块。那行，我要了，这是3600块。那名销售愣了一下，自己卖了好几年的3轮车了，这绝对是最爽快的一个老板。重生90年代，我买了全村的第一台非彩3蹦子。快看，那不是秦从家的秦三河吗？早上我还看着他踩着3轮车运生蚝出村，现在怎么开了一辆非彩3蹦子回来了？这还用说，肯定是搞生蚝生意赚了钱，所以才有钱买非彩3蹦子。秦三河这孩子有出息了，这么快就买3蹦子了，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买3蹦子。快了，只要我们跟着秦三河每天挖生蚝卖，不用5个月时间，也能整一辆3蹦子。很快，
秦三河买了3蹦子的事传到了二叔家，也不知道三河那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这才收了几天的生蚝，竟然都买了3蹦子了。我们家都没开上呢，他凭什么开？我之前就和你说过了，秦三河这生蚝生意能赚钱，村里人一天能赚20多块呢，你就是不肯去赚，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让我这个二叔跟着侄子去挖生蚝赚钱，这不是丢我儿子和女儿的脸吗？人家有把你当叔叔吗？赚了大钱也不知道过来看看你。你说的对，这孩子也真是的，赚钱了也不知道过来孝敬下我这个二叔，真是太不懂事了。秦三河那孩子不懂事，你可以去找他，问他借点钱花花，顺便把3蹦子借来开一段时间。二叔听到这话眼神一亮，秦三河那小子哪里开过3蹦子，还是让我辛苦帮他养护好车子吧。很快秦雯来到了秦三河家中，看到他过来，秦三河跟父母都特别的意外。他二叔来了，是有什么事吗？二叔仿佛没有听到，径直的对着秦三河说道：三河啊，你把你的3蹦子给我。二叔，你要我的3蹦子干嘛？你现在出息了，也不知道拿钱孝敬你二叔，不给钱车子让我开总可以吧？听到二叔这话，秦三河的脸色一沉。不好意思，二叔，这车我要用来运海鲜做生意，给不了你。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小气呢？就不能给你二叔一点面子吗？我刚买的新车就给你开，那你的面子也太大了吧？秦三河，你怎么给你二叔说话的？没大没小的，老大你好好管教下孩子，看看被你惯成什么样了。听闻此言，秦三河一家的脸色铁青。我儿子现在是国营厂的组长，女儿也马上要升主任了，这就是差距。二叔，我们家可没受过你家什么恩惠，秦浪、秦云考上大学后的学费还是你和我家借的。堂哥堂妹现在这么有出息，怎么也没听说他们要还钱的事情。二叔秦雯因为好吃懒做，根本没钱给子女上大学，于是就找到了父亲秦从，2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都被父亲秦从全包了。你这孩子，我现在是说摩托3轮车的事情，提什么学费不学费的？在他看来，大伯给资助侄子侄女上大学，不是很应该的事情吗？秦三河，既然3蹦子不愿意给我，那每天给我30块的生活费那可以吧？现在你有出息了，应该孝敬长辈了。秦三河脸色平静地看着二叔，并没有开口的意思。二叔感觉自己的受到了轻视。秦三河，你翅膀硬了，别以为现在赚了点钱就了不起了，说不定明天就全部赔进去了。秦三河还是无悲无喜地看着二叔，他知道跟这种厚颜无耻的人聊不出什么结果。等你破产了，还得靠我儿子帮你。你小子太没格局了，注定没什么出息。秦三河还是平静地看着二叔不搭腔，而秦三河的父母此时都忍耐到了极限。我儿子以后混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现在给我滚出去，我家不欢迎你。秦雯没想到，平日里老实憨厚、半辈子没发过火的大哥，此刻居然会对他发这么大火。老大，你就顺着你孩子吧，我等着你儿子生意亏了后，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嚣张？说完这话，一溜烟跑没影了。爸别和二叔一般见识，为了他气坏身子不值得。就是三河这么优秀，以后只会越赚越多的钱。老二那家伙没点良心，这样说我的儿子，这哪像是亲兄弟啊？以后我们家不和他们家来往了。自从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一直明里暗里帮助二叔家，却没想到他们非但不感恩，还更加的得寸进尺。第二天中午，秦三河带着收到的650斤生蚝再次来到了现场，梁文照常已经等在后门了。秦三河也将这些生蚝都过了秤。650斤生蚝2600块钱，秦老弟，你清点一下看看有没有漏。不用点了，我还能信不过你吗？秦老弟，您那生蚝鸡腰粥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客流量，你那里还有没有别的新颖的菜谱？梁老哥，你这是想要新的菜谱？秦老弟，实话跟你说，是我老板让我问的。我们老板说了，你是一个餐饮人才，要是你那里还有什么好的新颖菜谱，他愿意高价买断。梁大哥，我那道生蚝鸡子粥菜谱也是凑巧而已，我哪有什么新菜谱？梁文一听明白了秦三河的意思。秦老弟放心，我们老板发话了，你每给我们酒楼提供一个新的菜谱，他都愿意以3000块钱的价格收购。梁大哥，瞧你说的哪里话？我像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我就是单纯的想帮一下凤凰酒楼想几道新菜，正好我刚才灵感一闪，想到了几道新菜。很快秦三河来到办公室，写出了2张新的菜谱。梁大哥，这2道新菜你可以先拿去试试，看看客人爱不爱这个口味。芥末虾球、油条酿虾滑，这2道菜还挺特别的，这口味一看就很独特。梁大哥，这菜谱的钱我今天先不拿，如果食客买账我再收你的钱。秦老弟仗义，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你这2道菜客人喜不喜欢明天就知道了。而此时另一边的南里镇派出所里，王建国拿着手中的嘉奖书，神色有些复杂。王所，今天拿到这2等功的嘉奖书，是不是要请所里的同事们搓一顿啊？请你们喝几杯也不是不行，不过今晚不行，我得先请一个人吃饭。就是那个提醒你的小伙子吗？对，就是他，没有他我也拿不到这个2等功。
确实要感谢他。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是个巧合，但他的提醒间接的救了你。而此时的秦三河却被一个7、8岁的小女孩拦了下来。小女孩小眼睛有些紧张的看着他。秦三河正要发火，小女孩开口了：“大哥哥，你要不要老物件？”小妹妹，你要卖老物件？你要卖什么呀？大哥哥，你看，这就是我要卖的东西。说话间，他掏出来一个老旧的陶瓷碗。当他看清楚小女孩手中的老旧陶瓷碗模样后，秦三河脸色渐渐的变了。小妹妹，你手里的瓷碗能给我看看吗？小女孩想了想，点了点头，将手中的陶瓷碗递给秦三河。秦三河小心翼翼的接过来后，认真的看了一下。这一看，他的神情顿时就认真了起来。真的是鸡缸碗，可惜是个雍正年左右的仿品。就在4年后，港岛那边一场古玩拍卖会出现过鸡缸碗，最终的拍卖成交价达到了2000多万港币。他手中的鸡缸碗只是一件仿制的赝品。大哥哥，我这个老物件虽然老旧了点，但保持得还很好的。小妹妹，你怎么会把家里的老物件拿出来卖？你家里人知道吗？我爸爸生病了，需要钱买药，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已经卖完了，就只剩下这个陶瓷碗，这是我爸爸让我拿出来卖的。秦三河沉默了，又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小妹妹，这个碗你想卖多少钱？我只要5块钱就行，爸爸的药至少要5块钱才能抓一个疗程。听到小女孩的话，秦三河心头微微发颤，这个小姑娘懂事的让他心疼。小妹妹，这个陶瓷碗我很喜欢，我出50块钱和你买这个碗好不好？小女孩听到秦三河的话，粉雕玉琢的小俏脸上露出一抹激动的神色。小妹妹，要不这样，你带我去你家，我和你爸爸当面谈价格。小女孩听到秦三河这话，思索了几秒，想了想就答应了。很快，她带着秦三河来到了家中，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这间屋子再合适不过了。爸爸，这个大哥哥愿意买瓷碗。这个时候，秦三河才注意到面前的中年人只有一条腿。老板，你真的愿意花钱买我女儿的那个陶瓷碗？是的，不知道大叔你愿不愿意割爱？什么割爱不割爱的，就是一个老物件罢了，不值什么钱。你要是喜欢的话，随便开个价拿走就行。爸爸，这个大哥哥愿意出50块钱买这个碗。中年男人愣了一下，50块钱，这怎么行？这碗哪值这么多钱？这不是坑别人吗？可是爸爸需要钱来抓药啊。这位老板，不瞒你说，我这个陶瓷碗都用了好多年了，我就是看它造型图案挺好看的，这些年一直拿来喝酒。大叔，千金难买心头好，这个陶瓷碗我也确实是很喜欢，50块钱的价格一点都不贵。这个鸡缸碗虽然不是明成化朝的古玩官窑，但也是一件难得的雍正时期的仿品，应该是值点钱的。当即秦三河就从腰包中取出100块钱递给了男人。老板，不是说50块钱买我的碗吗？你这是……我看你女儿和我投缘，多的50块钱就当是给她买点肉。如果不是这个小女孩把自己拦下来，自己可能就买不到这个清朝雍正年的官窑鸡缸碗，也没办法捡漏。那我替小女谢谢老板了，以后有机会绝对会报答老板。大叔，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我们就是正常的买卖交易。和男人聊了一会后，秦三河就告辞离开了。他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来到了县城的吉祥典当行。不是跟你说了，有土腥味的古玩不要随便收，要问清楚来历，让对方出示身份证并且登记下来了，这规矩还要我和你说吗？老板，实在是那件古玩品相太好了，要是白白错过了就可惜了，所以我才……这时候男人也注意到了刚进来的秦三河。来客人了，你先去招待。说完，中年男人就在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青花瓷瓶，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个青花瓷瓶怎么这么眼熟？难道是前世我在哪里看到过？这位老板，不知道您有什么需要？我这里有个古玩碗想出手，你长长眼。掌柜听到有货，连忙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秦三河知道这是古玩行的规矩，古玩不过手。这是鸡缸碗。掌柜的好眼力，这的确是鸡缸碗。这是鸡缸碗。掌柜的还没上手，只是看了碗的造型就倒吸一口凉气。掌柜的好眼力，这正是鸡缸碗。老板，这鸡缸碗是您祖上传的还是收的？这是我收的。碗是好碗，可惜不是明成化的，而是清雍正朝的，不过也是价值不菲。就是不知道老板你是想典当还是卖？自然是要卖的。典当就等于是和典当行借钱，典当行吃的利息钱，开价不会太高，如果是卖价格会更高一些。这位老板，不知道你想卖多少？掌柜的，你别在这里给我打马虎眼了。我这个虽然是仿的明成化的鸡缸碗，但成色品相都不错，你直接给个价。如果你给了个黑心价，我就只能找别家了。他就是想告诉对方，自己知道手中这鸡缸碗的价值和分量，让对方别诓骗自己。老板，您看这样行不行？你这清雍正年间的鸡缸碗，我给你出4万块钱收了。那说明我们无缘了。5万，最多只能出5万。秦三河目光平静地盯着掌柜的，并没有说话。6万块钱，1分钱不能再多了。都说吉祥典当行，
是我们县城最大最有名气，也是最有眼力的典当行。没想到这里的掌柜的眼力不行啊！老板，如果你觉得我开的价格不满意，你开个价怎样？秦三河并没有理会掌柜的，而是准备直接离开。这时候，旁边的老板着急了：“小兄弟，请留步！怎么，你们吉祥典当行的人买卖做不成就想要强吗？”小兄弟，你说笑了，我叫王祥，是这吉祥公司的老板。我的员工权限不够，不敢开出太高的价格。你如果不介意的话，让我看看这鸡缸碗，我来给你定价。秦三河想了想，转身回来把碗放在了桌子上。是因为这个叫王祥老板在前世也算是个不错的商人，拿出不少钱来资助一些贫困的学生读书，人品还算不错。王祥拿着鸡缸碗仔细端详了一番，确实是清雍正年间的鸡缸碗。小兄弟，我出价10万元收了，你看这个价格可以吗？虽然还是没达到自己的预期，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小县城。那行吧，王老板，10万块这个鸡缸碗归你了。王祥也不废话，直接拿了10万块交给了秦三河。小兄弟，以后要是有什么好东西都可以来我这里，绝对给你最高价。我今天运气好捡了个漏，以后可能没这种偏财运了。说的也是，我一天之内能收到2件好东西，也确实是运气好。说话间，目光又看向了桌子上的那个青花瓷瓶，而秦三河身体猛然一颤，他终于想起来了，前世王祥就是因为这个青花瓷瓶险些入狱，因为这个瓷瓶与一起大案有关。王祥大哥，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秦老弟，我和你一见如故，有话你不妨直说。这件青花瓷瓶你最好毁了或者上交。王祥闻言，脸上的笑容顿时一滞。秦老弟，你这话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这青花瓷瓶可是唐朝的，价值不菲啊！你让我把它毁了？王大哥，你这东西来历不明，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恐怕有3张嘴也解释不清楚。来历不明，秦老弟，你是怀疑这件青花瓷瓶是从地底下倒出来的？秦三河微微点头，但并没有直说。老王，那几个卖你青花瓷瓶的人是哪里的口音？老板，那几个卖我青花瓷瓶的人好像是北方口音，说是北方来的商客。这青花瓷瓶我也问过他们来历，他们说是祖传的。祖传的？土腥味都还在，怎么可能是祖传的？王祥沉思了很久，过了半天，像是下定了决心。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能留在典当行里，还是上交了吧。上交了，老板，这可是我们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就这样上交了岂不是？这一次就当是我们自己吃亏买教训了，下次再收可疑的古玩，必须留下客户的信息。看到老板的态度如此坚决，老掌柜只能点头答应。王祥大哥，你果然和传说的一样豪爽正直。秦老弟，你过誉了，我就是一个普通小商人，有点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而已。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多谢你的提醒。离开了吉祥典当行，秦三河并没有回家，他又去了一趟小女孩家，拿了1万块钱出来，交给了女孩的父亲。小老板，我知道你的经济条件好，我卖个碗给你已经赚了你100块钱，这钱我断然是不能要的。大叔，实话和你说，这钱就是我卖你的那个碗得来的。你那个碗是古董，正好我认识朋友爱好这个，花高价收了那碗。什么？我那个碗是古董？对，清朝的古董。那这钱我也不能要你的，我已经拿到我卖碗的100块钱了，你把碗卖出去，卖了多少钱都和我没关系了。听到女孩父亲这话，秦三河神情有些感叹，这个年代的人就是比较淳朴简单。大叔，卖碗的钱我已经留了一些出来，这1万块也不是给你的，是给你女儿的，她还小，这钱省着点花，足够支持到她上大学了。女孩父亲听到秦三河这话沉默了。是啊，不能让女儿跟着自己一个残疾人受罪，只有读书才能彻底的改变命运。大哥哥，我真的可以读书吗？当然可以，我们打个赌好不好？如果你能考上大学的话，大哥哥就帮你交大学的学费，让你可以去大城市看看好不好？大哥哥，你说的是真的，没骗我？当然是真的。女孩父亲见到此幕，也不再拒绝秦三河的好意。秦老板，谢谢你这1万块钱，我会让丫丫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等她长大后一定会报答你的。什么恩情不恩情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而已。随后秦三河离开了丫丫家。丫丫，你要记住这个老板的样子，他是你的贵人，我们家欠了他一个大大的恩情，一辈子都还不清的那种。小女孩听到父亲的话，认真的记住秦三河的模样，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秦三河来到自己的3轮旁边，手上拿着9万多块钱傻笑，今天一天的时间自己竟然赚了这么多钱。哟，沈老板今天是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呀。只见赵老板的身后还跟着几个手拿武器的地痞混混，明显的来者不善的样子。秦三河看到这一幕，眉头微皱。赵老板，你让这么多人挡住我的路有什么事吗？秦老板，挡住路不要紧，但挡住别人的财路才是最要命的。你知不知道你挡住我的财路了？赵老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把路让出来，我没空和你啰嗦。我那栋大楼
本来凤凰大酒楼的老板已经打算出钱买了，就因为你多嘴多舌，现在我的大楼没人接手，还被强拆了，白白损失了10几万，这笔账你说咋算？赵老板，你那栋楼就是一栋危楼，本来就应该拆除的了，你居然还想高价卖出去，难道就不怕良心过不去吗？做生意本就是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哪有什么良心不良心的？既然如此，那凤凰大酒楼不买你那栋大楼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赵老板的脸色有些难看。今天我也不跟你废话了，我那栋大楼现在被裁的只剩下块地皮，你不是喜欢多管闲事吗？今天这块地你必须给我买了，10万块钱1分都不能少。听到赵老板这话，秦三河脸上才露出恍然之色，原来对方来找他是打着让他接盘的主意。现在就只剩下一块地皮，你想让我花10万块钱收购，你未免太痴心妄想了。谁叫你坏了我的买卖？今天这块地皮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我要是不买，你又能拿我怎样？我这些兄弟下手可都狠着呢，你要是不买，就别怪他们打断你的手脚。秦三河看到此幕，脸上的表情也凝重了起来，毕竟双拳难敌4手。看来秦老板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我可看到刚才你手上有不少的现金，废了你现金不还是我的？你们在做什么？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抢劫！几个地痞看清楚王建国的模样，立马丢下了手中的武器，撒丫子全聊了。赵老板看到王建国时，身体猛然一震，脸上露出一抹惶恐之色。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跟我回所里一趟吧！赵老板吓坏了，这件事情在这个年头可大可小，就是吃花生米也是正常的。王所长都是误会，我们只是在生意上有点小矛盾而已。听到秦三河这话，赵老板的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感激之色。对，我们就是在生意上有点小矛盾，都是误会。秦老弟，你可想清楚了，我可是亲眼看到他要对你抢劫的。王所长真的没什么事，都是误会而已。秦老弟，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也不好说什么。王建国以为秦三河是怕麻烦，不想把事情闹大，才主动替赵老板开脱。王所长，我能不能和他私聊几句？王建国微微点头，退到了一边。如果秦三河这个当事人都不计较的话，他也不好再追究什么。秦老板，我这样对你没想到，你还替我说话，不是你，我今天铁定要吃牢饭了。赵老板，搅黄你卖大楼这件事情，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今天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都是秦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赵老板，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那块地皮我买了。此话一出，赵老板却愣住了。什么？你要买我那块地皮？秦三河点了点头。他之所以愿意收购赵老板这块地皮，是因为这块地皮的价值远超赵老板的那栋危楼。上一世，这块地皮被纳入了城市规划图中，顿时身价翻了不知道多少倍。秦老板，我这样对你，你还愿意花钱买我的地皮？赵老板，我愿意买你这块地皮，但价格肯定不可能按照大楼的价值来收购，这点你要明白。那当然，地皮的价钱肯定不如楼连地的。赵老板，你手中这块地皮想卖多少钱开个价，如果合适的话我就要了。赵老板闻言思索了几秒，试探性地对秦三河道：秦老板，我这块地皮差不多有600平方，按照50块钱1平方的价格，3万块钱卖给你怎样？秦三河所在的江东市只是一个小城市，管辖下的小县城的地价也不算高。赵老板以50块钱1平方的价格出售地皮，也算是正常市价了。就按照50块钱1平方的价格，我要了。秦三河给了赵老板1万块钱的定金，剩下的2万块钱要等赵老板去办好相应的土地转让手续才会给他。赵老板和秦三河约定2天后再见面后，就转身离开了。秦老弟，那人这样找你麻烦，你不仅不追究他责任，还花钱买下他手里的地皮。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都是看利益而已。这块地皮值这个钱，所以我就收了。小姑娘长得确实不错，可以娶回家里养着。陈老板，你真是好眼力，我女儿这长相这身材，在10里8乡那都是数1数2的。说吧，娶你们女儿需要多少彩礼？还有什么附加条件？沈父沈母两人对视一眼，都没想到陈老板会这么直接。我们把女儿养这么大不容易，想娶我女儿至少要给8888块钱的彩礼，这是应该的。还有吗？还有婚房和4店一转。我女儿从小被我们娇生惯养惯了，绝对不能住太差。这个条件也很合理。我那里有栋刚建了不到2年的洋房可以当婚房，里面都有全新的电器。至于一转，我有小汽车，你们也知道的。还有其他条件吗？见到陈老板这2个条件都能满足后，沈父沈母脸上都露出激动之色。今天他们真的是钓到金龟婿了。陈老板，你要娶我姐，还得给我封个1888的红包。我和我姐生活了这么多年，冷不丁的嫁到你家去，我家就只剩我一根独苗了。这个要求也很合理，1888的小舅子红包我给了。听到陈老板这话，沈寿的脸上露出一抹激动之色。陈姐夫，你真的是财大气粗，我姐嫁给你，我们是10万个放心。
没错，小晴能嫁给你是她的福气。见到沈家夫妇和未来小舅子都满意后，陈老板的目光看向沈晴。你有什么要求吗？当即沈晴装出一副乖乖女的模样，害羞地说道：我没什么要求，全听父母的安排。既然你们都说没要求了，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离过，你们应该都知道吧？家里有一对儿女，沈晴嫁到我家后也不用生孩子，帮我照顾好我的子女就行。陈老板，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这个没问题。婚后我每个月会给她一笔生活费，我的钱跟生意她绝对不能插手。听到此话，沈家一家都愣住了。如果我儿子女儿成年后对她这个后妈还满意的话，我会额外奖励一笔钱给她。陈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每个月给我一笔生活费，你是在请保姆吗？2个人结婚不就是搭伙过日子吗？说什么保姆不保姆的？既然是搭伙过日子，那你的钱我为什么不能管？你一个农村姑娘，除了有点姿色还有什么？我的钱是用来投资的，放你这里被你败光了怎么办？听到陈老板这么直接的话，沈晴气得不轻。还有，我在外面有多少异性朋友你都不能过问，你安心管好家就行。你把我当什么了？买回家里放着的花瓶吗？一旁的沈父沈母也觉得陈老板的条件有些过分，他们想的却是如果按照陈老板的条件，沈晴能有多少钱拿回娘家给他们花？我女儿嫁过去是要当管家婆的，不是当别人的保姆的。看到沈家的反应，陈老板一脸的淡然之色。我的条件已经提出来了，你们如果不能接受，那今天这相亲的事就算了。一听陈老板说相亲的事作罢，沈父沈母顿时就紧张起来了。他们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有钱的女婿，哪肯轻易放弃了？算就算，我在外面有大把男人追，不差你一个。陈老板听到沈晴这话，脸色一沉。别以为自己有点姿色就能对我吆五喝六，漂亮的姑娘多的是。说完此话，陈老板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看到陈老板离去，沈家夫妇都有些抱怨。小晴，你这脾气就不能改一改？陈老板那么有钱的人都被你气跑了。就是，他不给你管钱，就不能偷偷藏点私房钱吗？你这脾气是被秦三河惯坏了。别跟我提秦三河，我和他没关系了。现在你把陈老板气跑了，和秦三河的订婚也黄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以我的样貌，没有陈老板和秦三河，我难道还找不到其他有钱人嫁吗？陈老板不肯娶你，要不你还是回去找秦三河。弟弟，你疯了！你让我吃回头草。那天在秦家谈彩礼的事情，你没看到秦家人那抠搜劲，连个4店1转都没有，房子又老旧，我嫁过去不是活受罪吗？你姐说的对，姓秦的那一家人都是穷鬼，你姐嫁过去岂不是要吃苦？你们的消息落后了，我听说秦三河被我姐甩了，就开始在做海鲜生意。那些跟着秦三河挖生蚝的村民，现在每天都能赚几十块钱，更不要说秦三河自己赚了多少钱了。对，我听说他还花几千块买了一辆飞彩牌的3蹦子。沈晴听闻此言，眼睛一亮。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重新考虑他。现在麻烦的就是秦三河和苏水仙订婚了，想要让秦三河回心转意还是有点难的。弟弟，这你就是不懂了。我和秦三河在一起也这么久了，我了解他的性子。只要我在他面前装一下可怜，哭几滴眼泪，他就会屁颠屁颠的求着我和他复合。你爸妈，我们后半辈子的生活就全看你了。另一边，凤凰酒楼的包厢里，秦三河还不知道自己被盯上了。秦老弟，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上一次我们分别的时候，你会嘱咐我外出巡逻时带上手枪吗？王所长，如果我说我能看到未来，你信吗？说实话，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算了，不讨论这个了。不管怎么说，我欠你一个大人情。这都是巧合而已，什么人情不人情的，王所您不必放在心上。秦老弟，我和你一见如故，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叫我一声王大哥就行，叫我所长太见外了。那我就厚着脸皮喊你一声王大哥了。秦老弟，这次我得到了上面的嘉奖，最近可能要往上挪一挪了。王大哥，这是好事啊，你怎么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也不是不开心，是我的心情有些忐忑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该不该走。南里镇毕竟是他工作了20年的地方，如果贸然到县城，可能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不知道秦老弟有没有什么建议？王大哥，你应该去更大的舞台才能展现你的才华。秦老弟，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去县城？秦三河点了点头，并没有直说。秦老弟，你的建议我会好好考虑的。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两人都没有再聊公事，而是天南地北的聊着。第二天一大早，狗蛋两人找到了秦三河。你们2个这么早起来去海边挖生蚝？三河哥，这2天沙滩上有很多蛏子，个个都有巴掌长，肥美的很。我们想问问你收不收蛏子？弟，如果你收蛏子的话，我们就挖一些。巴掌长的蛏子？如果说生蚝是大海的牛奶，那么蛏子常常被渔民们称之为大海的人参，可见它的营养价值有多高。呀，如果真的跟你们说的一样有巴掌那么长，有多少我收多少。三河哥，这蛏子的收购价有多少？
这蛏子挖起来比生蚝麻烦很多，如果收购价不是很高的话，还不如生蚝挖的划算。蛏子的收购价，我按照4块钱一斤给你们收了。4块钱一斤，他们挖生蚝也就2块钱一斤，而蛏子是4块钱一斤的话，那足足多了1倍的收购价。行，三河哥，你就瞧好了，我们今天上午就给你挖个100斤回来。狗蛋他们离开后，秦三河找到了父母。爸，你帮我问问村里哪家人想卖地的，我下午回来再跟他聊价钱。你要买地，你买来干什么？我跟水仙也快要结婚了，我想在和苏水仙的婚礼前建一栋婚房，让她风风光光的嫁过来。好样的，这才像是我的儿子。爸支持你建婚房，等会我就去村里问问。建婚房是好事，但也不用找村里人买地，咱们家里不就有地吗？我们家里哪里还有地？不都给了老二了吗？老爷子临走前的晚上，我把村里的干部跟宗族老人都喊过来做了公证。你都是什么时候做的？我怎么都不知道？你平时都不跟你那弟弟计较，只会说吃亏是福，这些事情只能我来干了。秦三河爷爷临终前留下了4块地，他二叔花言巧语的骗走了3块，还是他母亲最后趁着老爷子还在的时候，要回了他们应得的那块地。这样一来，我们儿子的婚房宅基地算是有了。到了上午后，村民们也陆续将挖好的生蚝送上门，王狗蛋和李狗剩的箩筐中都装着几十斤蛏子。你们2个行啊，真的挖了这么多蛏子王，70斤蛏子，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4块钱一斤，一共是280块钱，你们拿好。谢谢三河哥了。2人都是一脸开心的模样，毕竟只是一个上午，他们一人就能分到140块钱。还是老规矩，我给你们的蛏子收购价别出去乱说，有人问起你们就说2块钱一斤收购的，明白吗？三河哥你就放心吧，我们的嘴巴严着呢。随后秦三河开着3蹦子来到了凤凰酒店的后门。秦老弟来了，今天送了多少斤的生蚝？和昨天差不多，都是600来斤，不过我弄来了一些好东西，你看看要不要？那我可得看看到底是什么好东西了。说话间，秦三河指了指地上的蛏子王。我的天，这些蛏子怎么这么大？你掏了蛏子王的老窝了？怎么样，梁大哥，这蛏子你收不？这么好的蛏子当然收了，6块钱一斤怎么样？可以，梁大哥你看着给就行。说话间，秦三河把所有的海鲜都过了称。650斤生蚝是2600块钱，蛏子王70斤是420块钱，一共3042。秦老弟，你点。不用点了，梁大哥，我是相信你的。秦老弟，你这蛏子的品质很好，如果还有的话，我继续收，还是这个价。除此之外，其他的海鲜我也都收，价格我们可以慢慢谈。我回去后看看我们村那边的海域上还有什么好的海鲜。对了，梁大哥，这蛏子你们酒楼一般怎么做？当然是用青椒和豆豉炒了，这不是十分常见的吃法吗？青椒豆豉炒蛏子虽然好吃，但远不能达到吸引食客的目的。秦老弟，你是不是有什么新吃法？随后秦三河把自己提前准备好的菜谱递给了梁文。秦老弟，这个酱爆蛏子的做法一看就很好吃，就是这凉拌蛏子的做法有些特别，会有食客会喜欢吗？这酱爆蛏子我不敢保证能卖得火爆，但这凉拌蛏子是一定能卖火爆。秦老弟，你这么有自信？前世20年后，这捞汁的吃法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已经不能用火爆来形容了。这道凉拌蛏子印上菜单的时候，最好加一句年轻漂亮姑娘的最爱。秦老弟，这是为什么？自然是因为这道菜的目标人群就是女性食客。梁文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点头答应。随后他又拿出了2000块钱递给了钱三河。秦老弟，这是昨天的2个菜谱钱。秦三河也没有客气，直接塞进了口袋。不知不觉间，他的存款已经高达6位数了。我告诉你，赶紧和苏水仙退婚，然后备好彩礼娶我。你过来就是说这个的？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主动来找你，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你来找我只会让我未婚妻误会。你未婚妻？你是说苏水仙那个臭丫头哪里配得上你？秦三河听到这话瞬间皱起了眉头。你的飞彩3蹦子我爸很喜欢，你明天就送我家里去。听到沈晴这厚颜无耻的话语，秦三河差点被气笑了。他还当自己是跟前世一样是个舔狗吗？另外听说你现在弄了个海鲜批发的生意，这生意我弟弟也看上了，这海鲜生意你别做了，给他做吧。听闻此言，秦三河彻底生气了。你要不要撒泡尿照照自己？有什么脸让我和苏水仙退婚然后娶你？你和苏水仙比，给他当提鞋丫鬟都不配。沈晴没想到秦三河居然这么说他，气得小脸涨得通红。秦三河，你疯了！你竟然敢这么侮辱我！更难听的话我还没说出来，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脸，居然敢跑过来和我要这样呢？你以前不是说过非我不娶的吗？你现在有能力了，我跟你要点东西怎么了？你是脑子被驴踢了，还是根本就没长脑子？我自己花钱买的东西跟你有1毛钱的关系？四周围观的村民听到秦三河的骂语，无不是拍手叫好。秦三河骂得好，这女人脸还真大，居然还敢跑回来要求复合。是啊，哪有让自己男人把辛苦赚钱买来的3蹦子送给岳父，自己经营起来的生意让给娘家弟弟的？就要那女人倒贴钱给我，我也不要。
谁真娶了她，那可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四周的议论声传到沈晴的耳中，她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眼眶缓缓泛起一抹泪花。秦三河，你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看到沈晴马上就要哭出眼泪的模样，秦三河的脸色淡然，他还以为自己是前世那样的舔狗呢。沈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还是别在我面前假哭了。果然，沈晴听到秦三河这话，在眼眶中挤出来的眼泪顿时就缩了进去。秦三河，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真的不愿意娶我吗？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我爱的人是苏水仙，并不是你沈晴。沈晴气得满脸涨红，她不明白秦三河这个舔狗为什么变化这么大。而此时吉祥典当行里，好险呀！幸亏我们及时的把瓷瓶给上交了，否则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了。是啊，真的是太幸运了。原来几个盗墓贼已经被抓到，并且供出了销赃的吉祥典当行。好在王祥提前上交了瓷瓶，这才免去了不少的麻烦。说起来，这件事不是秦老弟的提醒，我还真免不了牢狱之灾，我欠了他一个大大的人情啊。王总说的是，我们是该好好的感谢他才是。老王，我们典当行里有没有什么死当了的好东西？此时村长家的小院里，村长，我们家三河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们家那块地建房的相关手续，你得帮我们加快办理一下。这个年代，在农村建房也并不是想建就建的，相关的手续还是要办一下的。老秦啊，三河那孩子要建婚房，我也替他高兴，只不过这相关手续也不是说办就办的，总要给我几天时间不是？我们家三河还有2个多月就要结婚了，这建房本来就要几个月时间，你看能不能通融下？村长一脸的无奈之色，过了半晌缓缓开口：这样，你让三河先找施工队把地基挖好，我这边的手续应该也差不多下来了。谢谢村长了，那就这样说定了。回家后，秦从跟秦三河聊起了婚房的事情。三河，建房子的事情村长那边已经答应了，我们这几天可以先找人弄地基。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建房子的施工队你打算去镇上找，还是就近找村里的？就找村里的魏国吧。魏国是村长的儿子，毕竟这个钱谁赚都是赚，不如卖村长一个面子。找村子的施工队好，我们赚钱了，也让乡亲们赚点，大家一起致富。秦三河点了点头，然后便出门前往村长家了。他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一辆轿车开进了他家的院子。很快，秦三河来到了村长家。三河，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爸说了吗？建房的手续还要几天才能搞定吗？村长，我这次来虽然是为了建房的事情，但不是为了建房的手续的。不是为了建房的手续，那你是？我是过来找魏国哥的。找我？三河，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一个比秦三河大几岁的男人走到了秦三河的面前，赫然正是村长的儿子魏国。魏国哥，我这不是打算建房子了吗？听说你的施工队在十里八乡都是出了名的手艺好。那是，我的施工队都干了好几年了，找过我们的朋友都说我们的手艺好。果然，无论在什么年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想建一栋别墅，占地面积大约300平，算上院子差不多400平，要3层的。说着，秦三河拿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图纸递给了魏国。建别墅，三河你最劲发。他说到一半，话头顿时就一直，只因为他的目光已经被手上的全套别墅设计图纸吸引了。不管是外观结构还是尺寸比例等，都是标准的建筑手绘制图。三河，这图纸是你自己画的，没有人帮你设计？确实是我一个人画的。魏国大哥，有问题你就指出来。没问题，这图纸画得太好了，不管是设计风格还是其他方面，都十分完美。他有预感，自己的施工队如果能将这栋别墅建起来，这栋别墅就是他们施工队的招牌建筑。三河，这套别墅一定要交给哥哥，我绝对不赚你1分钱。但我有个要求，这份图纸能不能送给我？听到魏国只有这一个要求，秦三河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毕竟他脑袋里的建筑图纸可是多了去了。行，魏国大哥，那就这样说定了。你看看这栋别墅的造价有多少，我们尽快开工。给我1天时间，明天我给造价出来。秦三河知道一栋别墅的造价是需要造价员计算过才能得出，他也不催促，点头答应。他回到院子时，看到王祥跟父亲聊得正欢。王老板，你怎么来了？秦老弟，你终于回来了。我今天来是想要亲口和你说一声谢谢的。说谢谢？王老板说你帮了他一个大忙，让他不用去吃牢饭，你到底帮了他什么了？王老板，那个唐朝的青花瓷瓶你上交了？上交了，幸亏听你的提醒及时上交了，不然我真的是要惹一身骚了。随即他把几个盗墓贼被抓的消息告诉了秦三河。王老板，恭喜你逃过一劫。秦老弟，这次的事情如果不是你提醒，我可能不吃牢饭也得脱一层皮。这是我从典当行里拿来的一点小心意，全当是感谢礼了。王老板，这怎么行？我不能收。秦老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就是一对清朝的龙凤玉佩。我听说你马上就要结婚了，正好你可以拿来和弟妹一人一个凑成一对，也算是我祝福你们结婚的新婚礼物了。虽然这是一对清朝的龙凤玉佩，秦三河看这品相就知道肯定价值不菲。这对龙凤玉佩是死的，来历也很干净，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年轻人的祖传物件。我可是找了半天才找出这么一件好东西来，你要是不收，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听到王祥这态度坚决的话，秦三河只得无奈收下。王老板，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王老板了。秦老弟，你我投缘，你也别叫我王老板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以后我们以兄弟相称。行，那我就厚着脸皮喊你一声王大哥了。好，这是好事。小王今天就在这边吃晚饭吧，我这就去给你们准备酒菜。很快，秦从夫妇为他俩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酒过3巡，饭过5味后，王祥也有了几分醉意。秦老弟，不瞒你说，我现在名下虽然有不少产业，可是真正能赚钱的产业并不多。王祥大哥，那你倒不如关掉别的产业，专心发展你名下的珠宝行还有建筑公司。搞珠宝和建筑公司？对，这2个行业未来大有所为。秦三河记得钱是20年后，市区和县城里随处都能看到有珠宝行商铺，各种品牌的黄金珠宝商在打擂台，一副欣欣向荣的局面。珠宝行业的利润确实不低，是可以考虑多开几家分店，但建筑公司怎么说？王祥大哥，你的建筑公司发展方向错了。发展方向错了？你的建筑公司刚起步，你虽然手里有资金，但垫资个几个工程，恐怕也吃不消吧？搞工程很多时候是需要建筑商自己先垫资的，延迟个1-2年是常见的现象。对于小建筑商来说，很容易就把自己的资金链给拖垮了。王祥大哥，你就没想过自己买一块地皮开发一个楼盘去卖？秦老弟，你太看得起我了。我虽然在咱们县城市有点实力，但想搞一个楼盘只能说是天方夜谭。我们可以搞一个小楼盘去卖，不需要大建个1-2栋就行。等楼盘主体建好后封了顶，我们就可以和银行申请贷款，等钱下来了再继续工程。王祥的眼睛一亮，明显是有些异动。楼盘主体建好封顶后就可以开始预售，我们完全可以和银行合作，推出一个老百姓贷款买房的业务。那我们的资金只要坚持到小楼盘的主体建成就行。秦老弟，你这个让客户贷款买房的主意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想到？王大哥，银行贷款买房的业务其实早已经在省城、深市那边流行起来，只不过我们这种小地方楼盘还很少，普通老百姓也还没接触到这个业务罢了。我有预感，建小楼盘让老百姓贷款买房的形式会火起来，我绝对会成为这个小县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经过这几个小时的了解，他发现秦三河是个眼界长远的人，商业头脑也是极好。王大哥，不瞒你说，我在县中心的百货商场就有一块1亩的空地。那不是赵老板的产业吗？我听说他想把这栋大楼卖给凤凰大酒楼的老板，后来被发现是危楼被强拆了。这块地皮还有一些故事在里面，最后落在了我的手上。那感情好，这块地皮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你这块地皮想卖多少钱？开个价吧。王祥已经做好了被秦三河狠狠砍一刀的准备了。虽然秦三河的提议有卖地皮的嫌疑，但是这个生意是可行的。王大哥，我买这块地皮没花多少钱，你看着给就行。秦老弟，我也不能让你吃亏，你这块地皮我10万块钱收了。小秦，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我不是让你把秦三河的3蹦子开回来吗？沈晴的脸色涨红，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小晴，你别告诉我你没有搞定秦三河。秦三河拒绝我了，他不肯和我复合，他变了，变得让我十分的陌生。真没用，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我还能指望你帮你弟弟做点什么？沈晴听着母亲的话，低着头不敢反驳。你怎么能失败呢？秦三河的海鲜生意可是很赚钱的，我要是拿来做，很快就能成为大老板了。他没有在乎姐姐受了多大的委屈，他只知道自己的大老板梦破碎了。我知道秦三河的海鲜生意赚钱，可他不肯和我复合，我能有什么办法？沈寿的表情一变，像是想到了什么。你跟秦三河有没有同房过？弟弟，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让他这么轻易得到我？那我有办法了，能让秦三河回心转意。儿子，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啊！我知道秦三河为什么不肯和我姐复合了。我姐和他在一起2年了，还没让他碰一下，肯定是因为这个秦三河才变了。弟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和他谈了2年的恋爱了，他心里肯定还是有你的。如果你能主动跟他同房，那他肯定就没有理由不娶你了。小晴，我觉得你弟弟说的对，现在秦三河这么赚钱，等结了婚，他的钱可都是你的。可是这种事情是不是太随便了？难道你想看着秦三河和苏水仙结婚吗？到时候本来属于你的一切就都要被他夺走了。沈晴听到弟弟的话，脸上的表情一变。弟弟，我听你的，
可我应该怎么做？秦三河今天已经明确的拒绝我了，我再去他家不就等于自取其辱吗？你打扮的漂亮一点，等秦三河去镇上的时候，你直接趁机拉他去镇上的招待所。我相信秦三河肯定没办法抵抗。对，我女儿这么漂亮，秦三河哪有拒绝的理由？你们把生米煮成熟饭，然后我们再赶过去抓现场，让沈家人还有苏水仙亲眼看到这一幕。到时候秦三河想不娶你都不行。沈晴脸色微红的沉思了一会，那行，就这么办吧。小晴，等你拿下秦三河，他的车钱跟生意都是我们家的了。到那时候，咱们老两口就可以享清福了。秦三河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沈家人盯上了。梁大哥，今天我带来了一些新的海鲜，就不知道你满不满意了。梁文闻言，眼神立马看向了地上的袋子。是海鲈鱼，这可是好东西啊，肉质鲜嫩，不管是清蒸还是红烧都好吃。清蒸跟红烧客人都吃腻了，没有一点新意。秦老弟，你想到新的菜谱了？没错，柠檬烤鱼。秦三河也不废话，当即拿出一张菜谱递到梁文面前。梁文认真的看起柠檬烤鱼的做法，看完之后他的神色都变了，有些忍不住拍案叫好。秦老弟，你真是个天才，这么顶尖的菜谱都能想得出来，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菜谱是你想不到的了。梁大哥，我这个菜谱你如果满意的话，那我的这些鲈鱼6块钱一斤怎么样？我全收了。当即秦三河把所有海鲜都过了称，生蚝360斤，蛏子50斤，鲈鱼40斤，一共是3140块。他有预感，只要抓住秦三河这个人才，他以后的事业肯定是平步青云。秦老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今晚来我家，我让我老婆亲自下厨给你做几道家常菜，我们喝2杯。梁大哥，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自然是盛情难却。那我们今晚见。秦三河也正想和梁文深交，自己的海鲜生意如果没有梁文，可能也做不起来。可以说梁文是他生意场上的第一个贵人。秦老弟，我们之前说好的，你每想出一道新菜谱，我们凤凰酒楼就花钱买断下来，这钱就是买菜谱的钱。在这个年代，3000块钱差不多是一些普通人1年的收入了。后世的网红菜谱，我脑袋里多的是，每一个都能成为餐饮店的特色招牌菜，还是要细水长流，一次性拿出来那就失去了它的价值。离开凤凰酒楼后，秦三河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开着3蹦子前往县城学校。他想看一下大姐沈万兰的摆摊生意卖得怎么样。一名中年男人正在和大姐沈万兰说着什么，而大姐沈万兰的神情好像有些激动。大姐，今天凉粉草卖得怎么样？三河，你怎么来了？我刚谈一笔订单，还说着回家问问你的意见呢。你是这位女老板的弟弟，我刚才吃了一碗你们摊位的凉粉草，觉得非常好吃。我是附近工地的工头，想让你们每天送到工地给我们的工人吃。你每天要多少碗凉粉草？我每天就要这2大铁桶的量，我订来就是为了让工人们解暑，不至于在这么热的日头里中暑了。老板，我们这一铁桶的凉粉草差不多可以装60碗，我们这边摆摊卖也是1块钱一碗，这2铁桶我收你110块钱，每日1节，你觉得可以吗？行，就按照这个价格来，今天下午就可以送了。说话间，他就取出1沓钱来，大概300多块钱，先预定了3天的量，告知工地位置后便离开了。弟弟，我们这是要发财了，如果每天都能送凉粉草到工地，再算上我这里每天摆摊赚的200多块钱，以后我们的收入就能达到300多一天了。大姐，不是我们的收入，是你的日收入达到300多。就连秦三河都没有想到，凉草粉的生意竟然这么赚钱，1个月赚个上万块不是问题。下午，秦三河拉着2桶凉粉草回了工地。小兄弟，你来了，这么热的天，工人们急需降暑啊。老板，这凉粉草需不需要我帮忙打好？这样工人过来直接就能吃了。小兄弟就放那吧，等下工人过来自己盛就行。小兄弟，你这个小吃的买卖收益还行吧？多亏老板您的关照，能赚一点小钱。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别老板老板的叫我了。我姓王，名立春，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可以叫我一声王大哥。秦三河听到对方这话，脸上露出一抹异色。他忽然想起了前世20年后，江东市的顶级富豪里似乎就有这个名字，而且还是房地产界的大亨。若是能结交这样的人物，日后对自己的事业总没坏处。毕竟现在是人情社会，多个朋友多一条路。那我就厚着脸皮喊你一声王大哥了。听到秦三河这话，王立春也是笑着点头答应。立春大哥，你这个工地的工程还要做几个月？应该还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如果不算首尾工作，可能只需要3个月就可以了。立春大哥，那3个月后你有打算搞的工程了吗？最近我正准备接手县城一个棚户区改造的工程，现在还在准备竞标。王立春也是一个爽快的性格，丝毫没有避讳的说了出来。立春大哥，县城那个棚户区改造工程是一个雷区，我不建议你去碰。听闻此话，王立春脸色一变。秦兄弟何出此言？难道秦兄弟有什么小道消息？上一是因为棚户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更是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都不愿意离开。秦三河记得这个项目僵持了3年之久，开发商更是被拖得资金链断裂。
立春大哥，这件事情我没办法说得很详细，但我只能告诉你，一旦你竞标这个棚户区改造工程，可能会把你套牢了。你的工程队在未来几年可能要一直吃老本。听到秦三河这话，王立春陷入了沉默。说真的，他本不愿相信眼前的这个青年，但是看到秦三河那真挚的眼神，王立春又改变了主意。秦兄弟有什么高见吗？立春大哥，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我建议你竞标县城东郊的那条328国道扩建工程。秦兄弟，你连这个工程项目都知道？确实有这么一个328国道扩建工程项目，但因为没有人投标，已经废标过一次了。因为这个道路扩建的项目油水太少。碰巧知道一二，今天跟立春大哥聊得开心，便多说了几句。这个328国道扩建工程项目，表面上看确实没什么油水，可没想到几年后，随着上头提议大搞基建的口号越来越频繁，以及一笔又一笔的基建资金拨下来，上一世的施工商靠着这个项目迅速发展成一个大企业集团。秦兄弟，这328国道扩建工程真的有搞头？有，而且搞头很大。若是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对立春大哥你来说肯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秦兄弟，我信你的，这个工程项目我竞标去。他这么同意下来，可不是信了秦三河，而是想到棚户区那一群老年人也是头大。虽然基建的利润会稍微少点，但工程的施工没有任何的阻碍。都说修桥铺路是行善积德的事情，我就当是积德了。立春大哥，修桥铺路可不仅仅是行善积德，还能助你的财运。秦三河又跟王立春聊了一会后，就驱车来到了梁文的家中，而梁经理的老婆早已准备好了一桌酒菜。梁大哥真是太破费了，我们随便吃点就行了，怎么准备了这么多菜？这都是你嫂子的拿手好菜，你可要好好的尝尝。你就别捧我了，小青你提供的菜谱让老梁升职加薪，给你做几个家常小菜又有什么了？梁大哥要升职了，真是恭喜梁大哥了，这次应该要升总经理了吧？老板还给了我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给我拨资金，让我重新搞一个凤凰茶楼连锁品牌出来，集团占股40%，我自己持有60%股份，集团出资，我出人出力，这60%的股份我自己自由分配。简单来说，就是凤凰酒楼的老板让梁文要么当总经理，或者自己搞个连锁茶楼品牌，自己当分公司的老板，两者中选择其一。总酒楼的高层薪资不错，但估计这辈子也就到头了。当集团分公司的老总前景难料。秦三河知道梁文这是咨询自己的意见。梁大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放弃回总酒楼当总经理。秦老弟，你的意思是让我在县城开一个凤凰茶楼？梁大哥，如果传统的茶楼肯定不行，毕竟咱们这里只是一个小县城而已，必须要有新颖的东西，能吸引食客的东西。可这新颖的东西我去哪里弄啊？一旁的梁大嫂率先反应了过来。老梁，你不是说秦兄弟的厨艺造诣很高吗？你们就不能合作开一个茶楼吗？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集团给了我60%的股份，我给你30%，咱们一起搞一个凤凰茶楼怎么样？梁大哥，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老二，你要不要脸？这块地老爷子还在的时候就给我们了，跟你家有什么关系？大嫂，你别胡说，这块地我跟大哥一人一半，你们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建房？你们必须赔偿我的损失。秦三河刚从县城回来，老远就听到二叔的声音。妈，这是怎么回事？三河，你可算回来了。你二叔趁着你爸去办事了，把所有的工人都赶走了。二叔，你为什么要阻止工人进厂干活？这块地是老爷子的，按理说有我的一半的。你们想在我的地上建房子，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秦三河听闻此言，眉头一皱。二叔这是一点脸都不要了。你的地？二叔，你是不是喝酒喝糊涂了？你个小崽子，现在翅膀硬了是吧？敢这么跟我说话？爷爷生前总共就4块地，我们两家各分了2块，你们家1块建房子了，另外1块被你卖了买酒喝了，你哪里还有地？听到秦三河这话，二叔秦文的脸色一红，但很快又恢复如常。三河，你还小，大人的事情你不懂。你爷爷在世的时候明明说的是给我3块，你们家拿1块。听到秦文那厚颜无耻的话，围观的村民都议论了起来，都在斥责这秦文太无赖了。啃了老头子的2块地后，现在又来抢自家侄子的地。你放屁！老爷子什么时候给你3块地了？这有什么不可能的？老头子生前最疼我了，给我3块地不是很合理吗？实际上他是听说秦三河卖海鲜赚了钱后，不仅买了3蹦子，还开始建房子了，心里有些愤愤不平。特别是之前他和秦三河索要3蹦子，秦三河不肯给他，让他很不爽。老二，你真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老爷子明明就当着你们2兄弟的面说好了这4块地平分，你现在说老爷子没说过，你想让老爷子在下面都不安宁是吗？大嫂，瞧你这话说的，虽然三河是我侄子，但这块地有我的一半，这是事实，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好像我欺负我侄子一样？二叔，你今天是真心不想要你的脸面，非要抢你侄子我这块地了是吗？三河，你这是什么话？我要回自己的东西，怎么就叫抢？见到二叔秦文这样说，秦三河也不打算给他留面子了。二叔，既然你说这块地有你一半，你有证据吗？这块地是老爷子的，这还需要什么证据？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可我这里有证据，我要是把证据拿出来，你可就没脸了。你有证据？秦雯的心头微微一颤，但旋即他就觉得秦三河是在唬自己。三河，你能有什么证据？你难道还能把老爷子从地下喊出来不成？四周的村民听到秦雯这话，眉头都是一皱，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而且都已经入土为安了，怎么能开这种玩笑？这秦家老二也太无赖了吧，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这可是他亲侄子的地，这都要来抢，也不怕老爷子在下面看到不瞑目啊？秦雯可能是看到三河现在卖海鲜发财了，想要从他侄子身上坑一笔吧。秦雯家的2个孩子，一个是国企的工人，一个当老师，都端着铁饭碗呢，这又是何必呢？这你就不懂了吧？他这是看不得自己的侄子好，心里难受着呢，不然也不会过来找事了。二叔，你说话注意点。你小子少跟我废话，有证据就拿出来，没有证据你赶紧给我赔偿。秦三河看二叔还是执迷不悟，决定不再给他留任何的颜面。妈，把东西拿出来吧。母亲闻言拿出了地契，也就是土地使用证。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有地契？老头子什么时候给你登记的？我怎么不知道？这当然是爷爷在世的时候办的。二叔，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秦雯闻言，小脸顿时青一阵紫一阵的，四周的村民们也都纷纷冲着他指指点点起来。秦叔叔去抢侄子的土地，要多丢人就有多丢人。那个三河啊，这块地我就让给你了。我刚想起来家里烧着开水呢，我先回去了。看着二叔离去的背影，母亲忍不住吐槽了起来。连自家侄子的婚房也抢，真的是不要脸。这事就到此为止吧，说多了只会让邻居们看笑话。虽然二叔这个人是有点不要脸，但好歹是秦家人。随后1上午的时间，秦三河就收了600多斤生蚝，鲈鱼只有可怜的7、8条。这海鱼在县城卖得很好，但是只靠你们打捞是远远不够的。有什么办法能长期稳定供应呢？三河哥，我们可以跟出海的渔民收购啊，他们出海捕鱼，数量应该稍微多一点。渔民出海本来就靠天气跟运气，运气不好可能颗粒无收。三河哥，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养殖呢？这样想到多少我们就有多少。听闻狗剩这话，秦三河一愣。是啊，自己怎么没有想过养殖呢？要知道20年后，罗非鱼靠着肉质鲜美一跃成为了网红美食。狗剩，你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好，我们就养殖吧。三河哥，养殖活鱼这件事情，在南里镇还没有几个人干过，我们要不要再想想？没有人干，我们才要干，这意味着我们是第一个吃蛋糕的人。三河哥，我跟狗蛋对赚钱一窍不通，你是个聪明人，既然你觉得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一定能赚钱。你说怎么做，我们都听你的。对，三河哥，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听到他们这话，秦三河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前世狗蛋和狗剩帮了自己很多，这一世自己有帮助他们赚大钱的能力，自然也不会吝啬。你们去打听一下哪里有天然的鱼塘，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们可以承包一个，专门用来养殖罗非鱼。两人自然没有任何的意见，点头答应。随后秦三河带着海鲜再次来到了凤凰酒楼的后门。秦老弟，你可终于来了，我还寻思着跟你聊一下茶楼的事情呢。不好意思，梁大哥，我有点事情耽误了。秦老弟，你都日入几千块了，也不知道买个手提电话。梁文这话点醒了秦三河，自己是该搞一个手提电话了。刚好我家有一个我换下的手提电话，我明天带给你。那我就先谢谢梁大哥了。秦老弟，凤凰茶楼的事情我已经跟老板说了，老板也是支持我的，对于给你30%股份，他也是同意的。听到梁文这话，秦三河眼睛微亮，他一直很期待这件事情，和梁文合伙开凤凰茶楼，就意味着他马上就拥有属于自己的产业。我们老板想找个时间跟你见一面，你看你要不要见下我们老板？闻言，秦三河也明白了梁文的意思。虽然梁文对自己非常的信任，但是幕后老板还是要亲自考察一下的。没问题，梁大哥，你约个时间就行。那行，我这边安排好了，跟你说。对了，梁大哥，柠檬烤鱼卖的怎么样？忘了跟秦老弟说了，烤鱼卖的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的海鲈鱼太少了，只能限量供应，你要加把劲，多搞点过来。这海鲈鱼每天能捕多少，全靠运气，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呀。梁文听闻此言，露出一抹失望的神色。随后，梁文把今天的货款结给了秦三河，两人又聊了几句家常后，秦三河便离开了。他没有急着回家，而是来到了码头边。三河来了，我们兄弟已经好些年没见了。秦三河对面的男子正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李鱼。李鱼这些年都在出海捕鱼讨生活，两个人也就很少联系了。我现在在做海鲜生意，你知道吧？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在你这买点海鱼。三河，你要什么鱼？只要我有的都给你，算便宜点。只要是海鱼我都要，每天至少要500斤。李鱼听闻此言，内心一惊，他以为秦三河现在也只是搞了个海鲜小摊，每天撑死也就是几十件的量，没想到秦三河开口就是500斤。对于海鱼的种类有要求吗？海鲈鱼最好，如果实在没有其他海鱼也行。现在船上的海鲈鱼并不多，只有300斤出头，其他的海鱼有100斤左右，还有一些青蟹和大黄鱼也有100斤。海鲈鱼我给你按照2块钱一斤收，其他的海鱼、青蟹、大黄鱼这些1块钱一斤，我全都要了，你觉得怎样？李鱼听到秦三河的话，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三河，你真的要按照这个价格和我收购海鲜？要知道，他们这些渔民辛辛苦苦出海捕鱼后，捕捞回来的海鲜，往往会被海鲜收购商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过去。现在秦三河开出来的价钱，不知道比那些海鲜收购商高多少倍了。当然，我刚好有朋友想要你这些海鲜，我赚钱自然不能让你亏了。以后我们有钱一起赚。行，那听你的，你什么时候要？到时候我给你送家去。明天上午吧。以后我每天都要这么多海鲜，海鲈鱼的数量越多越好，没问题吧？鲤鱼的眼神一亮，如果他每天都有这么多的收入，就是再苦再累也值了。没问题，从明天开始我至少给你捕捞500斤以上的海鲈鱼，其他的海鲜杂货200斤以上。随后两人又聊了一些小时候的趣事，秦三河便离开了。第二天上午，当村民看到秦三河身后的海鱼后，都紧张了起来。三河，你怎么收了这么多的海鱼？你是不打算收生蚝了吗？如果秦三河以后不收购生蚝了，那他们每天赚几十块的生计就没了。别看他们一天只赚个20-30块钱，那一个月下来就是将近800块钱。注意到院子中的乡亲们神情都有些紧张，秦三河当即开口解释：各位村里的叔叔婶婶们，你们放心，生蚝我继续收，这些海鱼我是在鲤鱼家的渔船上收购的，和你们的买卖不影响。听到秦三河的解释后，村民们脸上露出恍然大悟之色。原来这些海鱼都是鲤鱼家的渔船上收购的。我们村也确实只有他们家的渔船经常出海，其他家的渔船早都废弃了。没办法，出海捕鱼不仅要风吹日晒，而且还危险，捕捞回来的海货又卖不了什么钱。如果不是三河收生蚝，我们村海边礁石上的生蚝放烂了也没人要。现在鲤鱼家和三河合作供应海鱼，也算是苦尽甘来了。不过鲤鱼家能有这个收入，他们也不眼红，毕竟出海捕鱼那是要担着遇海难的风险。苏水仙他爹就是出海捕鱼遇海难，永远的留在了大海里。叔叔婶婶们，从明天开始，我这里收购生蚝的限量从每家20斤提升到每家50斤。村民们听到秦三河这话，眼睛都是一亮。从每天的20斤提升50斤，那岂不是我们每天能多赚30块了？秦三河这孩子就是懂事，他有好处的时候是真的会想着我们。秦三河看着议论纷纷的村民，脸上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重生90年代，我靠着海鲜日入5000元。秦老弟，你怎么才来？不是说好了今天跟老板谈茶楼的事情吗？梁大哥，我们不是约的12点吗？现在还差半个多小时呢。秦老弟啊，毕竟第一次跟我们的老板见面，你就不能稍微提前一点？梁文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忽然目光被地上的海鲈鱼所吸引。这么多海鲈鱼，秦老弟你真的弄来了？要知道现在县城凤凰酒楼的招牌菜，除了生蚝、鸡子粥外，就是这柠檬烤鱼了。而海鲈鱼因为数量稀少而每天限量。梁大哥，我今天送来了这么多海鲈鱼，可是费了不少劲。你看看这收购价。秦老弟什么也不用说了，这海鲈鱼我给你按照4块钱一斤收购如何？行，梁大哥，就按照你定的价格来。这一批海鱼秦三河卖了1800块钱，那几百斤生蚝蛏子也卖出了3000块钱的高价。秦三河这一车海鲜直接卖了将近5000块钱。秦老弟，你应该还没见过我们老板吧？现在还没见过。这一世他确实还没见过凤凰酒楼的老板。这个凤凰集团的老板也算是一个女中豪杰。这个女人开始只是一家国营食堂的服务员，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把凤凰酒楼开成了连锁店。秦老弟，等会见到我们老板后，你要注意点。怎么了，梁大哥？我们老板的脾气有点怪，他不太喜欢和男人交谈，所以你说话要注意一点，不要惹他不快。前世他和凤凰集团的老板也算认识，对于异性的态度还算正常，这让他十分不解。我也是听到小道消息，我们老板前几年被一个渣男给骗了，从那以后我们老板就对男人十分反感。见到梁文这郑重其事的模样，秦三河也微微点了点头。很快他们来到了柳月的办公室里，一个年约27、8岁的气质女人坐在办公桌后面。你就是秦三河，帮我们凤凰集团想出几道不错的新菜的人。柳老板久仰大名，都说凤凰集团的老板是个女中豪杰，现在看来果然不假。柳月注意到秦三河的目光并不像其他的男人一样炙热地看着自己，而是只看了一眼就恢复如常。柳月心中也有些诧异，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在我面前还能保持镇定的男人真没有几个。你很会说话，难怪梁文经理一直在我面前推崇你。都是梁经理抬举我就是一个乡野小山村的普通人罢了。闲话少说，我们还是直接步入正题吧。我想看到你的能力，只有你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我才会把你放在平等的股东位置上。不得不说，柳月的话十分的直接尖锐，甚至让人有些难堪。就连梁文都有些紧张地看向秦三河。我要怎么证明自己的能力？梁文说你能想出许多创新的茶点来，这一点我还是保持怀疑态度。你若是现在能拿出3个让我满意的创新茶点来，我们今天就可以签订股东合同。柳月此话一出，一旁的梁文脸色骤变。创新的茶点哪是这么好想的？这要求难免有些强人所难了。老板，这会不会太难了？有本事的人从来不会把失败归咎于环境，只要想就能做到。秦三河兄弟，你说对吗？柳老板说的对，
3个茶点也对我来说并不难。说着，秦三河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菜谱，递给了柳月。柳月接过菜谱一看，眼神瞬间一亮。将传统的白皮流沙包改造成黄色的小猪造型，在外观上做出了创新。单从外观上看，这样设计确实十分吸引人，至少对于小年龄的食客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道茶点叫猪猪流沙包，主要是卖给小孩子的。还行，这道创新茶点算是勉强通关了，还差2道。秦三河也不废话，直接拿出了第2份菜谱。用椰奶雕刻出天鹅的造型，开好的酥皮压成长方块，再放入榴莲果馅，裹上蛋液和芝麻进行短暂的油炸，最后才摆盘在一起。鲜果榴莲天鹅酥，对于喜欢榴莲的食客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美食啊！柳月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柳月有信心，这道茶点一推出，在这小小的县城肯定会引起无数食客的疯狂簇拥。这第2道茶点也不错，凭借着这2道新茶点，我认可你了。柳老板，我这第3道茶点还没拿出来呢。我这第3个茶点叫抹茶菠萝包，传统菠萝包的做法，只不过面皮加入了玫瑰和抹茶。妙啊！虽然菠萝包的味道不变，但外皮颜色变了，加上抹茶粉后，口感也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道新茶点不仅小孩子爱吃，恐怕那些来喝下午茶的年轻女食客也会喜欢。柳老板，不知道我这3道新茶点能入你的法眼吗？秦兄弟，你的脑子很灵活。之前梁文经理和我说的提议我同意了，梁经理等下带他去签合同。秦三河的内心激动不已，自己至此总算有了自己的产业。秦兄弟，我看得出你是个有能力的人，希望凤凰茶楼能在你和梁文的经营下越做越大。柳老板，你太看得起我了，我就是一个乡野小子，不过我会努力的。柳月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神色认真地看向对面的秦三河。对了，秦老弟，你是做海鲜生意的，能不能搞到蓝鳍金枪鱼？蓝鳍金枪鱼生活在深海域，普通的渔船根本接触不到，恐怕只有出远海的渔船才有机会逮到。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在1周内帮我收几条蓝鳍金枪鱼来，所有的花费我可以帮你报销，这件事情对我比较重要。看到柳月这认真的神情，秦三河点了点头。我回去让人出一趟远海，但是能不能逮到我不敢保证。柳月闻言点了点头，他本来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也算是有了自己的第1份产业了。离开凤凰酒楼后，秦三河来到码头上找到了李玉。三河，你找我有什么事？是早上的那批海鱼有什么问题吗？早上那批海鱼品质很好，客人很满意，这样品质的海鱼有多少我要多少。我来找你是为了别的事情。闻言，李玉一副疑惑的表情。三河到底什么事啊？我的客户想要买几条蓝鳍金枪鱼，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到。蓝鳍金枪鱼，这可是稀罕鱼种，在前海肯定没有，要到深海域去，我的渔船一般不会去那么远的地方。听到李鱼的答复，秦三河的神情略微有些失望。我这里虽然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过几天马上就要从深海回来，如果说这附近几个渔村谁家的渔船上可能有蓝鳍金枪鱼的话，就非他莫属了。你能帮我联系他，让他留几条蓝鳍金枪鱼给我吗？价钱好商量。放心吧，三河，如果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得到李鱼的答复，秦三河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如果能够借助柳月的力量，他很快就能达到资本跨越。和李鱼道别后，秦三河又回到秦家村，没想到恰好在路上碰到了狗蛋狗剩两人。三河哥，我们正好要找你，没想到在路上就碰见了。是承包鱼塘的事情有眉目了？我们都已经打听清楚了，我们村东边正好有一个荒废的鱼塘，差不多有2亩大小，以前是一个外村的鱼老板承包下来，养殖鲫鱼、黑鱼等鱼类。后来不知怎么的，那个老板就放弃了这个鱼塘，到外地做生意去了。村东那个鱼塘吗？我好像有点印象，2亩的鱼塘不小了。三河哥，我们已经问过了，那个鱼老板已经有2年没有支付承包鱼塘的租金了。按照之前的承包协议，他已经失去了这块鱼塘的使用权。没错，现在那个鱼塘丢在那没人管，我们如果承包过来，完全可以把这些养殖鱼出手了，先赚一笔。所以说，现在那块鱼塘是闲置的状态。三河哥，你可以找村长谈谈，我估计问题不大。现在鱼塘有着落了，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搞养殖？秦三河心里已经打算将这个鱼塘承包下来，然后养殖罗非鱼，以后就专门供应罗非鱼到凤凰酒楼，就出柠檬烤鱼这道菜，就注定了罗非鱼不缺供应量。三河哥，搞这个养殖需要多少钱？而狗剩则一脸的纠结，他现在马上攒够彩礼钱了，如果这个时候把钱都砸进鱼塘里，会不会让女方家不满？具体多少我没仔细算过，虽然我出大头，但估计你们还是要把自己的积蓄掏空。虽说想带2人一起发家致富，但也得看看2人有没有这个魄力。而狗蛋听闻此言，没有任何的犹豫。三河哥，我信你，养殖这件事情我跟定你了，我用来娶媳妇的钱加上这段时间赚的，应该有个14000这个样子。你放心，我保证你不出几年一定能住上洋房，买上小汽车。三河哥，我信你。狗剩还在犹豫，他想赚钱，但也想娶心爱的姑娘。足足过了10几分钟后，他的目光逐渐的坚定。三河哥，狗蛋相信你，我也相信你。你要承包鱼塘，我陪你一起。
我手里有8000多块钱的老婆本，我都拿出来投进去，最终的结果是好是坏我都认了。狗剩，有你这话我就满足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亏的。秦三河只不过是要两人的态度，只要两人的态度到了，后面投资鱼塘的钱，秦三河并不打算要他们的。你们先回去，我找村长聊一下承包鱼塘的事情，有结果了我再告诉你们。随即秦三河独自来到了村长家。三河，你是来找魏国的吗？他去县里买材料去了，要晚上才能回来。村长，我是来找你的，你是我的长辈呢，没事我不能过来陪你聊聊天吗？听到秦三河这话，村长无奈一笑。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又有什么事情让我帮忙？村长，你真是英明，什么都瞒不住你。我听说我们村东边那块鱼塘已经荒废了2年了，至今还没有人承包。你问这个干嘛？难道你想承包那个鱼塘？是的，村长，我想承包那个鱼塘养鱼。三河啊，这个鱼塘我不建议你承包。秦三河一脸的疑惑，自己承包鱼塘给村集体交租金，这不是好事吗？为什么呀？村东边那块鱼塘说是2亩，实际上面积有10亩左右，只不过现在因为常年没打理，有8亩鱼塘枯竭了。你要是想承包，按照村集体的要求，肯定是要按照10亩鱼塘来承包。秦三河听闻此言，这才明白了鱼塘为什么会荒废这么久。村长，那个鱼塘一直丢在那里也是损失，你就把它包给我吧。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劝呢？上一个老板还欠了2年的租金呢，如果你要接手的话，还得帮他补交这2年的租金。村长，我愿意补交租金，你就把鱼塘租给我吧，这个鱼塘对我非常的重要。村长闻言盯着秦三河看了好久，半晌才缓缓开口。既然你想好了，那我不劝你了。租金按照最低标准3000块钱1年，需要补交的租金我做主了，1年后你再交。村长虽然知道秦三河的海鲜生意赚钱，但是具体赚多少钱可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村长知道他有10几万的存款作何感想？谢谢村长，我就知道您最疼我了。这个鱼塘我要签60年的合同。三河兄弟发了，这次兄弟我要发了。王祥大哥，什么事情这么高兴？托你的福啊！我从你手里买下那块地皮后，就开始走建小楼盘的流程，现在只不过是刚把地基挖好，房子都已经预售了不少了。原来自从上一次分开后，王祥就拿着从秦三河手里买来的地皮，去筹备建造小楼盘的事情。秦老弟，要不是你的建议，我还想不到弄这小楼盘。现在这个楼盘2个单元28套房，已经卖出去了14套，预售我已经破7位数了。房地产业才刚刚开始，以后绝对大有所为啊！前世的未来20年，有多少普通人靠着炒房迅速的积累财富，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三河兄弟，多亏了你的建议，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明天我在凤凰酒楼宴请你，请秦老弟一定要给面子。那好吧，王大哥，我们明天见。第2天中午，秦三河拉着海鲜来到了凤凰酒楼的后门。秦老板，你来了。陈经理，今天怎么是你负责收购食材？秦老板，我们梁经理有事情出去了，这几天酒楼的收购事宜都由我负责。听到陈副经理这话，秦三河猜测梁文应该是去凤凰餐饮集团总部打申请资金的报告了。陈经理，那就劳烦你了。不劳烦，都是我应该做的。说话间，秦三河把所有的海鲜都过了称，今天的量比以往的都多。秦老板，今天的生蚝1000斤是3000块钱，海鲈鱼是500斤是2000块，蛏子还有一些杂碎的海货加起来，一共是6200块钱。接过钱后，秦三河脸上也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不知不觉已经达到了日收6000多块钱。按照现在的赚钱速度，就单单供应海鲜到凤凰大酒楼这一门生意，就能让我月入12万。秦老板，你看这中午了，你要不要在酒楼随便吃点？谢谢陈经理了，王祥大哥约我在酒楼吃饭，他应该订了包间了。陈副经理一听到王祥的名字，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惊异之色。王祥可是这个县城唯一能跟柳月扳手腕的人，竟然会单独宴请面前的这个年轻人。王祥老板，原来宴请的是你啊！现在王祥老板就在包间中等你呢。随即秦三河来到了凤凰酒楼的包厢。秦老弟，你可算是来了，我可想死你了，小小心意你笑呢。王祥拿出了一个手提包递给了秦三河。王祥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三河兄弟，这次我听你的建议搞了个小楼盘，现在赚了不少钱，可以说没有你的建议，我就不能短时间内赚这么多钱，这里也没有多少钱，这是当哥哥的一点心意。王祥大哥，我只是随口一说，你建这个小楼盘的事情我没帮什么忙，现在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秦老弟，你随口一说就让我赚了上百万，如果这都叫没帮我什么忙的话，那我公司养的那些高管都可以直接炒鱿鱼了。秦三河听闻此言也没有拒绝，还佯装一副生气的模样。王祥大哥，那这次我就先收着，下次绝对不能这样子了。好，下次绝对不这样了。对了，秦老弟，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王祥大哥，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说就行，能帮忙的我绝对不会推辞。秦老弟，不如和我一起开一个新公司吧。听闻此言，秦三河一愣，
王翔大哥，我也不太懂古董鉴宝方面的事情，怎么和你合伙开公司？秦老弟，我也不让你和我合伙开典当行啊！我也算是看明白了，典当行能赚几个钱，还是房地产更赚钱。只要我们继续小楼盘的模式，就能发大财。王翔这个小楼盘只不过才动工不到半个月，就已经预售出去一半的套房，这也让他萌生出全身心投入房地产行业的想法。我也想跟王大哥一起吃肉，可我手里的资金不多，恐怕投入不了多少钱。秦三河对房地产业也一直是眼热的，只不过他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运作一个楼盘，所以才选择把地皮卖给王翔，让王翔去运作。秦老弟不需要你投入钱，钱我有的是，买地皮建楼盘的资金我自己圈出了就行。听到王翔这话，秦三河的神情更加诧异。王翔大哥，你和我合伙开房地产公司，又不需要我垫资，你到底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你的商业头脑和眼力了。你的商业眼光比我远，想法比我前卫，我现在缺的就是这些。我们一起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一起发财不好吗？秦三河脸上露出恍然之色，他的脑海中拥有前世海量的记忆，知道无数的商业点子，随便一个拿出来都能让一个普通人成为百万富翁。那王翔大哥，如果我们合伙的话，你打算给我多少股份？说真的，我很看好老弟的眼光跟天赋，我决定给你3成的股份。秦老弟，你看怎么样？3成的股份。秦三河听到王翔这话也是一阵惊讶，就拿王翔现在弄的那个小楼盘来说，利润至少在7位数以上，3成的利润至少都要30万，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数字。王翔大哥，3成的股份会不会太多了？不多，虽然我跟秦老弟接触的不多，但是我觉得秦老弟你肯定值这个价。王翔大哥，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那这3成的股份我就收下了。秦老弟，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脚船上的人了。王翔大哥，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物有所值的。这可是3成的股份，未来只要这个房地产公司做大，那就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最重要的是他1分钱没出。秦老弟，你觉得我们接下来的楼盘选址应该在哪里更合适？说话间，他拿出了一份现成的地图。现在一共3块地皮在出售，第一个是县城中心地带的糖果厂，第2块是西部地块，靠近农村，第3块地处我们县城的南部，距离县城不远，交通也比较便利。王翔大哥，你更偏向于哪个地块？那肯定是糖果厂啊，这里处于县城的中心地带，厂子也已经破产清算了，并且价格非常的合适。秦三河听闻此言，眉头皱了皱，当即就否定了糖果厂。王翔大哥，这糖果厂不适合收购。秦老弟，这是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建议我说建楼盘要选在县城中心吗？原来在上一世，糖果厂被破产清算，但黑心的老板卷钱跑路了，糖果厂的下岗工人没拿到被拖欠的工资以及安置费，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最后还是县里协调，开发商填补7成的工资以及安置费。王翔大哥，选地皮要选县城中心，这点确实没错，但前提是这块地皮要没有风险纠纷。秦老弟，你的意思是？现在这个糖果厂已经清算了，如果老板跑路了，你认为这些麻烦会落在谁的头上？秦三河只能隐晦地暗示王翔，总不能直接告诉他自己有2世记忆吧。听到秦三河这话，王翔陷入了沉思。秦老弟，你说的对，哪怕只有很小的几率，但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上。王翔大哥，我觉得南部的这块地皮不错。这3块里面，这块价格是最高的一块。秦老弟为什么觉得这块地皮合适呢？按照现在县城的发展趋势，未来肯定也会是向东向南发展，到时候我相信这个楼盘绝对能卖一个好价钱。前市县城未来20年的发展规划，就是向着东面南面2个方向发展，可以说房地产业想要赚钱，就无脑押宝在县城东面和南面就行了。没想到你居然能把县城未来的规划看得这么通透，我之前也听老领导提过一嘴，但是我没有放在心上。我们县城南面沿海，以后肯定会大肆发展旅游业的，将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都拉动起来。秦老弟，我有预感，你的预言一定会实现的。这就是我的一点直觉和预测罢了，但我觉得概率还是挺大了。那我现在就去把这块地皮买下来，省得以后夜长梦多。说着，王翔就这么急匆匆地离开了。这雷厉风行的性格也是让秦三河忍俊不禁。秦三河的目光看向桌上的手提包，只见里面的现金足足有10万块。没想到王翔大哥竟然给了这么多，未来能成为县城建筑行业的大佬，确实不凡。就在秦三河开着3蹦子走到村口的时候，看到大姐秦万兰正在跟王立春聊着什么，并且王立春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慕。秦三河顿时觉得有些不对劲。大姐，你们在干什么？2人顿时仿佛偷吃稻米的小鸟被惊到了一般，吓得一激灵。秦万兰更是小脸通红。大姐，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秦老弟，王立春刚想开口解释，王老板，你闭嘴，我没有问你。弟弟，怎么和立春大哥说话的没大没小？立春大哥只是顺路送我回村而已。我怎么记得谢一小和王老板的工地并不是很近？弟弟，立春大哥这么远送我回村，来者又是客，你这怀疑的态度很不礼貌。你这家伙看来是欠揍了。小兰，算了，孩子不懂事，别和他一般计较。那行吧，看在立春大哥的面子上，这次饶了他。立春大哥，去我家喝口水再走吧。那就叨扰小兰跟伯父伯母们。秦三河一脸懵逼地看着这一切，姐姐这是动心了呀？
三人刚来到院子里，秦万兰就兴奋地去准备晚餐了。院子中就只剩下秦三河和王立春两人。立春大哥，你对我大姐是真心的吗？王立春没想到秦三河这么直接，但还是神色认真地点了点头。对我大姐好一点，不要让她受委屈。王立春听到秦三河这话，脸上露出一抹异色。秦老弟，你是不是吃惊我为什么同意你追我姐了？因为我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男人。前世的王立春可是富豪圈的好先生，妻子40多岁的时候因病去世，正值壮年的王立春终身未娶，他痴情的传闻在整个县城都广为流传。秦老弟，你放心，我这辈子只会对万兰一个人好。我相信你。对了，立春大哥，328国道的扩建工程进行的怎么样了？秦老弟，这件事情进展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立春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随即王立春开口解释了起来。原来国道的扩建工程需要路过许多坟地，上面也下达了集体迁坟的指令，但在老百姓的眼里，这无疑就是挖他们祖坟的行为，所以每天都有很多老百姓闹事。按照现在这种进度，就算在年底前都不好完成迁坟工作。立春大哥，我有办法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真的吗，秦老弟？如果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难题，这个工程所得的利润我分你1成。秦三河闻言也是一惊，这个国道的利润可不是一般的丰厚。立春大哥，这可是1成利润，你舍得？我们又没有外人，谁拿多少不都在一个锅里煮着呢吗？秦三河听到王立春这话，脸不由一黑。你可以这样。当即秦三河低声说了几句，王立春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惊讶之色。秦老弟妙啊，你这个解决方法太妙了。立春大哥，既然你觉得我的建议可行，那就赶紧去找人找地了。我这里倒是正好有一块合适的地，就是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了。在哪？秦老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县城南边的飞虎山？我的姐姐啊，你什么时候搞定秦三河啊？我们家已经没钱了，再找不到饭票都要饿死了。你还好意思说？我那几千块钱都被你败光了，本来那些钱够我们吃个1、2年的，现在你说怎么办？沈晴一家全部靠他一个人赚钱，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200多，家里却有4张嘴吃饭，更何况还有个只知道啃老的弟弟。这件事情怎么能怪我？我也是为了我们家考虑。我都这么大的人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不花钱哪家的姑娘愿意跟我啊？小晴，你这个当姐姐的赚钱给弟弟花怎么了？你不能这么小气，你弟弟也都是为了我们沈家。就是你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赚钱，怎么让秦三河重新拜倒在你的裙下，而不是只知道指责自己的亲弟弟。沈父沈母三言两句就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沈晴身上，而沈晴也没有反驳。大妈，我知道了，我会努力赚钱的。你知道就行了，妈也不逼你，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之前我们为什么跟秦三河要这么多彩礼？有了彩礼还能发生今天这种事情吗？是啊，小晴，现在秦三河出息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他拿下，让我们一家都跟着你过上好日子。虽然沈晴很不情愿，但父母的压力又让他不得不从。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去找秦三河。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他们家的围墙外，苏水仙的脸上满是愤怒之色，而此时的秦三河浑然不知。三河，你过来是为了承包鱼塘的事情吧？村长，你昨天和村集体的干部开会有结果了吗？你小子还不相信我是吗？拿去吧。说话间，村长把合同递给了秦三河。还是村长厉害，我还以为这个会议不开个10天半个月都拍板不了呢。承包鱼塘这件事情我已经帮你办下来，你可要把鱼塘搞好，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不然我的一番苦心可就白费了。村长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鱼塘搞好，一定会让村里的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好的。回到院子已经中午了，狗蛋两人也已经把村民的生蚝全都收好了。三河哥，承包鱼塘的事情有眉目了吗？承包合同已经下来了，这是算是成了。听闻此言，狗蛋狗剩两人都面露喜色，他们也算有了自己的产业。三河哥，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我们帮忙的？是啊，三河哥，你等下还要去送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安排，我们一定办好了。你们找人将鱼塘附近的杂草清理一下，顺便开出一条路来，撒上罗非鱼的鱼苗。放心吧，三河哥，你安心去送货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秦三河点了点头，随后拉着海鲜来到了凤凰酒。今天照常是陈副经理收货，秦三河把海鲜全部过称后，和昨天的重量差不多。秦老板，这是今天的货款，总共6080块。秦三河接过钱后，正准备离开，发现王建国带着一个年轻的女孩走了过来。王所长，真的是你啊！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你。自从王建国来到县里后，秦三河就再没见过他了。三河兄弟，别叫我所长了，我现在就是刑侦科的一个小科长而已，还是叫我的名字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喊你一声哥哥了。建国大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就是我们刑侦科的新人徐若云，他刚来这边吃不惯食堂的饭，所以我带他过来吃点小吃。秦三河看了徐若云一眼，他感觉到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就是想不到在哪里听到过。看够了没有，登徒子？听闻此言，秦三河这才回过神来。抱歉，我只是觉得你有些熟悉，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所以多看了几眼。
你这搭话女孩的方式未免太老套了一些吧？秦三河并没有解释什么。建国大哥，既然今天碰到了，要么我们找个包厢坐坐，都好长时间没见了。秦老弟这怎么好意思？本来应该我请你吃饭的。建国大哥你就别客气了。陈经理，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个包厢。没问题，秦老板，2楼的3个6还空着，你们去那吧。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和老弟你客气了。随后3人进了包厢，因为王建国下午还要上班，所以秦三河并没有点酒。建国大哥，你从镇派出所升到县局刑侦科，不知道你后悔吗？对我来说，权力大小都是为百姓服务，只要百姓有需要我的地方，我就会出现，所以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听闻此言，秦三河肃然起敬。王建国果然还跟上一世一样，还是那个刚正不阿的王建国。于是秦三河决定帮他。建国大哥，你相信男人的第六感吗？王建国一脸疑惑地看着秦三河，不知道秦三河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以前是不信，但是自从秦老弟你提醒我之后，我的立场似乎有一点动摇了。虽然王建国不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但他感觉秦三河似乎真的知道点什么。秦老弟，难道我身上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建国大哥，你不要紧张，我只是想问问你还想立功吗？那当然想了，我相信每一名警察都想立功。建国大哥，既然你想立功，我这里正好有一个让你立功的机会，就看你相不相信我了。秦老弟，你救过我一次，我肯定相信你。这几天你多去县里南面的大型海鲜批发市场看看。去县南面的海鲜批发市场？秦老弟，那你是要发生什么事情吗？建国大哥，能说的我都说了，你这几天多去那边跑跑，我敢保证你绝对有立功的机会。因为前世的这个时候，县南面的海鲜批发市场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直接涉及了7条人命。王建国若是能快速抓到嫌疑人，那肯定是大功一件。秦老弟，我知道了，这几天我多跑跑那边。随后秦三河跟王建国告别后就离开了凤凰酒楼。王队长，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若云你是我的组员，我们也算是自己人，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就行。王队长，干我们这行的都是无神论者，可你刚才跟秦三河的谈话，我感觉多多少少有点封建迷信了。若云你有很多事都不知道。随后王建国把南里镇的抢劫案说给了徐若云，徐若云神情有些吃惊，但还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王队长，可能这只是一场巧合罢了。巧合也好，直觉也罢，只要对我们破案有利，对老百姓有利不就行了吗？徐若云听到王建国这话愣了一下，理好像是这个理。那王队长，这几天我陪着你一起去海鲜市场。王建国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毕竟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多个人也多个帮手。而秦三河这边刚回到院子里，耳边就传来了苏水仙的声音：“三河哥，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水仙，到底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忽然苏水仙改变了主意，他也想知道秦三河到底会不会中计。如果秦三河连这点诱惑都抵抗不了，那就证明他看错人了。没什么，我就是想给你做件衣服，过来问问你喜欢什么颜色。水仙，我这辈子能娶到你，真不知道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苏水仙没想到秦三河会忽然对他说起情话，俏脸顿时就红了起来。嘴巴吃了蜂蜜了，什么时候还学会说甜言蜜语了？你这家伙也不害臊。和我自己媳妇说情话害臊什么？再说了，我说的是实话，怎么就成甜言蜜语了？苏水仙白了秦三河一眼，但心中却像吃了蜜一样甜。看着满脸都是爱意的秦三河，他还是决定把沈家的事情告诉他。三河哥，我问你个问题，你能如实回答我吗？秦三河闻言一脸的疑惑之色。水仙，你今天怎么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以前没有，以后也绝对不会跟你说一句谎话。苏水仙听闻此言，内心一喜。要是有个漂亮的女人拉你去宾馆还不让你负责，那你会去吗？傻丫头，你在说什么胡话？这辈子我有你就够了，我怎么还会看上别的女人？听闻此言，苏水仙的脸色一红，然后将今天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了秦三河。秦三河听闻此言，眉头一皱，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三河哥，他们看你现在海鲜生意赚到钱了，肯定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傻丫头，你放心吧，以前的我确实是鬼迷心窍，但现在我早就跟他们一家没关系了，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听到秦三河的保证，苏水仙面露喜色。那三河哥，你早点休息吧，我回家帮妈妈做饭去了。看着苏水仙离去的背影，秦三河再次皱起了眉头。沈晴啊，沈晴，你还真当我还是上辈子的舔狗吗？第二天中午，秦三河照常来到凤凰酒楼的后门送礼。这次不同的是，梁文已经回来了。梁大哥，你回来了，资金申请的怎么样了？流程都走完了，建茶楼的资金也已经批下来了，等我们的茶楼开起来，到时候你赚的只会比这个更多。秦三河听闻此言，内心也是一喜，毕竟茶楼可是有他30%的股份。还是梁大哥效率，我还以为至少还要半个月呢。秦老弟，场地我们集团安排了翡翠大厦旁边，装修跟员工培训就交给我了，等开业后就看秦老弟的了。梁大哥，你放心好了，茶点我已经在准备了，到时候我们茶楼肯定会顾客如潮。随后拿到货款后，秦三河便离开。就在他没走出多远，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三河，你等等我。”听闻此言，秦三河的眉头一皱，身后不是沈晴又是何人？秦三河装作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沈晴，怎么是你？你有什么事吗？三河，你怎么对我这么冷淡？再怎么说，我们也谈了几年的恋爱了，我不相信你对我没有一点感情。说着，一双美眸当即就溢出眼泪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行了，沈晴，在我面前就不要演戏了。我知道你是在假哭，你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走了。沈晴听闻此言，脸上的哭容顿时消失。秦三河，我就问你一句话，我们之间真的不可能了吗？没错，我们之间绝无可能了。看到秦三河拒绝的这么直接，沈晴再次打起了感情牌。三河，我知道我们之间回不去了，在彻底断了关系前，你能不能陪我一晚，就当是给我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了。沈晴，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怕别人知道对不对？你放心，今晚过后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提起。等我拿下你，日后这秦家不还是我说了算？沈晴，你就别费力气了，我已经订婚了，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三河哥哥，你怎么忍心拒绝我呢？我为了你可以买冰水跟跳跳糖，我保证服侍的你舒舒服服的。听到沈晴这话，秦三河只觉得沈晴更加恶心了。幸亏自己重生一世甩了这个女人，不然自己的头上就要冒光了。看到秦三河沉默不语，沈晴以为秦三河是害羞。三河哥哥，既然是最后一次，那当然要更加的难忘一点。秦三河听闻此言，恶心的实在装不下去了。沈晴，你别装了，你不就是为了诋毁我的名声，然后让我跟你在一起吗？听到秦三河这话，沈晴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的？呵呵，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秦三河，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愿不愿意娶我？我可没有兴趣娶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我只是帮绝症的富婆抓了3条金枪鱼，她小手一挥就要送我一个罐头厂。秦老弟，今天怎么这么早把货送来了？这不是弄到了柳老板要的蓝鳍金枪鱼吗？他着急要我就赶过来了。梁文闻言一阵惊讶。秦老弟，你真的搞到了？老板可是找了半个月了，也没找到新鲜的，市场上的都是冻货。秦老弟真有你的，这都是运气。刚好我朋友深海归来抓到了3条，要不然我哪里能搞得到？走吧，秦老弟，咱们去老板的办公室等着，他大概11点左右就过来了。说话间，两人走进了柳月的办公室。梁大哥，最近酒楼的生意怎么样？秦老弟，你推出的生蚝鸡子粥还有柠檬烤鱼卖得太火爆了，现在来我们酒楼吃饭的食客，大部分都是冲着这2样菜品来的，真是感谢你了。梁大哥，你说的哪里话？要不是凤凰大酒楼的生意好，我的生蚝和海螺鱼也卖不出去，这是双赢。秦老弟说的对，确实是双赢。就在这时，柳月走了进来，她的脸上化着淡妆，十足十的女强人范。柳老板，你要的蓝鳍金枪鱼我给你搞到了，就放在酒楼的鱼缸里。我刚才在大厅里看到了，秦老弟还是你有本事。刚好有朋友出远海回来，他的渔船撒网的时候网了几条，听说我要就给我留着了。我有个朋友身体一直不好，胃口也差，吃不下什么东西，医生的意思是他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秦三河听到这里脸色微变，这不就是身患重病，时日不多的意思了吗？刘姐，是他的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吗？他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除非有合适的心脏，不然活不过5个月。小兰的父母是港商，恰好他们家在江东市有一些产业，就在这里弄了个山腰别墅给他休养。先天性心脏病确实是很重大的疾病，除非换心脏，根本没有其他的治疗途径。这次你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要么秦老弟跟我走一趟，小兰不会亏待你的。刚好他下午也没有什么事，秦三河想了点头答应了下来。很快他们来到一座豪华的别墅内，沙发上坐着一个年约20出头的女孩，小脸却是异常的苍白。小月姐，你怎么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柳月身边的秦三河。小月姐，这是谁啊？难道是你新交的男朋友？没想到你居然喜欢吃嫩草啊！小兰，你别胡说，这是我的合作伙伴秦三河，你想吃的蓝鳍金枪鱼也是他搞到的。真的吗？我终于可以吃生鱼片了，我想这口想了好久了。张姨，把金枪鱼带下去放进鱼缸里养着。好的，小姐。秦大哥，多谢你送来的蓝鳍金枪鱼，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小兰妹妹，这几条金枪鱼我送给你了，我就是搞海鲜的，这个又不值什么钱。他一开始帮柳月弄这几条蓝鳍金枪鱼，确实冲着赚钱去，但后来知道小兰的情况后，他心里多了几分怜惜，而改变了主意。秦大哥，你这个人真奇怪，别人都是恨不得赚许多钱，你反而把钱拒之门外。我秦三河虽然没有多少家底，但是朋友的钱我可不会赚。小兰，这是秦老弟把你当做朋友了，再说秦老弟也不差这点，既然他要送给你，那你就收着吧。既然秦大哥你把我当朋友，那我就不矫情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秦老弟，小兰可是个小富婆，她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有7位数，要是有事千万不要跟她客气，要狠狠地宰她一顿。秦三河知道柳月这是在开玩笑，随后敷衍地点了点头。随后的时间里，三人聊起了当下的商业经济。秦三河随便提出的一个观点，都让小兰和柳月惊为天人，甚至可以说十分的前卫。不知不觉间，1个下午的时间过去了。
秦大哥，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博学，不仅了解大陆的商业动向，就连海外的一些商业活动你居然都了解。要不是知道秦三河是江东市本土人，小兰都会觉得秦三河是出自什么豪门世家，又或者是海外华侨的商业家族。是啊，秦老弟，你出身农村，那些海外的信息你是怎么知道的？秦三河闻言眉头一皱，没想到刚才自己一时聊的兴起，居然将前世很多的商业思维、商业方案都说了出来。我平日里有经常看报纸，特别是一些关于海外财经的报纸也会去了解，所以也知道一些事情。秦大哥，你真厉害，居然能从报纸上发现这么多信息。我爸妈常常说，能在报纸上发现商机的人都是商业天才。小兰妹妹，你就别夸我了，我就是一个卖海鲜的，能是什么商业天才？秦大哥，我相信你以后肯定会成为商界的一枚新星。小兰说的对，秦老弟，你现在手上的启动资金有了，可以搞点属于自己的实业了，毕竟茶楼是合伙生意。听到这话，秦三河点了点头，他心里早就有了打算。刘姐，其实我早就想好了，我想搞个罐头厂。柳月闻言不由一愣，现在的海鲜罐头只有甘竹牌一家独大。秦老弟，这罐头厂想要经营起来可不容易，毕竟我们省内就有一个很强劲的罐头企业。刘姐，甘竹牌罐头是鱼罐头，我准备做生蚝、扇贝等海鲜罐头。闻言，柳月的脸上流露出一抹佩服之色。只生产生蚝罐头和扇贝罐头，确实可以很好的避开甘竹牌的鱼罐头的竞争市场。秦老弟，那你想好去哪间厂了吗？还没有，等过段时间我出去找找。巧了，秦大哥，我正好知道哪里有罐头厂出售，而且是打包罐头设备一起出售，关键价格还不贵。秦三河听到小兰这话，眼睛一亮，居然还有这好事。小兰妹妹，你说的罐头厂在哪？就在县城东面叫喜来罐头厂，已经开了有3、4年了，以前主要生产牛肉罐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秦三河听到小兰的话，脸上露出一抹异色。这喜来罐头厂虽然只在县城建立了3、4年，但他们家生产出来的牛肉罐头却是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名气。这喜来罐头厂现在的名声很好，听说这几年的营业额也是在上升发展。你确定这工厂的老板打算将这工厂给转手了？当然，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这么大的工厂想要转手的话，应该不会太便宜。我现在手头上的资金恐怕没办法拿下喜来罐头厂。秦大哥，你手头大概有多少钱？有21万左右吧。如果不算上后面要支付给沈卫国的别墅工程尾款，他现在全身上下差不多有21万多。21万吗？那足够了，而且甚至不需要这么多钱。秦三河有些怀疑，毕竟喜来罐头厂已经不算是小工厂了，至少也算是中型罐头厂，下面有着上百名员工，21万真的搞得定？我认识他们的负责人，你要不信的话，我明天带你去找他们谈谈怎么样？听闻此言，秦三河的面色一喜。小兰妹妹，那就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反正我天天待在家里也无聊坏了。和小兰约定好时间后，秦三河就与他们告别了，而柳月则留在小兰家过夜。小兰，你这是打算按照低价把你家的喜来罐头厂卖给秦三河？这件事情要是让你爸妈知道了，还不得狠狠地说你一顿？才不会，喜来罐头厂在我们家的这么多产业里本来就是小产业。再说了，我这条命都不知道能活多久，难得碰到一个聊得好的异性朋友，就半买半送给他呗。柳月闻言面露无奈之色，有钱就是任性。你这丫头，直接用一个罐头工厂来换别人请你吃东西的人情，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哎呀，无所谓了，我们家不差这点钱。与此同时，县城的海鲜市场的某个仓库里，徐若云封锁现场，从现在开始不允许任何人进出，同时打电话回县局，让他们派一队人前来。在仓库里赫然躺着一具女尸，尸体已经微微发臭，恐怕已经死了好几天了。管理员看到女尸的瞬间，脸色顿时发白，他没想到仓库里竟然有一具尸体。现在的天气炎热，看着女尸的腐烂程度，应该刚死几天，所以气味不是特别的浓郁。王建国心中暗暗庆幸，幸亏他听了秦三河的建议，来到海鲜市场的每个角落都逛了一遍。而此时的仓管员早已吓傻了。警察同志，这个仓库都已经3年多没用过了，这个女尸跟我没半点关系啊。这个仓库的钥匙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人持有？我们是2班倒的，除了老板手上的那把，夜班的陈根也有。忽然之间，他的面色一惊，我想起来了，就在4天前的夜里，我半夜忽然尿急，我看到陈根扛着一个银形的物品，当时的天太黑，看不太清，所以我才没有在意。第二天一早，喜来罐头厂的办公室里，喜来厂长，我今天来的目的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都知道了。喜来厂长的表情有些古怪，昨天他就接到了小姐的通知，让他按照市场价1半的价格，把喜来罐头厂转让给一个小伙子。既然知道，那你就好好跟秦大哥介绍一下这喜来罐头厂的情况，然后再慢慢谈价格吧。随后，喜来厂长把厂子里的情况都跟秦三河讲了一遍。秦老板，相信您对于咱们罐头厂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需要我解答的地方？喜来厂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喜来罐头厂在喜厂长的手中经营得非常好。秦老板说笑了，
我们喜来罐头厂如今也只不过是勉强经营罢了，现在老板也不想再经营下去了，才不得不倒闭转让。小兰小姐想要把罐头厂卖给秦三河，那自己自然不可能吹嘘罐头厂的业绩。而秦三河听闻此言，总感觉哪里不对，这喜来罐头厂并不像经营不善的样子啊。如果你收购下来后，不管是继续做牛肉罐头，还是做其他食品罐头，都只需要稍加培训就可以继续上岗了。可以说，收购我们喜来罐头厂是一件十分省时省力的事情。喜来罐头厂确实是十分成熟的工厂，就是不知道你们老板的意向转让价是多少。经过我们厂里的统计，算上厂房、场地租用费以及前期的投入，以及后面的销售渠道、工人等等，全部打包卖的话，一共要15万。秦三河听到喜来厂长的报价一愣，15万的价格在这个年代就是建议做工厂也不太可能啊。不行，这个价格不合适。喜来厂长愣住了，这个价格已经不是半卖半送，这已经完全就是打骨折的价格了。这么便宜的价格，眼前这个青年居然还不满意。秦大哥，我也感觉15万有点贵了，不行你砍价吗？我相信喜来厂长应该很好说话的。小兰妹妹，我并不是觉得15万的价格太高，而是觉得太便宜了。如果我真的以15万价格把你厂子收了，那我以后怎么有脸再见你？秦大哥，你知道这个厂子是我的了。我们县城很小，港商更是屈指可数。今天看到喜来厂长后，我大概就猜到了。小兰闻言脸色一红，秦大哥，20万1毛都不能再多了。各位喜来罐头厂的工人们，从今天开始，我秦三河就是这喜来罐头厂的新老板。秦三河此话一出，下面的那些工人们饶是早有准备，但看到秦三河这么年轻就成为他们的老板，他们还是很吃惊。我知道各位工人师傅心里都很忐忑，会不会被降薪裁员？我现在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过去你们是什么工资待遇，现在还是什么工资待遇。他这话一出，厂房里的工人们都哗然起来。同时我还要在你们原来的基本工资上再加50块钱的月薪。此话一出，整个厂房的工人都是震惊哗然起来，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激动之色。他们没想到新老板来了之后，不仅没有裁员降薪，反而还给他们提工资了。老板，那我们喜来厂长呢？他还会继续管理我们吗？秦三河能从这些工人们的眼神中看出一种渴望，显然喜来厂长管理这个罐头厂这几年，他是深受工人们的爱戴。你们乱问什么？这不是你们该考虑的事情，你们只需要服从老板的安排，生产老板想要的产品就行。席厂长，看来你在这个罐头厂威望很高啊。秦老板，你别误会，我真的没有指使他们。我没有误会，你对工人好，工人们才会爱戴你。你是一个好厂长，有你帮我管理喜来罐头厂，我才更放心。闻言，喜来不由一愣，这是让自己留下的意思吗？席厂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帮我打理这家罐头厂？谢谢秦老板，我愿意。一般厂子被卖后，基本上老板都会把最重要的岗位换成自己人。秦三河能让他继续留在这个岗位，让他感激不已。开完会后，他们来到了办公室。老板，关于我们工厂的一些状况，想必你都已经了解了。不知道接下来我们罐头厂的主要生产产品还是这牛肉罐头吗？我看了一下我们罐头厂的产品销量，这牛肉罐头是我们厂主要的销量产品，每个月的销售额能得到惊人的7万元，这款产品可以保留。牛肉罐头的利润有30%，一个月有2万多的利润，这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产品了。别的罐头生产线全部停掉，为我们的新产品做准备。新的产品，老板，我们要做什么罐头呢？我打算做海鲜罐头，准确来说是不同口味的生蚝罐头，蒜蓉、五香、香辣、麻辣味等。随后，秦三河跟喜来详细的说起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的交通不便利，很多不近海的城市很少能吃到海鲜。他相信生蚝罐头一推出肯定会大卖。老板，你这个主意好，我也感觉生蚝罐头绝对能火。就在这时，秦三河的电话响了起来，原来是王建国约他吃饭。等秦三河赶到凤凰酒楼的时候，发现王建国身边还坐着2个女孩，一个是之前见过面的徐若云，另外一个他却不认识。建国大哥，你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秦老弟，多亏了你的指点啊。随后，王建国把破获仓库藏尸案的经过都讲了一遍，因为发现的及时，并且救下来正在遭遇侵害的女孩。上面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不出意外的华尔顿公司没跑了。这是好事啊，恭喜建国大哥了，刚来到县城就立下这么大的功劳。秦老弟，我欠你一个大人情，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建国大哥，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只要对百姓有好处，我们做什么都是值得的。王建国听闻此言也不由动容，他没想到秦三河作为一个商人竟有如此胸襟。对了，秦老弟，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被你救下来的女孩王雨晴。如果我们再晚到几分钟，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秦大哥，真的多谢你了，如果不是你的话，那我可能……秦三河露出恍然之色，因为自己的及时提醒，连环杀人犯正在进行第3起犯罪的时候被现场抓获，这也间接救下了正在遭遇侵害的王雨晴。王小姐严重了，这都是建国大哥的功劳，我也没出什么力。不管怎么说，我欠秦大哥一个人情。如果秦大哥以后在市里遇到什么困难的话，我保证尽我所能去帮助你。你是市里人，那怎么会一个人来县城？有点工作需要来县城一趟，本来有个男同伴跟我一起，
但他临时有事下乡去了。在这个年代能用到下乡2个字的，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人。看来面前这个小姑娘来历不简单。也谢谢王队长，我家里人来接我应该到了，下次到市里我一定好好感谢各位。说完，王雨晴向众人道别后离开了。而他们不知道是，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停在王雨晴的面前。雨晴小姐让你受惊了，没想到你下来私访会遇到这么大的事情，这县城的治安太让人失望了，看来是要展开一场扫除风暴了。王哥，今天这件事情不要告诉父亲。雨晴小姐，这是为什么？父亲现在正在头疼市传统产业改革的事情，已经连续在市里开了10几天的会，现在都还没讨论出一个可行性的办法。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让他为我的事情分神。雨晴小姐，可这件事情如果就这么算了，下面的人恐怕就不会把这件事情当回事。算当然不能算了，等下你给县局打个电话，让他们加强一下县城的治安整顿。如果1周的时间看不到成果的话，那他们这个班子就可以换一换了。明白，雨晴小姐，我等会就让他们落实这件事情。忽然间他想到了救下他的秦三河，这未卜先知的能力让他非常的好奇。另外帮我查一个人的信息，他叫秦三河。好的，小姐，等我回去就着手这件事情。而此时的秦三河还不知道自己到底结交了什么人物。刚回到家，发现大姐站在院子里。大姐，最近生意还好吗？生意还不错，每天都有几百块进账，这样的生活以前是做梦都不敢想。如果天气没那么晒，那就更好了。大姐，你怎么不盘个店面呢？那样就不会风吹日晒了。秦万兰听闻此言，露出一抹犹豫的神色。盘铺面会不会太贵了？这段时间我才赚了4000来块。秦三河知道大姐这是心疼钱，毕竟以前的穷日子过惯了，现在让他盘个铺面，他真不舍得。现在在学校附近租个铺面用不了多少租金，1个月最多也就70、80块钱，而且能从中午卖到下午，这样你的收入不但不减，反而会增加。秦万兰听闻此言也是眼睛一亮，虽然花钱租了铺面，但是自己出摊的时间更多了。弟弟，你说的对，我听你的。刚好学校旁边的早餐摊要转让，你明天陪我去看看。那行，那我们明天早上就去看看。第二天一早，秦三和2人来到了县学校的门口早餐摊。小兰，你不是中午才出摊吗？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奶奶，你这个商铺不是要转让吗？今天正好我弟弟有空，我让他陪着我来看看。我这里的设备跟桌椅都是齐全的，你接手就能直接做你的粮草粉。说真的，这么好的铺面真的很难找的。秦三和闻言却有了别样的想法。这个地方在10年后变成了新城的中心地带，商铺更是卖到了1万多一平。反正是要做生意的，租没有买来划算。奶奶，你这个商铺卖不卖？秦三和此话一出，奶奶直接愣住。小伙子，你要买下我的商铺，你们有这么多周转资金吗？在他看来，秦万兰姐弟也就摆摊1个多月，哪里能赚到一个商铺的钱？奶奶，你先说一下你的意向价，如果合适的话，我就买下了。小伙子，你们创业也不容易，15000块，这铺面直接打包卖给你们了。这个价格算是十分实惠的价格了。这个铺面正对着学校大门，客流量绝对是没问题的。秦三和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下来，因为今天是周末，于是约好了周一一起去办理过户手续。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店铺了吗？真的跟做梦一样。姐，你这才刚开始就做梦了，等你的凉粉草铺开起来，日进斗金的时候，你还不得激动地晕过去？如果真的让我日进斗金，那我真的是做梦都会笑醒。而就在此时，秦三河的电话响了起来，正是几天未见的王翔。王翔大哥，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情吗？秦兄弟，我这里有件大事想和你商量一下，你看你现在有时间吗？我们见一面。秦三河听出了王翔语气中的认真，于是点头答应了下来。很快，秦三河来到了王翔的办公室。秦兄弟，你来了，我都快愁死了。王翔大哥，县城东的楼盘地基应该建好了吧？为何发愁啊？秦兄弟，我第一个小楼盘模式赚了点钱，但这也引来了不少商人的眼红。昨天他们联合起来要入股我的楼盘，如果不同意的话，我怕他们会面会给我出绊子。秦三河也听明白了，商人逐利，只要是赚钱的项目都想插一脚，如果不同意的话，又会遭到联合的抵制。王翔大哥，搞楼盘这件事情你恐怕是没办法单干了，这么大的蛋糕，你想一个人独吞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部分点蛋糕出去的话，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毁了蛋糕，那大家都没得吃。王翔大哥，这件事情想要解决也很简单，你可以注册一个公司，自己持有大部分股份，剩下的股份分成若干份，让他们花钱认购，你再起草一份协议书，所有股东都不能参与公司运作，另外公司的盈亏由全体股东负责。王翔听到这里眼睛一亮，这样自己不仅能得到一笔可观的资金，最后的风险也是大家一起承担。但转瞬他又担心了起来。秦兄弟，这么苛刻的协议他们会签吗？他们不签，不就正好合了你的心意吗？这不就正合我心意吗？
这样一来自己钱照赚，风险却小了许多，简直就是血赚的事情。还是秦兄弟你的脑袋瓜子好用啊，你几句话就轻松解决了我的难题。商人本就是逐利，即使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也掀不起什么风浪。秦老弟，新公司到时候我给你10个点的股份，你就是第2股东。别看这10个点的股份看起来不多，但秦三河并不需要支付1分钱的入股资金，仅从这一点来看就已经十分骇人听闻。而王祥现在把10个点的股份交给秦三河，也是为了把秦三河牢牢地绑定在自己的船上。王祥大哥，这10个点的股份是不是太多了？毕竟我也只是提提建议而已，我拿着有些烫手。一点都不多，体力劳动者好找，脑力劳动者难寻啊。见到王祥都在这么说了，秦三河也不矫情同意了下来。那好吧，王祥大哥，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重生90年代，我带着全村人卖小龙虾致富，只是一天就收入8000多块。三河哥哥，这河里的小龙虾真不少啊！河里小龙虾的数量十分的惊人，甚至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了。这么多小龙虾居然没人吃，这是浪费资源啊！三河哥，你说什么呢？小龙虾的肉又少壳又硬，而且有一股严重的土腥味，谁会打捞它们来吃啊？实在是馋了，还不如吃河蟹呢。秦三河听闻此言，这才想起来，小龙虾的兴起在2000年的盱眙龙虾节。现在这个年代虽然有人在吃，但还没有到普遍的程度。水仙，今天我给你做一道你从来没吃过的新菜。三河哥哥，你不会打算做这小龙虾给我吃吧？没错，就是香辣小龙虾。苏水仙闻言迟疑了几秒。三河哥哥，只要是你做的我都喜欢。很快秦三河带着水仙回到了家。三河，你捞这么多小龙虾回来干什么？这小龙虾又不能吃。妈，这小龙虾我捞回来就是吃的。我可是听说这小龙虾是有毒的，吃多了是要死人的。前段时间隔壁村就有一个五保户，因为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弄了点小龙虾吃，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是啊，三河，要是实在想吃河鲜的话，我去帮你捞点河虾上来，这小龙虾千万别吃了。秦三河知道父母这是在担心自己，不由得心里一暖。这小龙虾本身是没毒的，隔壁村的那个老汉是吃了过量的虾头铅中毒，加上自身对海鲜过敏，这才酿成了惨剧。小龙虾的脏东西集中在虾头，里面有很多的重金属，普通人吃多了都会不舒服，更不要说那人对海鲜过敏了。三河，你的意思是这小龙虾可以吃？当然，你们就等着吧，我保证让你们吃了这次还想下次。说着，秦三河拿着小龙虾走进了厨房。海他爹，我还是不放心，小龙虾真的能吃吗？还没等他再说什么，空气中就弥漫出一股让人食指大动的香味来。哇，好香啊！这小龙虾真的能这么香吗？李翠花夫妇闻着从厨房飘出来的香味，脸上也是露出震惊的表情。看来咱儿子说的没错，这小龙虾并不是不好吃，只是我们不会做。我现在都想赶紧尝尝这小龙虾什么味了。这股香味很快也吸引了四周的村民。谁家在做饭啊？怎么这么香啊？这香味不像是肉香，好独特的味道啊！不少村民闻到这股香味后，忍不住的顺着香味找了过来。翠花婶，你们家在做什么菜呢？怎么这么香啊？是啊，翠花婶，这不是肉香，你们在做什么啊？李翠花还没来得及回答，秦三河端着一盆小龙虾走了出来，看到院子里站满了村民，也是一愣。叔叔婶婶们都来了，怎么不进屋坐呀？就不进屋了。三河，你这是做的什么啊？这么香？是啊，我们老远都闻到香味了，顺着香味就过来了。这是蒜香小龙虾，我刚想出来的新菜，各位叔婶要不要尝尝？此话一出，村民们都是一惊，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么香的香味，竟然是河里泛滥的小龙虾。叔叔婶婶们都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他们按耐不住的都拿了一只放到了嘴里，蒜香的口感顿时就在口腔中迸发开来。他们没想到小龙虾竟然如此的美味。哇，这小龙虾真的好好吃啊！是啊，这小龙虾肉特别的紧实，这口感真是太美味了，我真的是白当了半辈子的海边人了。见到村里的乡亲们都很喜欢自己做的蒜香小龙虾，秦三河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就在这时，一个男村民忽然想到了什么。三河啊，我们这段时间跟你娃生蚝赚了不少钱，不过这生蚝的旺季马上就要过去了，不知道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别的买卖带着大家发财？秦三河闻言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各位叔叔婶婶，你们觉得我这小龙虾的味道怎样？三河，这小龙虾真的好吃，这味道真是绝了。是啊，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小龙虾。既然你们都觉得这小龙虾好吃，那我们接下来就靠这小龙虾赚钱吧。秦三河此话一出，院子里的一众村民脸上都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三河，你的意思是我们接下来去河边捕捞这小龙虾？没错，从明天开始，我不仅收生蚝，也收小龙虾。小龙虾的价格跟生蚝一样。秦三河这话一出，院子中的村民们都是激动起来。小龙虾可比生蚝好捞得多，况且生蚝的旺季也要过去了。你们将这个消息告诉其他村里人，一半的人去挖生蚝，一半的人去抓小龙虾。三河，那小龙虾的量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你们能抓多少就抓多少，我全部招收。没有要求。村民们听到秦三河的话，眼睛都是一亮，神情都变得有些激动起来。一个人一天抓个几十斤小龙虾还是轻松的，加上生蚝的话，他们岂不是一天要赚100多？三河，你真是我们村的贵人，太谢谢你了。随后村民们都离开了，一刻不耽搁的去捉龙虾了。三河，你让村民们都去捉小龙虾，你真的能卖出去吗？毕竟这碗一土腥味不好处理，城里人恐怕也不爱吃。妈，你就放心吧，这小龙虾在城里早就是一道招牌菜了，很多人都爱吃。这时候的小龙虾只有大城市才有，还没有全国推广开来而已。随后秦三河带着小龙虾来到了凤凰酒楼，现在梁文在忙茶楼的事情，所以这边还是陈副经理管事。秦老板，今天的货不是已经送过了，现在来是有什么事吗？陈经理，近来大酒楼的生意可好？托你的福，最近凤凰酒楼的生意很不错，主要也是你供应的生蚝新鲜，海鲈鱼做的柠檬烤鱼也成了我们酒楼的招牌菜。陈经理，这是我自己做的小龙虾，你可以尝尝看。陈经理闻言有些迟疑，毕竟这玩意的土腥味太重，肉又少，还是没什么人愿意吃的。但秦三河亲自端过来，他又不好拒绝，拿起一个小龙虾一口就吞进嘴中。这一咀嚼，他本来平淡的脸色渐渐变得惊异起来，瞳孔也是缓缓放大。怎么样，陈经理，这小龙虾的味道怎样？太好吃了，又香又辣，这真的是小龙虾肉吗？怎么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甚至连半点土腥味都没有？陈经理，你觉得这小龙虾如果在凤凰酒楼推出的话，能不能成为爆款菜品？当然可以，小龙虾配上冰镇啤酒，简直就是最好的下酒菜。但是这个菜谱，陈经理不用担心，只要我们合作的话，菜谱我免费提供。小龙虾的做法并不复杂。秦老板，虽然梁经理现在不在，但是我也能做主，你有多少我就收多少。陈经理，不知道这小龙虾的收购价你能给到多少？陈副经理闻言仔细考量了一下，这么好吃的小龙虾定价5、6块一斤还是可以的。秦老板，这小龙虾我们酒楼按照3块钱一斤和你收购，你觉得怎样？秦三河闻言有些诧异，本来他以为陈经理能给到2块的收购价就是天价了，没想到他居然会开出3块的高价。陈经理，我没意见，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吧。另外，这小龙虾的菜谱我直接送给酒楼，只要酒楼日后从我这里拿货，那我这个菜谱就会一直给凤凰酒楼使用。陈经理闻言点了点头，毕竟他们一直在跟秦三河合作，况且秦三河愿意提供菜谱，这是双赢的局面，何乐而不为呢？有了这小龙虾的菜谱，我相信我们酒楼的生意会再上一层楼。我给你的菜谱里有3种口味，你可以先试试哪种口味合适优先推出。等下我就打电话让刘老板过来试试菜，我相信这小龙虾也绝对能征服他的味蕾。第二天中午，村民们带着一袋袋的生蚝小龙虾来到了秦家院子。三河，这小龙虾的个头你看看满不满意？我们也是第一次抓，不知道你要多大的？对，如果你觉得品相不好的话，可以给我们减价。听到村民们朴素的话语，秦三河内心触动，目光看向他们捕捉的小龙虾，只见那些小龙虾个个都是体型饱满，都是十分不错的品相。这些小龙虾都符合我的要求了，以后你们捕捉小龙虾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就行。村民们听到秦三河这话，也大概知道了他的要求。说话间，秦三河将这些小龙虾都过了一下称，最终得出了620斤的重量，并且按照这个重量给村民们结了货款。三河，酒楼能一下要这么多小龙虾吗？妈，这才多少啊？这几百斤说不定半天就没了。李翠花闻言也没有再说什么，而秦三河则拉着小龙虾来到了凤凰酒楼的后门。秦老板你来了，送了多少斤小龙虾啊？今天是第一天收购，小龙虾只有620斤，过几天量就能上来了。陈经理闻言点了点头。陈经理，要么我们现在购称？不用了，秦老板你说是620斤，那就是620斤，这一点我完全相信你。说话间，陈经理拿出了今天的货款：小龙虾320斤1860块，生蚝1000斤3000块，再算上海鲈鱼的钱，秦三河今天一天收入了8000多块。陈经理，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秦老板有话直说就行，咱们之间没必要拐弯抹角。我建议你让后厨做3份不同口味的小龙虾，然后摆在酒楼的门口免费试吃，老百姓都喜欢占便宜，只要他们尝过小龙虾的味道，你还担心酒楼没有食客吗？陈副经理听到秦三河这话，眼睛一亮。秦老板你真是商业天才啊，这个办法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啊。我也是一个小建议而已，具体的还要看陈经理您的不是。这个免费试吃活动好啊，这比服务员说破嘴皮去推荐还好使啊。随后秦三河回到了家，而李翠花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三河，这么多龙虾真的全部卖完了？妈，这小龙虾的需求以后只能越来越大，到那时候不要说我们村的合理，就算附近几个村的小龙虾都送过来也不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村的小龙虾捕捉完，大家伙不就又得没活干了吗？爸，你就放心吧，这小龙虾是可以人工养殖的，我已经有计划了。既然如此，那我不多说了，希望你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发家致富。秦三河凝重的点了点头，村里的大部分叔婶还是不错的，能带他们致富，秦三河也感到开心。
随后秦三河来到了鱼塘边，鱼塘在狗蛋狗剩的打理下已经有声有色了。鱼塘在你们的打理下确实越来越好了，看来和你们一起养殖罗非鱼是我做过的最对的决定。三河哥，你这话就有些折杀我们了，我们也是边干边学而已。就这样就很好了，慢慢学吧。你们可是这养殖基地的老板，肯定要懂些技术的。两人也都点了点头。除了罗非鱼外，我们还可以养鲢鱼和鳙鱼，这两种鱼都适合和罗非鱼一样混养，而且这两种鱼的鱼苗都好弄，让鲤鱼帮我们一下就行。好的，三河哥，我下午就去找他。除了这两种鱼外，我们还可以养殖一些虾苗，现在的虾也深受食客喜爱。毕竟他这边有10亩的鱼塘，只养一些罗非鱼是有点浪费了，不如混养一些热销的河鲜，重生90年代。我带着全村人卖小龙虾致富。秦老板，小龙虾卖爆了，只是1个中午的时间，所有的小龙虾都被清空了。陈经理，那恭喜你了，相信店里的营业额提升不少。秦老板，这都是托你的福，要不是你，我们的营业额也不会飙升这么多。只是600多斤小龙虾，就给酒楼带来了将近5000块的营业额。如果数量够大的话，他有信心一款菜品做到上万的营业额。陈经理，你恐怕还有别的事情吧？真是瞒不过秦老板，不知道你那里还有没有小龙虾了，有的话全部拉过来。听到陈经理的话，秦三河会心一笑，他早就猜到了这点，所以早就通知村民继续捕捉小龙虾了。那行，等会我再去送一趟货，但是具体有多少我不敢保证，小几百斤应该有的。秦老板，你真是我的贵人，等下我就在后门等你了。果然挂断电话没多久，村民们把新捕捉的小龙虾都送了过来，加起来一共是550斤，当即秦三河就给村民们结了货款。多了一条捉小龙虾的赚钱路子，我们一天的收入真是翻了一番啊！可不是嘛，以前日收不到50块钱，而现在又能挖生蚝又能捉小龙虾后，我一天能干上100斤，日收直接破100块。按照这样的速度，我们的月收入岂不是能达到3000块钱？乖乖，我以前1年都赚不了这么多，真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万元户。院子里的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们能有今天，都要感谢三河这孩子带我们一起赚钱啊！是啊，要是没有三河带我们赚钱，我们现在还过着苦日子呢。现在10里8乡，谁不羡慕我们村出了个秦老板？各位叔叔婶婶，你们也不要这么夸我，我收你们海鲜也是为了赚钱，可能我赚的比你们还多，你们不要怪罪才是。三河，你别这么说，你能带着我们赚钱，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以前的生蚝被无良商人都压到2毛了，哪里能赚得到钱？是啊，三河，你能带着我们发财，我们很感激。至于你赚多少钱都是你的本事，我们绝对不会眼红。谁要是敢眼红，我们这些乡亲们第一个戳断他的脊梁骨，问问他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听到乡亲们的话，秦三河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他们村的村民大多数都比较淳朴，这也是他愿意带着村民们致富的原因。各位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件事情。三河，什么事你说，我们都听着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这小龙虾的收购，以后每天分为中午和傍晚2场，你们能捕捉多少小龙虾就送多少过来。村民们听闻此言内心一喜，这样他们的收入又能提高不少。第二件事情想必你们也意识到了，这挖生蚝捕捉小龙虾的货都是有季节性，虽然现在河边的小龙虾泛滥，但是不出3个月应该也要被抓干净了。没关系的，三河，对于我们来说，这2-3个月赚了以前几年的收入，我们很知足了。是啊，三河，大不了我们干农活，等明年这个季节再继续。各位叔婶，我想到一个赚钱的主意，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干。三河，是什么生意啊？如果我们每天这捕捉小龙虾的话，小龙虾总有一天被我们捉尽。如果我们想要长期赚钱的话，为什么不试着学会养殖小龙虾呢？三河，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的池塘养殖啊？我们村就一个池塘，还被你尝爆了。婶子，这个问题我想过，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很多水稻田，单靠种植水稻的话赚不了多少钱的，为什么我们不用稻田养殖小龙虾呢？秦三河此话一出，村民们都哗然起来。水稻田养殖小龙虾，我第一次听说这种养殖方法，这能行吗？不会最后他把我的稻子都吃光了吧？虽然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养殖方法，但是我还是相信三河的。没错，三河比我们读的书多，他说可以那就一定可以。三河，我相信你。有人相信，自然也有人怀疑，毕竟他们没有接触过稻田小龙虾。我知道这个事情有些天方夜谭，所以我给大家伙1天的时间考虑。明天中午这个时候，你们来我这里卖小龙虾的时候，大家给我答案，要不要和我一起搞这个稻花小龙虾？那行，三河，我回去跟村长商量商量。不管你们是愿意跟我干，或者不愿意跟我干，都不影响我们现在小龙虾买卖生意。只不过希望等小龙虾旺季过去，别人家靠养殖小龙虾依旧能给我供应小龙虾，你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的时候，不要后悔就行。村民离开后，秦三河带着小龙虾来到了凤凰酒楼，一共550斤小龙虾，按照3块钱1斤，那就是1650块。陈经理付完钱，秦三河就离开了凤凰酒楼。回到家，他发现姐姐跟苏婶正在聊着什么。苏婶，我现在店里的生意已经稳定了，
每天大概能赚800块钱左右。按照这个速度，我马上就可以开第2家分店了。我的乖乖，凉粉草这么赚钱的吗？苏婶，我这个店铺开在小学门口，小学生的消费能力还不算高，毕竟他们要看家长的脸色。如果开到中学门口，肯定更赚钱。闻言，苏婶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过了半晌才缓缓开口：万兰丫头，我刚才听你说马上要开第2家分店，不知道我能不能合伙跟你一起干？苏婶此话一出，秦万兰愣住了。就在她不知怎么回答的时候，老苏啊，你都一大把年纪了，哪里还有力气出去干生意？孩子马上就要结婚了，你安心的在家享清福不行吗？我也才40多岁，还干得动。如果这凉粉草铺真的能赚钱，我也想给水仙开这么一家店，让她也有点收入。虽然她马上要嫁给三河了，但我也希望她有自己的收入来源，不能总跟三河要钱。苏婶，我和水仙结婚后，我的钱就是她的钱，没有谁跟谁要钱这个说法。之前我就承诺过，我要让水仙过上好日子。是啦，老苏，三河这孩子你是看着长大的，他不会委屈了水仙丫头的。要是他对水仙不好的话，不用你出面我就打断他的腿。苏婶这才知道他们都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我并不是怕水仙嫁过去后过得不好，我只是想让水仙结婚后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开个凉粉草店再合适不过了。苏婶，你要是实在想开凉粉草糖水铺，我没什么意见，我让大姐陪着你明天就去县城找铺面，让她全程帮你负责装修，还有技术培训的事情。真的吗？那太好了，但是租金、装修跟设备的钱我要自己出。既然是做生意，那就要明算账，这样以后才不会闹得不愉快。秦三河见苏婶这认真的表情，也没有拒绝。他知道苏婶只是想让水仙在他们秦家腰杆子能硬一些。行，苏婶，那就听你的，按照你说的办。看见秦三河答应，苏婶的脸上也露出一抹笑容。三河，我听说你要带着村里的乡亲们用水稻田养小龙虾。没错，乡亲们一直对我都挺好，现在我有能力了，有赚钱的买卖，自然要带着他们。可是用水稻田养殖小龙虾真的可以吗？会不会对水稻的产量有影响？小龙虾真的能在水稻田里存活吗？放心吧，这小龙虾不仅能在水稻田里存活，而且还能长得很好，而水稻的产量也不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还会提高一些产量。秦三河所言非虚，前世20年后就有养殖户利用水稻田养殖小龙虾，小龙虾能够吃水田里的微生物以及一些害虫，而它的粪便又能给水稻提高养分，双方是互帮互助的关系。而在水稻田养出来的小龙虾，因为会吃一些稻草碎的缘故，身上还有一股稻香。三河，我们读的书少，不懂那么多门道，你觉得对就去做，我们永远支持你。听到家人的鼓励，秦三河的嘴角扬起一抹弧度。前世他失去了所有的亲情，如今他也是真正感受到亲情的难得。第二天一大早，秦三河刚起床，梁文便找了过来。秦老弟，昨天你的小龙虾让酒楼的营业额直接翻了2倍。秦三河听了没有任何的意外，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其实大城市里小龙虾早就搬上了餐桌，咱们这里消息落后，没有办法能彻底去除土腥味。秦老弟，你真是太牛了，我总感觉就没有你不会的东西。你这次让我们营业额上涨了这么多，我们柳老板估计快要打电话跟你致谢了。秦三河笑了笑，这本来就是双赢的局面，他也没有在这个话题停留。对了，梁大哥，不知道茶楼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秦老弟，现在我们的凤凰茶楼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装修工作也到达了尾声，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就能开业。到时候我会邀请一些业内名流过来剪彩，你作为老板之一，可一定要过来啊！没问题，梁大哥，到时候我肯定过去。秦老弟，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茶楼的事情。怎么了，梁大哥？茶点的菜谱我不是给你了吗？现在我们茶楼的茶点确实已经有特色了，可是作为我们县城最大的茶楼，我们是不是要有点吸引顾客的活动才行？梁大哥，我们凤凰茶楼前期想要吸引足够多的食客，打价格战是必不可少的。秦三河此话让梁文一愣，价格战这个词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价格战？秦老弟应该怎么打？我们茶楼开业的第1周，所有的茶点一律打7、9折。什么？打这么多，是不是太多了？他们茶楼的茶点，除开材料、人工、水电、租金等成本，利润不过30%左右。现在秦三河上来就要打7折多，这不等于把将近2成的利润让出去了吗？如果是你，听到有一家茶楼开业就打8折，你会不会去尝一下味道？那当然去，这么优惠的茶楼肯定要去试试。这不就对了？只要食客来了吃到我们的特色茶点，你觉得他们还能忍住不来吃第2次吗？只要他们来吃第2次，利润不就来了吗？秦三河对这些茶点非常的自信，他相信没有人能抵御住这后世的网红茶点。前期我们凤凰茶楼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出名气来，只要名气有了，客人自然就会越拉越多，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懂。秦老弟，那我们为什么不打8折，要打这个7、9折呢？
这个就是后市的一个营销小心机了。两者的差距虽然不是很大，就像后市一件商品明明20块一件，可就要卖19.9块，因为这样仿佛这件商品就是10块出头了。这是心理暗示。秦三河给梁文讲解了一下其中的玄机。秦老弟，还是你厉害，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只是一点小伎俩而已，没什么好说的。那我就听你的，马上让人去准备宣传海报，直接在我们凤凰茶的外墙上贴上开业1周打79折的大字。梁大哥，把顾客吸引过来后，还得把顾客留住，让顾客心甘情愿的第2次来消费。梁文闻言不由一愣，留住顾客不得靠茶楼的味道和服务吗？味道和服务是一部分，但想要让新顾客变成老顾客，那就给他们2次消费的理由。梁文闻言脑袋彻底短路了，不是已经推出打折的服务了吗？秦老弟，你就直说吧，我感觉我的脑子不够用了。就给他们1张价值5元优惠券，要满30块才能使用，使用日期定在开业优惠79折活动结束后第2天，期限1个月内。梁文彻底沉默了。打折活动结束，优惠活动无缝衔接。秦老弟，你真是一个商业天才，你这营销方案简直就是领先了一个时代啊！现在的人就不希望别人过得比自己好，你能带着我们村里人一起发家致富，就已经胜过了大多数人。林老板，不知道这小龙虾的供应量还能不能提高一下？我已经让人多捕捞了，今天中午应该能给你供应700斤左右。700斤根本不够啊！昨天很多吃过的食客都说好，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来预定了。一个上午700斤还不够消耗的。秦三河脸上露出一抹诧异的神色。中午电话预定的都有20多桌了，每桌都预定了最少10斤的小龙虾，这还不算散客跟没预定的老顾客。陈经理，那你觉得一天多少斤的小龙虾才够用？自从昨天我们的小龙虾火爆后，其他分店的经理纷纷过来取经，都想着推出这道小龙虾菜品，这样的话每天就是几千斤也能消耗得掉。秦三河眉头一皱，不是他不想赚这个钱，而是村民的能力有限。陈经理，我们村就这么点人，想要供应更多的小龙虾也是一个难题。陈经理闻言明白了秦三河的意思。秦老板，我知道这点问题在你这不算什么问题，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能供应更多的小龙虾，我们的收购价从3块钱1斤涨到4块钱1斤，并且不用秦老板辛苦去送货了，我每天会过来上门收货。秦三河闻言内心一喜，但面上还是做出为难的神色。那我想想办法吧，今天中午的供应量没办法增加了，下午我肯定会让陈经理满意。那就辛苦秦老板了，我先回去了，等中午我过来拉货。说完陈经理就离开了。水仙，等下我去找村长谈谈养殖的事情，村民的小龙虾你帮我收下，钱在我床头的柜子里。三河哥哥你去忙吧，家里有我你就别担心了。随后秦三河独自一人来到了村长家。三河，你是来找魏国的吗？村长，我不是来找魏国大哥的，我是有事情想请村长帮忙。你这小子真是一点都不客气，这次又是什么事？你说说看。村长，想必你也知道，我最近正带着村里人一起搞小龙虾的生意。当然知道，我们村的村民在你的带领下都开始发财了。这件事情本来是我这个村长该做的，你替我做了我做不到的事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呀。村长，你太抬举我了，我就是在自己赚钱的前提下，带着大家伙一起赚点小钱而已。现在的人就不希望别人过得比自己好，你能带着我们村里人一起发家致富，就已经胜过了大多数人。村长，小龙虾总有捉完的那一天，等过了小龙虾生长的季节，那我就算想带村民们致富也无能为力了。村长闻言脸色异常的平静，盯着秦三河看了好久才缓缓开口。三河，你既然过来找我了，那就说明你肯定有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今天过来找你的原因，我想带着村民们在水稻田养殖小龙虾。村长听闻此言一愣，他可从没听说过有在水稻里养殖小龙虾的。你这办法是从哪里看到的？水稻田里养殖小龙虾能行吗？村长，这都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现在国外很多国家都用上这种养殖技术了，而我恰巧也学会了这种技术，我保证不会出问题。这个年代的国外自然是没有养殖小龙虾的。秦三河这么说也只是为了让村长信服，随便编了一个合理的理由而已。三河，你给我说实话，稻田养殖小龙虾真的不会对稻田有所影响？村长，我可以非常的肯定，绝对没有丝毫影响。看着秦三河那坚定的眼神，村长也选择相信他，毕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三河，你大胆去干就行，这件事我会让村集体整理资料，然后向镇上的相关部门汇报，争取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扶持。秦三河闻言也是内心一喜，有了村集体的支持，后续的养殖会少了很多的麻烦。对了，村长，我这里还有一件事，现在我们村的村民都去捕捉小龙虾了，可是这数量距离我的需求还远远不够。随后秦三河把自己想要收购外村人小龙虾的想法跟村长说了一遍，并且隐晦地暗示村长自己有长期稳定合作的客户。三河，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找其他村子收购小龙虾不太好吧？
我们村里乡亲们恐怕会有意见。主要现在他们就算是24小时都下河捉龙虾，也满足不了我的供应量，所以在保证村里人都有钱赚的前提下，不得不借助其他邻村的帮助了。村长知道秦三河说的有道理，但是想到平日里附近村民暗中结怨的事，现在又要让利给附近村民，多多少少心里有点不舒服的。秦三河也看出了村长的为难。村长，我们肯定是以我们村的荣耀为重，虽然说我准备让利给其他村的村民，但是怎么让利合适，让了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还不是您说了算吗？村长听闻此言，眼神一亮，他顿时明白了秦三河的意思。三河，这件事情我答应你了，等会我就去跟附近几个村商讨下这件事情。对了，你准备按照什么价格收购？1块钱1斤吧，还是捕捉多少都不限量。1块钱1斤，那岂不是跟我们村的价格都一样了？这怎么行？村长，既然我收购小龙虾的规模加大，那肯定不会让别的村跟我们村的价格一样。从今天起，我们村捕捉的小龙虾按照1块5一斤收购。不错，三河，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如果自己村跟别的村收购价一样的话，那他心里多多少少会不舒服。等秦三河再次回到院子里的时候，村民们刚拿到货款还没离开。三河哥哥，你回来了，小龙虾我都收好了，货款也接了。以后叔婶们的小龙虾按照1块5一斤收购。秦三河此话一出，村民们立马哗然了起来。别看每斤只是涨了5毛钱，他们每天的收入可是能多了足足几十块。三河，这小龙虾收的好好的，怎么忽然涨价了？是啊，三河，难不成你发了什么大财了？我没发什么财，只不过从今天起，我们自己村的小龙虾涨到1块5，外村人的按照1块钱1斤。秦三河此话一出，村民们都注意到了外村人3个字。三河，你说的外村人是什么意思？你是嫌我们捕捉的小龙虾太少了吗？是啊，三河，如果你嫌少的话，我们下午就多捕一些，尽量让你满意。三河，我们大家伙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尽管说，你可别不带我们赚钱了。秦三河知道村民们误会了他的意思，慌忙解释道：各位叔婶，我现在小龙虾的需求量很大，靠大家伙肯定不够，找外村人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有一点你们放心，这是不会影响到你们的营收。院子里的村民听到这话才放心下来。我今天已经找村长谈过养殖的事情了，我们村子可能成为第一个水稻田的养殖基地，到时候村长也会寻求相关单位的扶持。村民们听到秦三河此话都露出一抹激动的神色。如果这件事有相关单位的支持，那就证明这件事是可行的事情。各位叔婶们，小龙虾总有捉完的那一天，想要长期赚钱，那就一定要有自己的固定产业。现在你们告诉我，有多少是愿意跟着我搞稻田小龙虾养殖的？三河，我们家愿意跟你一起搞稻田小龙虾养殖。三河，我也相信你，我们家也愿意跟着你干。有了村民带头，院子里的村民们纷纷开口同意。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秦三河开始给每家每户安排养殖任务，并且传授了养殖小龙虾的技术。等所有村民都学会养殖后，这些村民也都纷纷离去了。三河哥哥，你真是太厉害了，没想到你对小龙虾的养殖也这么精通。我说这一切都是我上辈子学会的，你信吗？水仙闻言一愣，有的时候他真的觉得秦三河是从未来过来的，但随即便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上辈子的说法怎么可能存在？就在这时，陈经理带着工人来到了院子里。陈经理，你来了，这边中午收了720斤的小龙虾。秦老板，这700多斤小龙虾还是不够啊。陈经理，你不用着急，你傍晚的时候再来一趟，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闻言，陈经理点了点头。现在的小龙虾4块钱1斤，720斤就是2880块钱，加上生蚝跟海鱼后，总货款来到了9880元。现在秦三河一个中午的流水都将近上万元了。下午2点钟，秦三河再次来到了村长家。三河，一切我都帮你谈好了，4点钟开始就可以去收小龙虾了，8毛钱1斤。听到村长这话，秦三河的脸上露出一抹吃惊之色。8毛钱1斤，村长，我不是说按照1块钱1斤收吗？三河，你就放心吧，别看只是8毛钱1斤，这个价格我一和其他村的村长一说，那些村的村长都乐坏了。他们村可没有我们村富裕，现在很多人都住着泥土房子呢。随后，秦三河带着村长来到了附近的沈家村。秦老板，真的感谢你给我们沈家村一个赚钱的机会。之前你跟沈晴的事情我也知道了，那丫头真是有眼无珠，白白放走了一个这么好的姑爷。沈村长，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知道咱们村的村民捉了多少小龙虾？因为我们也是下午才接到通知，所以我也只是急忙忙的召集一些村民下河捕捉小龙虾。这3个小时下来，一共捕捉了320斤小龙虾。这个时间有这个量很不错了，那么我就按照8毛钱1斤收了。秦三河也没有过称，而是直接结算了256块钱给了沈村长。至于后续他们怎么分，他就不管了。随后，秦三河又连续跑了3个村子，加起来一共收了1500斤。村长，你跟这几个村子怎么谈的？有没有趁机谈点条件？你以为我就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吗？
我带着他们几个村子一起捉小龙虾卖钱，但是之前那几块有争议的村界的都要无条件的归还给我们村。村长还是你厉害，居然把那几块村界地要回来了。他们村和附近几个村子的衔接处有几块地很多年前便存在纠纷了，而那几块村界地的土壤肥沃，还靠近水源，最重要的是有一大片果山。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只要我出马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村长，他们真的愿意把村界地都让出来？这面积可不算少，应该有几百亩吧？当然也不是白给，得拿我们村和他们村邻近的荒地1比2的换。秦三和闻言一愣，用1半的荒地换10成的果园，这笔买卖怎么都不会亏。村长，这几块村界地拿回来后，我们村里有什么使用计划吗？怎么，你这小子又有什么想法？是有一点想法，就不知道村长愿不愿意给我了。看你这话说的，都是自家村的孩子，我们村现在就你最有出息，你想干什么？当村长的还能不支持你吗？当秦三河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了，而陈副经理也已经在院中等着他了。当着陈经理的面，秦三河将所有的小龙虾都过了称。他们村下午新捕捉的800斤，加上外村的1820斤，一共2620斤的小龙虾。陈经理，总共是2620斤小龙虾，你要不要再复核一遍？我还能不信秦老板吗？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价钱，一共是10480块钱，这么多就不给你现金了，等我回去直接给你汇款。行，陈经理，以后就汇款就行，不用准备现金了。他现在和凤凰大酒楼的交易流水能够达到16000左右，如果总是现金来往，既不安全也不方便。喜来厂长，这厂子被你管理的井井有条，看来当初我留下你的决定是对的。秦老板，你过誉了，我只是做了一个厂长该做的事情罢了。这段时间我忙着收海鲜没过来，最近厂子怎么样？自从收购喜来罐头厂，他这个厂长这是第2次过来，这次过来也是了解一下厂子的情况。秦老板，最近我们喜来罐头厂的营业额都在5000块钱左右，每天的利润大概在1500元左右，一个月大概45000元的利润。闻言，秦三河的眉头一皱，现在工厂的利润对比收购前略有下滑。看到秦三河皱眉，喜来急忙解释：秦老板，我们厂子最近销量下滑的原因是最近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新品牌罐头，价格比我们的要便宜，所以导致我们销量下滑，库存压力在不断的增大。现在喜来罐头厂每天的销售量只有1000件左右，而每天的生产量有大几千件，这意味着就会有一部分的罐头压在仓库里。这样下去不行啊！如果我们的货物积压时间过长的话，那工厂的资金链肯定会出现问题。秦老板，这个道理我自然懂，可我们工厂的罐头全都是真材实料，所以成本降低不了。而市面上的同类牛肉罐头大多以次充好，所以在销售上我们有着天然的劣势。秦三河明白这是劣势驱逐良币的过程，不管在什么年代，这种商业形式都是没办法改变的。市场本来就是先看价格再看质量。喜来厂长，我们现在积压了多少的牛肉罐头？大概在10万件左右。说完，他尴尬地低下了脑袋。喜来厂长，以前厂子里积压了牛肉罐头，最后你们都是怎么处理掉的？秦老板，以前我们如果出现积压的情况，就会直接把库存发往港岛那边，小兰老板的产业比较多。可是现在的厂子已经被秦三河收购，以前的路子是行不通了。秦老板，你跟小兰小姐的关系这么好，你要是跟她开口，或许她愿意帮助我们清理库存的。我和小兰的关系虽然好，但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朋友解决的话，那我这个工厂开的也太窝囊了吧。那秦老板，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一批牛肉罐头我会想办法在1周内卖掉。另外，接下来1个星期，你让厂房里的工人继续生产牛肉罐头，产量可以加大，有多少给我生产多少。喜来厂长闻言一愣，1周之内卖掉10万件牛肉罐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现在已经7月份了，高考已经结束了吧？听闻此言，喜来厂长一愣，不知道秦三河这是什么意思。高考已经结束了，并且成绩都已经出来了，很多孩子都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我有2个邻居就考上了京都体育大学。秦三河闻言眼睛一亮，他本来还想让喜来厂长找一下这方面的孩子，没想到喜来厂长就有这样的邻居。喜厂长，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情？秦老板，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需要你找下你这2个大学生邻居，然后跟他们说。秦三河压低了声音，对着喜来厂长交代了几句。秦老板，这样做真的行吗？这会不会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给宣传广告费的，而且我说的本来就是真实客观的数据，又不是骗人的，只不过借他们的口说出来而已。喜来闻言思索也几秒，也觉得是这个道理。秦老板，这件事情我去试试，不过就是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干了。秦三河点了点头，心里对于这件事情是10拿9稳的。就在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正是多日未见的王建国约他吃饭。很快，他来到了凤凰酒楼的包厢。建国大哥，你今天在电话上说大好事是什么事啊？秦老弟，最近我接连破获大案，局长今天找我谈话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过段时间能往上提了。恭喜建国大哥呀！
这才调到县里多久啊？这位置就要动了。无论我在什么位置上，一切都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提不提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秦三河闻言，一股敬佩之意油然而生。秦老弟，这段时间我的立功离不开你的帮助，这点小心意希望你不要嫌弃。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答谢方式了。建国大哥，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你知道我不缺你这点钱。秦老弟，我知道你不缺我这个钱，但这是我的一番心意，你一定要收下。秦三河知道王建国这是真心实意的想要给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建国大哥，要不这样，你这个钱我收了，就当是你的投资了。我最近正好有一个项目要做，这些钱就算你入股了，等到年底我给你分红怎么样？大姐的粮草粉铺子接下来要大规模的扩展，正好最近也要开始弄新的加盟店。秦老弟，这不好吧？我毕竟是公职人员，下海经商的事情是不被允许的。建国大哥，自然不可能用你的名字来注册，让你爸妈当法人就好，就是一个小的糖水铺，就是本分的老百姓经营，上面总不可能也过问吧？王建国听闻只是个糖水铺，松了一口气。那好吧，就让我父母跟你做点小生意。就在这时，秦三河忽然想到了什么。对了，建国大哥，最近这段时间不要出头，也不要胡乱的站队。闻言，王建国的脸上露出一抹严肃之色。他知道秦三河绝不是随口一说。秦老弟，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呢？天机不可泄露，如果有国企背景的朋友来找你，你最好避而不见。国企的朋友，行，我知道了。而此时，小兰的别墅里，小月姐，我听说秦大哥接手罐头厂后积压了不少罐头库存，我们真的不用想办法帮他卖一些出去吗？作为罐头厂的原老板，厂子里的情况他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的。放心吧，这点小事我相信秦三河自己能够处理好的。他之前只不过是没时间打理起来罐头厂而已，现在发现问题，我相信他会处理得很迅速。他认识秦三河几个月了，对秦三河的能力还是相当的有信心的。小月姐，你就这么的相信秦大哥？当然，秦三河的商业眼光比我还要深远。说实话，我都不敢想象他未来能走到哪一步。小月姐，你觉得秦大哥会不会有一天资产超过我父亲？柳月听闻此言，面色一变。这个很难说了，能站到你父亲的高度，恐怕不仅仅看能力，还要看机遇以及一些背景了。如果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或许我可以成为秦大哥的背景，可是他好像已经有未婚妻了。小月姐，你觉得秦大哥会怎样把这一批牛肉罐头卖出去？这个不好说，现在喜来罐头厂的库存压力已经很大了嘛，相信这几天我们就能看出结果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如果秦大哥解决不了，我们再帮他。小兰，你怎么对秦老弟这么热情？我记得你以前对于异性朋友都是比较冷淡的。小兰闻言，脸上露出一抹慌乱之色。我只是觉得秦大哥对我很好，他大概也是我生命中最后认识的朋友了，所以我才想要帮帮他。柳月听闻此言，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小兰，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能找到合适你的心脏的。都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不抱希望了。而此时的秦三河也回到了家中，只见大姐跟水仙、苏婶正在讨论着什么。今天人这么齐，你们都在聊什么？弟弟，你回来的正好，我们正好有问题要询问你的意见。什么事情啊？能让你们在这讨论半天？弟弟是这样的，这几天我和苏婶在县城逛了很久，看了很多商铺，现在就敲定了3个商铺，可以作为开凉粉草铺的备选。现在就是不知道选择哪里比较好。是啊，三河，你比较有商业头脑，你给参谋参谋。这第一个商铺就是县城第1中学门外面，位置和县城一小的那个差不多，只不过是毛坯的，还没装修，需要花费半个月简单装修一下才能使用，租金也不便宜，1个月要200块钱。第2个商铺则是在县城磁场旁边，已经简单装修过，我们只需要买设备桌椅就可以直接入住开店，租金也是要200块钱1个月。这第3个商铺则是在县城商业街那边，同样是简单装修过，不过之前是卖服装的，如果盘下来的话也需要整备，租金需要400块钱1个月。大姐跟苏婶把3个店铺都介绍了一遍，然后目光都看向秦三河，等着秦三河拿主意。为什么要纠结选哪个店铺开店？我们3个店铺都要不行吗？秦三河此话一出，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不管是县城中学的店面，还是磁场门口的店面，又或者是县城商业街的店面，位置都很不错，把这3个店面盘下来，开凉粉草铺都能赚钱。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将这3个店面都盘下来呢？可是弟弟，我们现在只要1个店面给苏婶开凉粉草铺啊。大姐，你不是本来就打算再开一个凉粉草铺分店吗？现在正好趁着有合适的店面开第2家凉粉草铺呗，而且这样2家凉粉草铺一起开的话，培训员工起来也方便许多。听到秦三河这话，秦万兰的眼神一亮。弟弟，你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同时搞2个店铺，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一起做了。三河，你以前说我只需要支付一笔加盟费，那新开的店铺以后得盈亏，就只需要我1个人负责了。是的，苏婶，只要你支付了加盟费，后面赚的钱就不用跟我们分账了。三河哥哥，你刚才不是说3个铺面都盘下来吗？
可现在不是才用到2个铺面吗？还有一个用来做什么？随即秦三河和他们说了一下自己收了王建国3万块钱的事情，准备以王建国父亲的名义开第3家连锁凉粉草铺。那三河，你可要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听说王建国已经调到县城去了，你们搞好关系对自己没什么坏处。李翠花并不知道王建国的升职全靠秦三河，认为能够和王建国的父亲一起开第3家连锁凉粉草铺，也等于间接和王建国打好关系。他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能够和县局的人有关系，以后在县城做生意总会顺畅一些。我知道了妈，大姐城商业街那个店铺人流量大，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商业街逛街买衣服，你的第2家连锁糖水铺就开在商业街就行，这里一定会比县城一小的生意更好。邢三河，我都听你的。苏婶，你开这个凉粉草铺是为了赚点钱给苏水县花，除了要赚钱外，最主要的是安稳。这县城中学门口的店铺相对来说治安比较好，中学生们除了消费能力好外，一般都比较有素质，所以你把店铺开在县城中学会比较好。那邢三河，那我就选县城中学的那个铺面了。大姐，磁场那个店面就拿来给建国大哥的父亲开凉粉草铺了，具体的流程你帮忙跟进一下，人员招聘都可以我们自己来，分红的时候算好钱打给建国大哥的父亲就行。秦万兰点了点头，没有任何的意见。他知道这件事情对他的生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恶毒前女友为了搞黄我的海鲜生意，指使弟弟高价收购村民小龙虾，更是以超低的价格卖给凤凰酒楼。岂有此理！秦三河那个混小子本来就是一个泥腿子，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运气？听说他现在每天都入账几千块。早知道秦三河这么有出息，我当初就不应该要那么多彩礼了。等女儿嫁过去后，他做海鲜生意赚这么多钱，这钱不就都是我们家的了吗？是啊，如果我姐能嫁过去，我现在靠着这个姐夫，不知道多发财了。听到父母还有弟弟的话，沈晴的内心莫名的烦躁。这秦三河也真的是走狗屎运了，这都能让他发家起来。现在村里人都不知道怎么笑话我们家，说我们有眼无珠，白白错过了这个金龟婿。看来还是我们小秦没这个福气啊。够了！我之前要嫁给秦三河的时候，你们各种提条件，又要求他给这个给那个的。现在人家退婚了，你们再说这些有什么意义？见到女儿发怒，沈父沈母都不由闭上了嘴。半晌后，沈父才试探性的开口：“女儿，你和秦三河真的就没有半点挽回的机会了吗？”怎么挽回？上次我都主动贴上去了，他都不接受，你们还想我来第2次？经过这段时间的事情，我也明白了，男人是靠不住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秦三河能靠收海鲜赚这么多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们也收购海鲜卖钱去。此话一出，沈家人都是一惊。姐说的对，那秦三河能够搞海鲜赚钱，我们也一样能搞，而且能够搞得比他还要好。一旁的沈父沈母见状有些担心。小晴，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是啊，小晴，做生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别看秦三河现在外表风光，谁也不知道他背地里有没有亏钱。爸妈，你们就是太胆小了，所以这些年来才一直赚不到什么钱。想要发财就要敢冒险。可是我听说附近几条村子也不是没有人学秦三河那样去收购海鲜，可他们最后都失败了。沈晴一脸不以为意的样子。那是他们没有手段，没有销售渠道。他们没有销售渠道，小晴，难道你就有？我当然没有，但是秦三河有啊。沈三夫妇一脸的诧异之色，不明白沈晴这是什么意思。这时候旁边的沈寿明白了姐姐的意思。姐姐，你的意思是我们跟着秦三河，看他将海鲜卖到哪里，我们跟着去卖。没错，他卖哪里我们就卖到哪里去。沈三夫妇闻言也是一惊，这绝对是个好主意。可是姐，别人会要我们的海鲜货吗？毕竟秦三河已经和他们合作惯了。同样的货，别人可能不会要我们的吧？只要我们的价格足够低，对方肯定就会要。出门做生意本来就是价低者得。他打算和秦三河打价格战，这样做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为了让秦三河少赚钱。他要让秦三河知道，失去他是一件会让他终身后悔的事情。弟弟，明天上午你就去村里收购一批小龙虾，收购价格比秦三河多1毛钱，按照9毛钱一斤收。我们中午打听清楚秦三河的海鲜货物卖到哪里，我们就卖哪里去。没问题，姐，就是这收购小龙虾的钱，你看。前几天我不是才刚给了你500块钱吗？你这么快就花完了。我的好姐姐，追女孩你是知道的，花钱肯定是厉害一些的。实际上他这500块可不是用来追女孩了，而是染上了一个恶习。沈晴并不知道弟弟沈寿已经染上了不好的东西，只以为他追女孩大手大脚，又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了500块钱递给沈寿。这钱是收购小龙虾的钱，你可千万不要乱花掉，知道了没有？放心吧，姐，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等明天儿子收购的小龙虾都卖出去后，我们至少能赚1倍的钱。到那时候，村里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人就会知道我儿子和女儿有多么能干。
没错，到那时候我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家。第二天一大早，沈寿面色苍白地走进家门。儿子，你昨晚去哪里了？怎么没见你在屋子里？妈，我那时候去厕所了，估计。上午要帮你姐收购小龙虾，你可别忘了。放心吧，忘不了。殊不知他现在口袋里那500块钱货款早已经花得一干二净。而此时的喜来罐头厂里，秦老板，江东日报已经将你的那篇宣传软文刊登出来了。原来就在昨天，秦三河安排起来，把一篇植入喜来罐头的广告的稿子交给报社登报，用来宣传。你写的这篇文章我看过了，明明是一篇宣传稿子，却能写成科普稿子的样子，而且广告插入的还这么丝滑，我都不敢想象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别人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去打广告。喜来厂长别着急，这才刚开始，接下来一整天才是重点。我们喜来罐头厂的牛头罐头的库存能不能清空，就看今天打电话拿货的商家有多少了。秦老板放心，我已经让人检查了一遍工厂的电话线路，确定没有问题。今天只要有人打电话过来订牛肉罐头，我们绝对就不会错漏。平时这订货电话是由谁接的？订货的电话就在办公室，平时都是谁有空谁接。他们的罐头厂子平时的订单基本都是喜来自己拿下来的，商家有什么事情都会直接打电话给他，所以办公室的电话很少有人打。要不是现在秦三河开始搞宣传，可能喜来都不会想到检查办公室电话的线路。那这样不行，必须安排一个电话专员，专门坐在电话面前接电话。秦老板，这样是不是太过火了？还需要专门安排一个接电话的？喜来认为秦三河过于敏感了，就算是有人要打电话订货，估计也要2-3天以后了。喜来厂长，我这可一点都不夸张，我还担心你一个电话专员还不够呢。见到秦三河这么笃定，喜来无奈也只能点头答应，毕竟秦三河才是老板。而此时的沈家村中，一群村民都在等着秦三河过来收小龙虾。见到沈寿过来，脸上都露出一抹诧异之色。沈寿，你也是来卖小龙虾的，这钱你赚得下去吗？可不是嘛，听说之前你姐和秦老板处对象，本来都快订婚了，就是你小子漫天要价，别人才不要你姐了吧？沈寿，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吧，你的小龙虾别人不一定要。开玩笑，我会在秦三河手下讨饭吃，他还不够资格。你就别死鸭子嘴硬了，你不是卖小龙虾，你来这干嘛？我过来当然是收你们的小龙虾的。沈寿此话一出，村民们一脸吃惊地看着沈寿。沈寿，你开玩笑的吧？你哪里有本钱收小龙虾？就算他有本钱有什么用？人家秦老板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他收了能不能卖掉还不好说。沈寿看着面前面露讥讽之色的村民们，秦三河收你们的生蚝只给你们8毛钱一斤，我这里比他高，按照1块钱一斤收购。一瞬间，所有的村民都惊呆了。2毛钱一斤的差价看着不多，却能让他们每天多收入10几块。你们想把小龙虾卖给我没问题，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沈寿，你有什么条件？你说。就是这小龙虾的货款，我在晚上回来的时候再给你们结算。他现在手里1毛钱货款都没有，自然是只能赊账，把这些小龙虾收起来，等到了县城，把所有小龙虾都卖了，他才有钱支付给这些村民。沈寿，你这不是想要空手套白狼吗？是啊，先把我们的小龙虾拿去卖，卖了钱再给我们结账。你这算盘打的秦三河的粉丝都听到了。可我收了这批货，就等于是欠了你们钱了，怎么也不会拖欠你们的，只不过结算的时间慢了1个下午罢了。如果这你们都不能接受，那我们也没必要合作了。沈寿此话一出，那些村民的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犹豫之色。我在这里先提前说好，今天上午愿意卖我小龙虾的村民，以后我优先收购他手里的小龙虾。这下村民们彻底心动了，毕竟沈寿的家就在沈家村，跑得了和尚跑不着庙。今晚如果沈寿没有给他们结算钱，他们直接去沈寿家要钱就行了。沈寿，我相信你，我的小龙虾赊给你了，还有我的。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将手中的小龙虾赊给沈寿。半个小时后，沈寿带着500斤小龙虾回到了家。姐，按照你的吩咐，500斤小龙虾全部收上来了。我们什么时候去县城？我们不去县城。听到沈晴这话，沈寿顿时就怔住了。不去县城，我们手里的小龙虾怎么卖出去？我都打听清楚了，秦三河和凤凰大酒楼合作后，凤凰大酒楼每天中午傍晚都会派人来收购小龙虾，我们完全可以等对方来的时候，将对方拦截下来，带到我们沈家村来。这样一来，我们又省了运送的力气，又能在家里坐着把钱赚了。姐，你这个主意好。既然觉得我的主意好，那你现在就去秦家村外蹲守那名凤凰大酒楼的人吧。沈寿来到了秦家村的必经之路上，果然没过多久，2辆车子出现在他的面前。沈寿走到了路中央，把车子拦了下来。车上下来的不是陈经理又是哪个？你小子不要命啊，拦我们车子干什么？不好意思老板，我有一笔生意想和你谈，不得已才出了这个主意。我和你有什么生意好谈的？赶紧把路让开，我们还着急回去把小龙虾处理了。如果小龙虾缺氧死了，我跟你没完。
老板，你不是来秦家村收购小龙虾的吗？我手里也有500斤小龙虾，价格绝对比秦家村的秦三河低。听到对方说手里有小龙虾后，陈经理的眉头微挑，看来眼前这个人是来抢秦三河的生意的。你是哪个村子的人？叫什么名字？虽然不打算和沈寿合作，但他还是要问清楚沈寿的身份来历，之后也好给秦三河一个交代。老板，我叫沈寿，这隔壁的沈家村人。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和秦老板达成长期合作了？那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和你合作？老板，看你这话说的，你和秦三河收购小龙虾又不代表不能收购我的，他卖他的，我卖我的，而且我还有价格优势，绝对要比他的便宜。你也可以顺势压秦三河的价格，不是？他在卖小龙虾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坑秦三河一把。听到沈寿这话，陈经理的眉头也是一挑，眼前这个人不仅心性不纯，而且还坏，抢别人生意的同时还想给别人使坏。这样的人，人品简直恶劣无比。既然他要找秦老板的麻烦，那我就给他一个教训。你手里这500斤小龙虾，准备怎么卖法？老板，不知道秦三河卖给你们的小龙虾是什么价格？不好意思，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收购价是多少就行。沈寿犹豫了起来，出来的时候姐姐也没告诉他应该卖多少钱一斤啊，他也不知道卖多少合适。你想好了没有？我们的时间很宝贵的，没时间在这里陪你耗。果然听闻陈经理这话，沈寿慌乱了起来。这批小龙虾按照1块5毛钱一斤卖，可以吗？小龙虾是1块钱一斤收过来的，虽然不知道秦三河卖多少钱一斤，但是一半的利润也不低了。1块5毛钱太多了，1块2毛5吧，赶紧决定卖不卖，不卖我们可就走了。卖，我卖。一听到对方要走，他就慌了，时间长了小龙虾肯定要死不少，到时候得损失更大。那行，我也不过秤了，这是625块钱，你拿好。沈寿接过货款兴奋不已，原来秦三河赚钱就是这么简单。上集说到恶毒前女友为了搞黄我的海鲜生意，指使弟弟高价收购村民小龙虾，更是以超低的价格卖给凤凰酒楼。上集沈寿带着一沓钱回到了家。儿子，生意谈成了吗？小龙虾有没有卖出去？看看这是什么？看来做买卖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嘛。儿子，这小龙虾你按照多少钱一斤卖的？1块2毛5一斤。随后沈寿把今天在秦家村外发生的事情、谈价的细节等等都说了出来。那也就是说，这些小龙虾卖了625块，净利润125块。我的天啊！没想到我们家也有一天能赚上100块的时候。妈，不是一天赚125块，而是半天赚了125块钱。沈三夫妇还没理解沈晴的意思，而一旁的沈寿猜到了沈晴的想法。姐，你的意思是？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那些凤凰酒楼的人傍晚还会来收一次小龙虾，到时候你拿着这625块钱再收购625斤小龙虾，那我们一天的纯利润就能达到281块2毛5。沈三夫妇听到沈晴这话，顿时激动了起来，这是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收入。这下子我们家要发财了。那秦三河以为自己做点海鲜生意就了不起了，等我儿子女儿把他生意抢下来后，我看他还能靠什么跟我得意？没错，等我把秦三河的生意抢过来后，我让他哭着跪下跟我们磕头道歉。等下我先把上午的货款给他们，这样就是再赊个1000斤小龙虾，村民们应该没什么意见。这样下来，我岂不是有几百块的利润？我的商业头脑真是强的可怕。弟弟，你等下赶在秦三河之前把小龙虾收掉，虽然你的价格比他的高，但就怕中途有什么意外。姐姐你就放心吧，这些村民现在绝对不会卖给秦三河的，这多的可都是真金白银。殊不知陈经理让货车先走，他独自一人又返回了秦三河家中，并且给秦三河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秦三河听到也有些诧异，他没想到沈寿竟然有这个头脑。秦老板，这一批小龙虾我已经给他压价了，他下午肯定会继续收小龙虾卖给我。陈经理，那你还打算继续收沈寿的小龙虾吗？陈经理闻言一惊，立马毫不犹豫地表明了立场。那自然是不可能再收了，秦老板你才是我们凤凰酒楼长期的合作伙伴。陈经理中午之所以愿意收沈寿的龙虾，实际上就是让这小子尝点甜头。只要他继续去收小龙虾，那所有的小龙虾都要被他砸在手里。陈经理，这样一来你可得损失不少的小龙虾货源啊。不打紧，那小子的人品我信不过，还是和秦老板您合作更稳妥。其实陈经理也不得不这么做，他们酒楼和秦三河可不只有供货商的关系，酒楼里的爆款菜品的菜谱可都出自秦三河之手。就算自己不愿继续跟秦三河合作，自己的老板柳月也不会同意的吧。陈经理这个人情我记住了，柳老板那里有机会的话，我会替你美言几句。那就麻烦秦老板了，店里有事我就先回去了。说着陈经理便转身离去。那姓沈的一家居然敢抢你的小龙虾生意，真是岂有此理！我去找他们算账去。孩子他娘，你去能干嘛？这小龙虾生意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能做，别人一样可以收购小龙虾去卖，你去闹事也讨不着什么便宜。是啊妈，你还是安心的待在家里吧。陈经理不是说了吗？
并不会跟沈寿合作。听闻此言，李翠花才慢慢冷静了下来。就应该这样，让沈家人跌一个大大的跟头。以前瞧不起我的儿子，现在又想撬我儿子的生意，真是不要脸。随后，秦三河趁着空闲来到了喜来罐头厂。秦老板，报了。喜来厂长不要激动，慢慢说。从中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商家打电话过来，问我们是不是江东日报里提到的喜来罐头厂。原来上午最新的江东日报发布出来后，当他们看到多吃牛肉的好处，并且得知本市就是有2名高中生因为常年吃喜来罐头厂的牛肉罐头，一个考上了水木大学，一个考上了京都体育大学，纷纷跑到附近的超市抢购一空。只是半天的时间，我们喜来罐头厂就收到了1万件的牛肉罐头订单。闻言，秦三河的眉头微皱。才1万件的牛肉罐头订单吗？才，秦老板，这个订单量不少了，对于我们厂子来说，已经是突破历史新高了。席厂长，你的目标就不能定得高一些？半天1万件牛肉罐头算得了什么？要知道我们的仓库里现在还有13万件牛肉罐头。听到秦三河的话后，喜来厂长彻底呆住了。他没想到原来秦三河居然有这么远大的目标，自己以前居然还只以为他是一个得过且过的商人老板。秦老板，是我格局小了，我一定会想办法再提高喜来罐头厂的销量的。现在倒不用着急，今天下午的订单量只是一个开胃菜，我有信心明天的订单量会提高3倍。什么？提高3倍的销量？这怎么可能？闻言，喜来厂长一脸的惊讶。席厂长，现在这报纸只不过是发布第1天而已，还有很多老百姓没来得及看今天的报纸。今晚老百姓们吃过饭，坐在电视机前看报纸的那段时间，才是最影响我们罐头厂销量的时候。那秦老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早睡早起，明天你有得忙了，让子弹飞一会吧。另一边，本来满脸春风得意的沈寿，此刻正经受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滑铁卢。他好不容易从沈家村的村民手里收购上来1000斤小龙虾，却被陈经理拒绝收购了。陈经理，我们村的小龙虾同样生猛个的，一点都不比秦三河的差，你怎么就不要了？不好意思，我已经从秦老板的手里收过足够量的小龙虾了，已经不需要再额外收购小龙虾了，所以你的小龙虾我不能再收了。听到陈经理这话，沈寿顿时慌乱了起来。如果陈经理不要他手里的小龙虾，那他这1000斤小龙虾可都要砸在手里了。他还欠着村民们800多块钱，如果买卖没谈成，就算把自己卖了也还不起这800多块钱啊。陈经理，你是不是觉得收购价太贵了？我们还可以再谈谈的。如果你觉得收购价太贵，我可以再降一点。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不合适的买卖，只有不合适的价格。陈经理闻言眉头微挑，这小子反应还是挺快的，居然这么快就懂得降价销售，心里又一个计划悄然浮现。你肯降价，那你打算降多少？陈经理，1块1毛钱1斤的价格怎么样？谁知陈经理露出一抹不快的神色，看着陈经理的脸色，沈寿慌了。陈经理，价格不满意的话，我们还可以再谈。沈寿兄弟，做生意就是要站在双方共赢的前提下，你能赚钱，我也能省电。像你这种漫天要价的，我可不敢和你合作啊。陈经理，不知道你的意向收购价是多少？9毛钱1斤吧，你要卖我全要了。此话一出，沈寿的面色一变。9毛钱1斤，这怎么行？这也太少了，我要亏本的。沈寿兄弟，来之前我都打听过了，秦三河老板和你们收购小龙虾的价格是8毛钱1斤，我现在按照9毛的价钱收购，已经让你赚1毛钱1斤了。沈寿的面色一变，为了面子，他可是1块钱1斤收购的，9毛钱1斤卖是要赔本的。这1000斤小龙虾那可是100块钱的净利润了，你就收了半天小龙虾就让你赚100块钱，这要是让你们村里的人知道，都不知道怎么羡慕你啊！沈寿一脸的无奈之色。陈经理，话虽然这么说，但这小龙虾我是按照1块钱1斤和村民收购的，你总不能让我亏本吧？1块钱1斤，你说的怎么这么贵？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和村民们按照多少钱收购是你的事情。说完，陈经理脸上露出一抹不耐烦的神情，就准备离开。陈经理，9毛钱1斤就9毛钱，我答应了。见到沈寿妥协后，陈经理的嘴角扬起一抹弧度，看向沈寿的眼神充满了鄙视。那行，我先看看龙虾的品质。说着，陈经理故意挑了一只最小的龙虾拿了起来。这次的龙虾不但个头小了很多，就连鲜活度也不是那么的好。沈寿兄弟，你这小龙虾的品质不对啊！怎么不对了？你看这只小龙虾个头太小，都快赶得上虾苗了，里面只有一点肉。我要是拿这种品质的东西弄上桌，我的大酒楼招牌还不得毁了？沈寿看到心里已经都要破口大骂。自己下午的时候和秦家村的村民收购小龙虾，并没有详细看过这些小龙虾的品质，现在才知道村里人为了多赚钱，个头小的鲜活度不高的都拿来卖了。陈经理，要不你挑一些收购了也行，你要是都不要，我今晚可就要血亏了。沈寿兄弟，我很忙的，哪有时间陪你慢慢挑小龙虾？陈经理，看在我也不容易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吧。这一批小龙虾我全都收了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价格上。沈寿听闻此言，眼神一亮，就是价格低点也比丢了好吧。陈经理，多少钱1斤你要？你开个价吧。
5毛钱1斤，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就算了。沈寿闻言面色一沉，但犹豫了几秒钟，还是答应了下来。行，陈经理，就按照您说的5毛1斤吧。看沈寿同意，陈经理拿出500块递给了沈寿。很快，沈寿拿着500块钱，心情复杂的走回了家。儿子手里的小龙虾都出手了，今晚我们是不是发大财了？那肯定的，1000斤那我们就赚250块，我们要发财了。弟弟，把那500块钱本钱还给我吧，剩下的钱你可以继续拿来收购小龙虾卖钱。哪里还有本钱？这一次我们的本都赔光了。听到沈寿这话，三人都是一怔。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即沈寿就把事情的原委都说了一遍。现在他还欠村民们800多块钱，就算把这钱填补货款，也还欠村民们300多。我不是给你500块的本钱的吗？就算这次亏了500块，把村民的货款接了也还能剩点，剩余的钱哪去了？沈晴此话一出，沈寿的脸色一变。我说你今天早上鬼鬼祟祟的，是不是出去干坏事去了？沈寿知道这件事肯定是瞒不住的，于是摊牌了。那500块钱让我花了，今天的小龙虾都是赊的。我本来想着一口气收1000斤小龙虾，既能多赚点钱，又能把账填了。谁知道村民给我的小龙虾品质非常差。我那500块钱你到底拿去玩什么了？怎么一个晚上就花完了？这可是500块钱，普通人要辛苦干1个多月的工资。还没等沈寿说话，忽然传来了几名村民的声音。沈寿，听说你手里的小龙虾已经卖出去了，我们的货款应该结算给我们了吧？没错，你发财了总要给我们喝口汤才行。沈寿本来因为小龙虾的事情就对村民们很不满，没想到这些村民居然上门要货款了。什么货款？我什么时候欠你们货款了？沈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打算赖账了？你们送来了一批个头这么小的小龙虾，根本卖不了钱，我赖账了又怎么样？赶紧滚！沈寿这话顿时就激怒了这几名村民。沈寿这家伙这是准备耍赖了，乡亲们揍他！上集说到沈寿不愿支付村民的小龙虾货款，被几个村民打得鼻青脸肿，这是很快就惊动了村长。村长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当即勒令沈寿把拖欠村民的货款都结了。凭什么给他们结货款啊？他们给了我一批品质特别差的小龙虾，害我亏了这么多钱不说，现在又把我给打伤了，我没要医药费就不错了。品质的好坏也不是你说了算，当时收货的时候你自己没有认真检查，这件事情怎么能让村民们买单？钱货两清的道理你不懂吗？沈寿压根没把村长的话放在心上。这货款我是说什么都不会给他们结的，你们看着办吧。没错，凭什么让我儿子结货款？我儿子又没有做错什么。就是你不去追究村民以次充好的责任，现在还有脸找我们要货款。见到沈家人这种态度后，村长也懒得跟他们废话了。既然沈寿不愿意结算货款，那今天的事情我看还是报警处理吧，大家觉得怎么样？那个时候这种村子内部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内部解决，很少有报警的情况。如果真的有，那就是这家人惹得了全村人的不满。村长，咱们就报警吧，跟这样的人同村，简直就是我们的耻辱。是啊，村长，我们村子不养老赖，报警吧。很快一名警察接到报警后就来到了现场，经过一番了解后也确认了沈寿拖欠村民们货款，当即就准备协调此事。但怎奈那时候的人法律意识淡薄，听到赔钱后彻底急眼了。沈寿冲上去跟警察撕扯了起来。沈三夫妇看到自己儿子失踪，一股脑的全部冲了上去。不出意外的三人喜提小黑屋套餐。姐，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了，你快想办法救我们出去。是啊，女儿，快想办法救我们出去，我们是一分钟都不想多待了。女儿啊，快救救爸爸，爸爸快活不下去了。三人的脸色苍白，声音也没有以前的趾高气昂了，看出来这次是真的怕了。这派出所也不是我开的，不是我想救你们就救得了的。现在弟弟不仅欠了村民们的货款钱，还要赔偿医药费。小晴啊，你想想办法啊，再在这里待下去我会疯的。你们还敢对派出所的人动手？现在不仅要取得村民们的原谅，还要让派出所的人原谅你们。不说别的，就说赔钱这事，钱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听到沈晴这话，三人顿时急了。女儿，钱的事情你想想办法。这些年你和秦三河在一起，应该能从他身上弄到点钱吧？他应该不会这么绝情吧？没错，姐，你可以去找秦三河要钱，就是吃点亏也没什么。我真的受不了了。今天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秦三河也不会发生，这一切都是秦三河害的。我怀疑陈经理不肯要货就是他挑唆的。是啊，小晴，那些村民的货款还有医药费以及赔偿的钱，你都可以找秦三河要。听到父母和弟弟这话，沈晴的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等下就去找秦三河，我一定会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的。而此时沈家人袭警的事情也传到了秦家村。弟弟，沈晴的一家人出事了。听闻此言，秦三河几人脸上都露出一抹好奇之色。
大姐发生什么事情了？沈晴那一家人怎么了？随后秦万兰把沈家3口袭警的事情说了出来。听说昨天晚上沈寿和沈家夫妇都被带回派出所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吃几年牢饭肯定是跑不掉的了。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居然闹到派出所里去了，这真的是没想到。那姓沈的一家人也太蠢了吧！欠了钱还了就是了，居然耍赖还动手打人，现在连派出所里的叔叔都敢打，这不是自找麻烦吗？而秦三河听闻内心莫名的感到痛快。就在这时，忽然一道高傲的身影走了过来，不是沈晴又是哪个？秦三河，你给我一个解释。沈晴，你来干什么？我需要给你什么解释？秦三河，是不是你让陈经理故意压我弟弟的小龙虾价格的？秦三河的脸色淡然，感情这个女人是来兴师问罪了。沈晴，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明白，那我就告诉你，我弟弟昨天收小龙虾来卖，中午的时候陈经理给出来的价格还是十分正常的价格，可到了傍晚他就随便找理由压价，害得我弟弟不仅没赚钱，反而还赔钱了。做生意有赚有赔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陈经理压你弟弟的小龙虾价格和我有什么关系？秦三河，你别装了，肯定是你让陈经理压价，我弟弟才会亏这么多钱，才会因为给不起村民们小龙虾货款和他们发生了争执，现在更是被抓进派出所了。秦三河还是一脸的淡然之色，没有丝毫愤怒的表现。然后呢？你到底要表达什么？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所以你要替我弟弟承担错误，你要出我弟弟亏的钱，帮他赔偿村民们的货款，并且给担保金，把我弟弟和我爸妈从派出所里捞出来。听到沈晴这一副想当然的话，秦三河愣住了，他有一瞬间差点以为自己梦醒了，回到了20年后还和沈晴在一起，并且被沈晴支配的那段黑暗日子。要不要我顺便拿几万块钱出来，给你爸妈和你弟弟买点补品，让他们好好调养一下身体？看来你还是挺上道的嘛，这样再好不过了，你让我开心了，或许我会勉为其难的回到你的身边。秦三河听闻此言笑了，这个女人真是厚颜无耻。沈晴，我以前只是觉得你是个没主见的女人，伏地魔妈宝女，现在看来你不仅是个花瓶，还是一个没脑子的花瓶。听闻此言，沈晴的脸色一变。秦三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是头蠢猪脸皮厚，你弟弟欠钱关我什么事情？我凭什么要帮他垫付？还有你弟弟和你父母进派出所，那是他们活该，又不是我害他们的，我为什么要掏担保金？听闻此言，沈晴的小脸刷得红了起来，脑袋都快要埋进了胸口。沈晴，你搞清楚了，我和你已经没关系了，你弟弟的死活，你父母的死活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是马上就要结婚的人了，请你以后不要来骚扰我，我怕水仙误会。被秦三河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沈晴整个人都愣住了。你什么你？赶紧滚蛋，别在我们家门前晃晦气。你这个女人晦气，谁跟你在一起都倒霉，以后你不要在我们家出现了，免得给我们家带来霉运。你们听闻沈万兰姐妹两人的话，沈晴被气得满脸怒意，但她知道不是发作的时候，她还需要钱去救父母和弟弟。秦三河，我再问你一句，你给不给钱去救我弟弟？你死了这个心吧，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的。且不说他现在已经和沈晴没关系了，就算有关系了，他也不会去救。秦三河心里恨不得沈寿和沈家夫妇永远消失在自己面前，怎么可能会去救他们？然而就在此时，沈晴啪的一声跪在了秦三河的面前。秦三河，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就只有他们3个亲人了，我没有办法了，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有这个能力救他们。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但念在我们这几年的感情上，你最后帮我一次吧。沈晴的眼眶通红，看起来也是十分楚楚可怜。如果是寻常男人看到这一幕，恐怕真的会心软，但前世被沈家人折磨到欲生欲死的秦三河，心早已经如同磐石一般坚硬。你走吧，钱我是不会借给你的，你弟弟的事情我帮不了你。秦三河，难道你真的就这么绝情吗？我和你在一起这么久，你难道就一点旧情都不念吗？他刚想打感情牌，这个时候一道倩影走了过来，正是苏水仙听到动静赶了过来。三河哥哥，都说救急不救穷，你赚钱也不容易，可不能打水漂了。这沈晴真不要脸，以前百般看不起三河哥，现在看到三河哥发财了，又像狗皮膏药这样贴上来，真的是不知羞耻。苏水仙，你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秦三河、苏水仙，我记住你们了，我们之间的事情没完，你们给我等着。说完便灰溜溜的离开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沈晴的这一次离开就彻底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下午，秦三河接到了梁文的电话。秦老弟，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梁文大哥，我忘记什么了？秦老弟，看样子你真的忘了，我们凤凰茶楼明天就要开业了。听到梁文的话，秦三河一愣，眨眼间竟然就过去了1个月。这么快吗？我还以为还要很久。秦老弟，应该是你最近太忙了，才没有注意时间而已。听到梁文这话，秦三河有些不好意思了。这段时间自己好像并不算太忙，只不过在家偷懒罢了。梁大哥，你在茶楼等着我，我现在就过去。挂了电话，秦三河来到了凤凰茶楼。
秦老弟，你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听出梁文话中略带幽怨的语气，秦三和讪讪一笑，不敢反驳。梁文大哥，我这不是要把这段时间想的新菜谱找出来，所以花费了点时间吗？果然，秦三和此话一出，梁文的眼睛顿时一亮。秦老弟，你又想出新的茶点来了？对，虽然只有2道，但是目前应该是够用了。这时候，秦三和忽然注意到了旁边站着的女服务员，容貌长得精致，让人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梁文大哥，能招聘到这么多年轻好看的姑娘，看来你是用了心思了。秦老弟，你之前说的服务问题我是有认真考虑的，这些女员工都是我花了大价钱招聘的。每个包厢都配有服务员吗？听闻此言，梁文一愣。包间配服务员干嘛？按照以前的习惯，一般包间的茶客都喜欢安静不被人打扰，所以包间里都是备好开水和茶具，茶客自行泡茶，服务员只在点菜和上菜的时候出现。梁大哥，我们茶楼的女服务员长得这么好看，要是都在大厅就有些浪费了，你挑一些最好看的，给他们安排上旗袍，让他们专门到包间里去给茶客点菜泡茶。梁文听闻此言一愣，每个包厢配一个服务员，那成本岂不是上去了？看出梁文的疑惑，秦三和慌忙解释：梁大哥，我们包厢可以设定最低消费啊，最低消费必须超过30块钱，如果茶客点的茶点没超过30块钱，最终结账的时候也要按照30块钱来支付。那我们怎么保证我们包厢服务员的收入呢？这个也很简单，在包间的服务员可以从每30块钱的消费里面抽成1块，毕竟我们的服务员不但好看，服务质量也高。听完秦三和的解释后，梁文眼睛大亮。秦老弟，你这个建议真的太妙了。茶楼赚了钱，茶客养了眼，女服务员提高了收入，这简直就是一举3得的事情。秦老板，那沈晴真不是什么好女人啊！父母跟弟弟被抓进去了，她不想着救自己的弟弟和父母，竟然自己跑了。沈晴一家也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幸亏当初您没和他们结亲，不然现在肯定要被他们家拖累。可不是嘛，沈晴竟然自己跑了，真是造孽啊！她在这十里八乡的名声都臭成什么样了，就是不走沈家村也没有她的容身之地了。听到沈家村村民们的话，秦三和脸上露出一抹异色，这是直接放弃了自己父母跟弟弟。秦三和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带着收来的龙虾回到了家。秦三和每天能收购将近6000斤小龙虾，算上自家村子的2000斤小龙虾，他每天能出手将近8000斤小龙虾的数量。秦老板，现在这每天8000斤小龙虾仅仅够连锁店大半天的消耗，不知道秦老板的供应量能不能稍微再提高一点？现在凤凰餐饮集团下面的众多连锁凤凰酒楼都推出了小龙虾这道菜，所以现在的供货量每天至少要8000斤，勉强够用。每天还是有少部分食客吃不到。陈经理，你走我们村子外面的乡道时，难道就没有注意到什么异样？你们村子外面的乡道两边都种满了水稻，都是水稻田，有什么问题吗？陈经理，看来你是真的没注意到那水稻田里现在已经爬满了小龙虾苗。闻言，陈经理的面色一惊。秦老板，你是说稻田里能养小龙虾？没错，这是我们秦家村最新的农业养殖项目，把种植水稻和养殖小龙虾结合起来，用水稻的水生物养殖小龙虾，而小龙虾的粪便又给水稻提供养分，相互共生。秦三和这话听得陈经理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没想到稻田里竟然还能养殖小龙虾。这些用水稻养殖出来的小龙虾不仅干净卫生，而且营养也丰富。这种小龙虾我称之为稻花虾，到时候这价格估计要比野生的高不少。秦老板，这一批稻花小龙虾我们凤凰餐饮集团预定了，不管你开什么价格我们都要了。听到陈经理这话，秦三和也是一愣。陈经理，你确定你能做主？秦老板，我不是跟你吹，我现在虽然只是县城凤凰大酒楼的总经理，但我在集团内部还是能说上话的，你尽管相信我就行。见到陈经理都这么认真的说了，秦三和点了点头。陈经理，那我可把所有稻花小龙虾都留给你了。好的，秦老板，今天的小龙虾是8000斤，4块钱1斤，那就是32000块。等我明天还是直接给你汇款。秦三和收这些小龙虾才花了68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抛开成本的话，每天还能净赚25200块钱。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秦三和1个月的收入就达到将近60万块钱。儿子，没想到这小龙虾买卖这么赚钱，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做梦了一样。哥，你这么有钱，我以后是不是也不用干活了？小丫头，你想什么？就算我有钱能养起你，你也必须给我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小雪，你哥说的对，虽然你哥现在发财了，但是你也不能懒惰，你可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听到母亲的话，秦万雪的小脸一红。我就是开个玩笑，就算我哥不让我读大学，我也是要读的。秦万雪的梦想就是考上一个重点的大学，让自己成为父母的骄傲。小雪，你只要考上一个重点大学，我给你1万块钱的奖励。此话一出，秦万雪的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激动之色。哥，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只要我看到你的通知书，这1万块我立马拿给你。哥，你瞧不起谁呢？我一定会考上重点大学，惊掉你们的下巴。就在秦三和一家闲聊的时候，一辆轿车出现在了村口，看方向正是开往了秦三和家。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许久未见的王立春。你怎么来了？最近不是忙着铺路工程的事情吗？这不是很久没见你了吗？想你了就过来看看你。王立春此话一出，一旁的妹妹秦万雪就发出起哄的笑声。你能不能别这么肉麻？不是前几天才见过面吗？沈万兰的小脸通红，毕竟这是在父母的面前。我去厨房整几个下酒菜，你等下就在这里吃晚饭吧。还没等王立春答应，秦万兰逃似的走向了厨房。立春大哥，你今天来不仅仅是见一下我姐吧？是不是找我有事？秦兄弟真是神机妙算啊！我确实找你有事。是铺路工程的进度出现了问题？那倒没有，自从上次听了你的主意，现在迁坟的进度已经完成了8、9成，有些搁置的路面已经开始施工起来。这不是挺好的吗？按照这样的速度，相信用不了2年，国道扩建工程就能完成了。闻言，王立春的脸上露出一抹无奈之色。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确实是这样。只不过，秦三河看出王立春似乎遇到了难题，毕竟对方是自己的未来姐夫，能帮肯定要帮一下。立春大哥，有什么话你直说就行，说不定我还能给你出谋划策。是呀，立春，三河的脑袋瓜子灵光，说不定能帮到你。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现在按照工程进度的工程款还没下来。秦三河闻言脸色淡然，倒也不意外，对于工程人来说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上面拖欠承包商的，承包商拖欠分包商的，分包商拖欠工程公司的，工程公司拖欠施工队的，施工队包工头拖欠农民工的。立春大哥，你是不是关系没走到位？秦兄弟，该走的流程都走了，只要是在原则范围内的，我一个都没落下。如果流程都走到位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有找过相关负责人了吗？已经找过了，城建那边说工程款还没下来，但我在财政局的朋友告诉我，那一阶段的工程款早就拨下来了。听到王立春这话，秦三河的脑海中忽然浮现了一段关于前世的记忆。这段县城国道扩建工程进行的时候，县城城建局的一位副局长忽然内退了。这名副局长当时离退休还有3、4年，怎么可能会忽然内退？唯一的解释是他犯了什么错误。立春大哥，这段时间你的工程款一直不到位，有没有什么人接触过你？比如县城城建那边的？现在县城城建那边的人看我就像是看瘟神一样，哪肯见我。倒是最近有一个姓赵的过桥商人主动找我，问我要不要周转资金。秦三河闻言脸上露出一抹思索之色，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但是又不是特别的确定。说起来也奇怪，我以前找银行贷款，银行都十分爽快，但这一次却以各种理由拒绝我的贷款。那怎么办？银行不肯借钱给你，你手上的工程不就要停下来了吗？现在这种情况，我只能去找那个赵老板了。如果利息不是很离谱的话，也只能先从他那里过过桥了。不能借。看秦三河的面色严肃，王立春有些疑惑。秦兄弟，为什么不能借？立春大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负责和你对接工程的县城城建负责人，应该是一个姓赵的副局长吧？此话一出，王立春身体猛然一颤，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色。秦兄弟，你的意思是？立春大哥，你自己明白就好，有些话不好明说。王立春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愤怒。明明该有的流程我都已经走一遍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算计我？立春大哥，这种情况倒不是不能处理，只不过处理的办法可能会比较极端，而且这件事情一旦做了，很有可能会伤了和气。秦兄弟，你就直接和我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干吧，不能事事都低头，这样只会让一些人更加变本加厉。见到王立春这样说，秦三河也明白了他的态度，于是压低了声音跟他低语了几句。王立春听完之后，脸上也露出一抹惊讶之色。秦兄弟，你确定这样做真的可以吗？这会不会把事情闹得太大了？立春大哥，现在你只有2种选择，要么就是默默吃下这个哑巴亏，和他们借钱周转，然后支付巨额利息，要么只有这一种办法了。听到秦三河这话，王立春的脸色骤变。如果选择第一个方案，就意味着自己的命拽在别人的手里。第二种方法虽然撕破脸了，但姓赵的不是内退就是吃牢饭，不管是哪种结局，都再也威胁不到你了。听完秦三河的话后，王立春彻底沉默了，足足过了2、3分钟。秦兄弟，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回去准备这个事情。立春大哥不急于一时，吃完晚饭再走吧，我们都好久没见了，正好好好聊聊。王立春闻言思索了一会，点了点头。这件事情确实不急于一时。第3天早上，秦三河头昏脑胀的从床上醒来，原来就在前天晚上。秦三河是又菜又爱玩，酒量不行还要一直喝。完了完了，昨天凤凰茶楼开业呢，喝酒是真的误事啊。当他来到院子里，发现梁文黑着脸看着他。秦老弟真有你的，茶楼开业那么大的事情，你是一点不上心啊？我昨天打你电话打了有几10个，你都不接。秦三河听闻此言，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之色，这是自己重生后第一次喝酒，没有控制住量。走吧，秦老板，柳老板要咱们去汇报下茶楼的情况。随后秦三河跟梁文2人来到了柳月的办公室，让秦三河意外的是小兰竟然也在这里。梁经理，昨天茶楼第1天开业生意怎么样？
我们凤凰茶楼第一天的营业额是15992块钱，就差一点就能达到16000块钱的大关。听闻此言，柳月一惊，满脸的不可置信。梁经理，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营业额也太惊人了。是啊，梁大哥，怎么会这么多？本来秦三河想着每天能有1万块的营业额就很不错了，没想到竟然还超出了50%。这个账我已经核对了3遍了，确定没有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凤凰茶楼的生意真的可以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了。小月姐，这也太夸张了吧？这里只是一个小县城啊。我们凤凰茶楼开业第一天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成绩，这完全都是秦兄弟的功劳。秦三河闻言脸上浮现尴尬之色，开业当天自己在家呼呼大睡，这功劳确实不小。秦老弟提供的特色茶点非常的畅销，几乎每一桌都会复购第2份，才把我们茶楼的整体茶点销量都提高起来了。听到梁文这话，众人的脸上才露出一抹恍然之色，原来这就是凤凰茶楼开业第一天破纪录的原因。只需要花30块钱就能让漂亮的旗袍美女给自己倒茶，这种帝皇级别的享受也是酒楼的特色。秦老弟真是个人才，这都是梁大哥的功劳，全靠梁大哥我才能有口饭吃。行了，你们2个先别这么快高兴，毕竟我们凤凰茶楼只是开业第一天，这第一天的营业额不用太在意，后面的成绩才是重中之重。柳老板放心，这段时间我都会住在茶楼里，重点把服务搞好，绝对不会让食客出现不满意的情况。我只是在茶楼门口安排2个穿着旗袍的服务员，茶楼每天的营业额轻轻松松突破2万块。秦老板，我们仓库里的牛肉罐头全部清空了。这么快？秦三河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他原本预计需要1个星期才能清空的库存，现在竟然已经全部售罄。不仅你没想到，就连我也没想到。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原来他们发布的江东日报被北方的一个倒爷看到，觉得这个罐头有搞头，于是一口气直接订了5万件的牛肉罐头。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大客户上门订货，要不是他，可能我们的货还清空不了这么快。谁说不是呢？这几天我们厂子的订单量还很大，就算工人们全力生产，恐怕生产不过来，恐怕会有一些订单要延迟发货了。后面的订单量应该不会那么大了，慢慢发吧。就在这时，喜来厂长忽然想到了什么。对了，秦老板，有件事情我差点忘记和你说了，就是那个北方的老板提出想见你一面，你看这是？秦三河闻言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疑惑之色。好端端的见我干嘛？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如果你不想见的话，我就帮你婉拒了。既然他想见我，那就见吧，那就安排在凤凰茶楼吧。对方可是一口气订了5万件牛肉罐头的大客户，就算这牛肉罐头5块钱一件，那可是25万元的营业额。下午，秦三河趁着空闲来到了凤凰茶楼。秦老板，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曹猛曹老板。你就是喜来罐头厂的老板？曹猛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他没想到喜来罐头厂的老板这么年轻。是的，曹老板，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不知道曹老板见我是为了什么事情？实不相瞒，我在北方也开了一个罐头厂，只不过销量一直不温不火的。直到我看到了你写的宣传原稿，我就一直很想结交你这个朋友。曹老板，你太看得起我了，我也就是突发奇想，没想到能给罐头厂带来这么多的订单。秦老板，你不要谦虚了，我之所以订购你们厂的5万件罐头，就是为了跟秦老板合作。秦三河彻底愣住了，他没想到曹猛花这么多钱买下这么多罐头，仅仅只是为了合作而见自己一面。曹老板，可以详细说说你的合作方式吗？秦老板，我想收购你们厂子的牛肉罐头生产技术，并且我要在我们当地转发你的宣传文章。曹猛此话一出，喜来厂长的面色一惊。曹老板，你的要求太过分了。牛肉罐头的生产技术是我们在海外购买来的，这是我们喜来罐头厂在江东市的立身之本，怎么能卖给你？曹猛似乎早就意识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秦老板，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罐头厂就算学会了这牛肉罐头生产技术，也绝对不会南下。我们以长江为线，我专供北方市场，你专供南方市场。抱歉，曹老板，这喜来罐头厂是我一个好朋友卖给我的，我既然接手了，就肯定要把它做大做强，出售生产技术，那是一家即将倒闭的工厂才可能做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听到秦三河这明确拒绝的话，曹猛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失望之色。曹老板，我们或许可以换其他的合作方式。秦老板，你的意思是？我这里有2种合作方式，你看看你能接受哪一种？曹猛的脸上露出一抹希望之色。秦老板，愿闻其详。第一种是你将牛肉罐头带回北地去卖，我们厂子负责物流跟路上的运损，我们还可以在之前谈好的价格上再压5毛钱一件。这种方式有点像后世的包邮到家了，这样一来，曹猛就只需要专心卖牛肉罐头，什么都不用想，做起来罐头厂最好的销售。但曹猛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又怎么可能甘心只当一个经销商？秦老板，不知道第2种方式是什么？第2种合作方式也很简单，你不是说你的罐头厂生意不太好吗？那我们喜来罐头厂直接入股你的罐头厂，你占股70%，我们占股30%，我们的牛肉罐头生产技术免费提供给你们，
在资金上我们也会注入。曹猛听完之后，脸上也露出一抹惊讶之色。这样一来，自己的罐头厂还是自己的吗？秦老板，这恐怕不太好吧？我的罐头厂虽然经营不善，但勉强生活还是可以的。入股这种事情，如果你的罐头厂还能经营下去，你也不会想到和我收购牛肉罐头生产技术吧？曹猛的脸上浮现一抹惊慌的神色，仿佛自己被眼前这个毛头小子看穿了一切。秦老板，你猜得很对，事实确实如此。我现在已经有些穷途末路了。他的罐头厂现在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到了破产清算的边缘了，这才来到江东市也是最后一搏了。只要和我合作，我会给你提供技术，提供资金，将你的罐头厂盘活，而你需要付出的只不过是30%的股份。听闻此言，曹猛沉思了许久。罐头厂想要起死回生，就必须要改革，而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似乎有这样的商业才能，与其破产清算，不如放手一搏。秦老板，你说的第二种合作方式我同意了。曹老板，你会为今天的决定感到骄傲的。你的罐头厂用不了多久，就能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罐头厂。那以后就仰仗秦老板了。就在这时，秦三河忽然想到了什么。曹老板，听说你那边的田螺挺多的。是挺多的，都在田里，基本没什么人吃。说完这话，他的面色一变。秦老板，你的意思该不会是想要我弄螺肉罐头吧？答对了，曹老板，你果然是个聪明人。生产罐头产品是需要因地制宜的，但有时候也看审时度势。想要盘活曹老板的罐头厂，就必须另辟蹊径，而曹猛家乡的田螺肉就是一道不错的食材。秦老板不行的，田螺在我们那边满地都是，根本卖不出去的。田螺是一种富含蛋白质、富含磷钙等微元素的食材，而且还有消渴利尿消肿等药用价值。我完全可以写一篇田螺的食谱稿子，在你们当地报社登报。只要你们及时把螺肉罐头这款产品推出，一天想要有个大几千件的销量绝对没有问题。听到秦三河这话，曹猛的神情也变得有些激动起来。如果一天能卖出大几千件田螺罐头，除开成本，他的罐头厂也有上万块钱的收益，一个月下来赚个6位数的收入，还不是很轻松的事情。秦老板，您的文笔我是相信的，可是田螺的口味也是非常重要的。曹老板，这一点你不需要担心，我们老板可是这凤凰茶楼的老板之一，这里的特色茶点都是他想出来的。听闻此言，曹猛的面色一惊。这段时间凤凰茶楼在县城的声势不小，只要是从商的百姓都知道这一家古色古香的新茶楼，里面的特色茶点更是让人津津乐道。没想到秦老板还有这等天赋，那我的厂子这次有救了。曹老板过誉了，我只不过空闲的时候喜欢钻研些吃的而已。这香辣螺肉罐头的秘方，我晚些让喜厂长教给你。接下来的几天里，秦三河每天都会去凤凰茶楼观察一下茶楼的生意，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才能及时的解决问题。三河兄弟，幸亏你这几天过来帮我忙了，不然我一个人还真的应付不了这么多事情。庆幸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几天随着我们凤凰茶楼的名声打出去后，越来越多的食客来我们茶楼喝茶谈生意了。是啊，除了第一天我们茶楼的营业额只有1.6万，从第2天开始，我们茶楼的营业额就没有低于2万元的。梁文的脸上露出一抹激动的神色，月营业额60万，在这个年代，在这么一个小县城，那几乎是奇迹般的成绩。梁文大哥，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毕竟不管什么餐饮店都是开业前期的收益不错，后面基本就是做老顾客的生意了。梁文听到秦三河这话也是微微点头，他是做餐饮出身的，当然明白这个道理。虽然知道营业额后面会跌，但我们的服务质量不能降低，必须把每一名新进门的顾客都转变成我们的老客户。秦老弟，你放心吧，我会监督好员工们的。第2天一早，秦三河就接到了柳月的邀约电话，随即他安排好家中的一切后来到了柳月的办公室。秦老弟，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这凤凰茶楼的生意居然这么火爆。柳月姐，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就是把味道做好，把服务做好，就这么简单。这2个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秦老弟，看来按照这样的速度下来，凤凰茶楼迟早要成为江东市第1茶楼。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确实会。柳月姐，你这次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我们凤凰餐饮集团准备开茶室了，你这茶楼可就要有对手了。秦三河闻言一惊，凤凰餐饮一直做着酒楼的生意，怎么忽然间想起开茶室了？柳月姐，你打算开茶室？怎么，你怕了？怕那倒没有，只是好奇你怎么忽然想到要开茶室而已。他确实没有怕的意思，在凤凰茶楼喝茶不仅是吃它的味道，还吃它的服务和感觉，这些都是一个酒楼没办法给到的。当然是看到你们凤凰茶楼赚钱后眼红了，也想在茶室上分一杯羹了。柳月姐，你应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吧？没错，酒楼只有传统的茶点并不行，还得有吸引食客的茶点。我看你们凤凰茶楼的特色茶点就很不错，你看能不能让我们凤凰大酒楼也推出这些特色茶点？当然我不白用你的，我会支付一笔使用费。柳月作为凤凰茶楼的大老板，直接将这些特色茶点的菜谱拿回凤凰酒楼使用，秦三河也不能说什么，跟秦三河说下也是为了表示对秦三河的尊重。柳月姐，说什么使用费的？凤凰酒楼想要用的话，直接拿去用就行。听闻此言，柳月忽然沉默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开茶室抢了秦三河的生意，
就算拿到菜谱，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没想到秦三河不仅同意了，而且还连使用费都不要。秦老弟，你后天有时间吗？柳月姐，后天你是有什么事吗？到时候你来找我，我有一笔生意和你谈。重生90年代，我靠着前世记忆积累100万身家，对此我并不满足，还是对国民品牌老干妈下了手。接上集，喜来厂长，你觉得弄水果罐头可行吗？水果罐头对于我们南方地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赛道。我们江东市本来就是水果大市，拿去市场上有时候卖不过工钱，最后很多水果就只能烂在树上了。江东市目前的水果产业确实如秦三河所说，虽说漫山遍野都是水果，但根本不值钱，也卖不出什么钱。秦老板，这些水果制作成水果罐头，恐怕在当地市场并不太好卖。江东市是水果大市，新鲜的水果根本吃不完，老百姓未必愿意花钱去吃水果罐头。我也没说在本地卖啊，曹老板就是北方人，北方寒冷季节时间长，水果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黄桃罐头能成为北方水果罐头之王的原因。听到秦三河这话，喜来厂长若有所思。北方人并不是有多喜欢吃黄桃罐头，只不过是他们没有选择而已。秦老板，接下来怎么做你直接说吧，我都听你的。你先开始招人扩大生产线，我们喜来罐头厂的第2个罐头产品就是龙眼罐头。秦老板，我们厂子只有稳定的牛肉供应商，这龙眼水果的供应问题。龙眼的供应问题我会解决，5天后我就会让人送来第一批龙眼水果，到时候我希望你已经招聘好工人，并且可以单开一条生产线。秦老板放心，5天内我一定会开出一条新的生产线来。回到家后，秦三河买了点礼品，来到了村长家。三河，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还带着东西？是不是又有事找我？村长，先送你个好东西。这是华为 Mate 60，这太贵重了，你快拿回去。我领的，没花钱，你收下吧。领的，我之前也下载过很多左下角，但是去看根本没库存。我看看，你下载错了，不是从我们左下角下载的，当然领不到了。都是左下角，有什么区别吗？最近打着零手机旗号的广告鱼龙混杂，一定要辨别清楚。果然是我下错了，一定要认准这条视频左下角的先魔记才行，是经过抖音官方资质认证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都是人手1份配套送的。你看我们粉丝群里这么多人都领到了，还真是，我一上线就有领取界面了。快点左下角链接下载，上线升级苹果华为，轻松领到手。村长，我确实有点事情要麻烦你。就知道你这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我们村的那些果山上，我记得是种植了许多果树的。我就知道你小子是奔着那些果树来的。村长，那些果树上都结满了果子，要是没人承包，就算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上山采摘，也会烂一大片在树上，这得多可惜啊！你倒是会捡现成的，那几座果山上的水果很多都到成熟期了，直接找人采摘下来就能拿去卖。村长，这是不能这样想。如果我不承包果山，这些果子就要烂树上了。如果我承包了，肯定要花钱找人采摘吧，这样我能赚钱，村集体也有收入，村民们上山摘水果也有钱赚。闻言，村长沉默了下来。上一次他帮助秦三河承包鱼塘的时候，就没少被人说他偏心。三河，其实我也想帮你，但是盯上那座果山的可不止你一个，你想要拿下来，可能要出点血了。村长，承包租金这件事情好商呀，别人不管想用多少钱承包山头，我的价格都会比他们高一些。真快啊，我领的华为已经发货了。左下角很靠谱的，现在上线还有888红包，记得也去领。这几座果山对秦三河来说十分的重要，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拿下。这次我们拿回来了3座果山，加起来差不多1500亩，现在已经有人出到40块钱1亩了。这一次我也没办法偏袒你了。这样，我出45块钱1亩承包那3座果山，你看看这个承包价行不行？45块钱1亩已经是秦三河能出到的最高价格了，并不是他没钱了，而是这果山的价值就这么多。这个价格应该没人能超过你，不过明天我还是要开会讨论一下。虽然这一次按照正常流程走，但是这么高的价格应该是没人竞争了。村长，我有件事情还需要你帮忙。果山承包下来后，我需要雇佣一批果农帮我采摘山上的水果。您老人脉广，这事恐怕要麻烦你帮我了。3座果山有1000多亩，只靠秦家村的村民根本采摘不完，最终肯定还要请其他村子的村民来采摘水果。这件事就交给我吧。对了，这个采摘的工钱怎么算？按照斤数来吧，每100斤20块钱工钱，多劳多得。每100斤20块钱工钱，你这个价格也开得太高了吧？每100斤20块钱的工钱是我给你的价格，你怎么结算给工人那就是你的事了。村长的眼神一亮，他哪里听不出秦三河的意思，这是准备让自己吃回扣。最近一段时间，村长一直非常照顾我，一直没有找到感谢的机会。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承包果山的事情，我明天就在村办公室里开会讨论。回到家，秦三河坐在床上暗暗思索，不知不觉间已经重生了4个月了。4个月的时间里，我和沈晴退了婚，并且沈寿跟其父母也进去吃了牢饭，前世的仇也算是报了大半，并且现在的我也算小有资产了。他现在手头的资金已经超过了50万，而且并没有算名下产业的价值，如果算上的话，凑够100万的身家也是有的。4个月的时间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还是90年代的百万富翁，这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了。我的脑子里拥有前世那么多知识和记忆，如果在这个年代还成不了一个亿万富翁，那未免太窝囊了些，要加快进度了。第二天一早，秦三河便来到了茶楼查看经营情况。秦老弟，现在茶楼从开门到下班都是爆满，根本忙不过来。梁文大哥，这凤凰茶楼在你的经营下确实是生意兴隆，以后小弟是吃咸菜白粥还是燕窝鲍鱼，就全靠你了。梁文知道秦三河这是跟他开玩笑，默默一笑并未回应，但是转瞬又皱起了眉头。秦老弟，现在我们凤凰茶楼每天的营业额能够达到3万元，但这已经是巅峰了，毕竟我们县城的体量就这么大。秦三河闻言并不意外，前期靠着特色茶点跟旗袍服务员能吸引一些食客，后面的营业额势必会下滑，到时候能稳定在2万元左右，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想要赚钱，只靠这一家茶楼是不行的。秦老弟，你的意思是我们开第2家茶楼？我们凤凰茶楼的招牌已经在县城打出去了，而且县城体量就这么大，再怎么经营也不会超过3万元每天的营业额，想要增加收入只能开分店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同时在江东市下面的另外2个县级市先开一家凤凰茶楼。以现在他们的实力，就算同时开2家凤凰茶楼，也不会在资金上遇到什么问题。而且按照之前和柳月的约定，从第2家凤凰茶楼起，都不需要跟凤凰餐饮集团分红。梁文大哥，我们凤凰茶楼这个连锁品牌就靠你经营了。等新店开业的时候，我会拿出新的茶点菜谱来。梁文的眼睛一亮，如果有了新的茶点菜谱，那他运营新店又多了几分的把握。从茶楼离开秦三河，来到了罐头厂。席厂长，新厂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秦老板，你考不考虑再买一个罐头厂？秦三河听闻此言也是一阵惊讶，他不知道喜来厂长为什么忽然说这个。我一个朋友，他手里有一个小的罐头厂要出手，设备还很新，工人也都是熟手。我们厂子不正需要生产线吗？我就寻思着能收过来，那肯定更合适。喜来厂长，不知道你那个朋友打算以什么样的价格出手？我还没有具体问过他，但他的意思我估摸着应该要10万块钱左右。10万块，如果是打包厂房设备还有工人的话，这倒不贵。喜来厂长，你帮我约一下他。下午，凤凰茶楼里，一个中年男人满脸笑容地看着秦三河。真是感谢秦老板给我这个机会，这段时间不少老板来看了我的罐头厂，都是各种挑毛病压价格。秦三河听闻此言微微一笑，这宋人倒是个实诚人。宋厂长，你这个罐头厂我是很有意向买，只是不知道你打算以什么样的价格买。听到秦三河这话，宋人脸色也变得认真起来，他略微思索了几秒后，秦老板，我只要10万。他家中的老人生病住院，不得已才会出售自己的罐头厂，否则他真的不舍得卖。10万块钱就能将工人、厂房、设备、技术都一起打包的话，这个价格并不高。那秦老板，您的意思是同意收购我的厂子了？我可以收购你的厂子，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希望宋厂长能答应。秦老板，您直说就行，我能做到的，我保证答应。我想让你留下来继续帮我管理厂子。听闻此言，宋人的面色一惊，整个人都愣住了。秦老板，您别开玩笑了，这厂长的职位您不打算换成自己人吗？您就放心，我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宋老板，我没和你开玩笑，我是真心想让你成为我的新厂子的厂长。听到秦三河这话，宋人彻底沉默了。这下子他才是确认秦三河的话是真的。秦老板，为什么是我啊？难道你就不怕我联合工人架空你啊？听到宋人这耿直的话语，秦三河也乐了。宋厂长，我决定反聘你当厂长，就是对你放心。如果你真是那样的人，我也有雷霆手段能把你揪下来。况且宋厂长肯定不是那种人。听到此话，宋人的目光中流露出一抹光芒，因为耿直他可没少被欺负。现在秦三河器重他，让他内心很是感激。秦老板，如果你看得上我的话，我愿意帮你管理秦记罐头分厂。对了，秦老板，咱们厂以后还生产黄桃罐头吗？我有新的水果罐头正在筹备，也就这几天的事情了。听闻此话，宋人也是点了点头。喜来厂长，以后肉类罐头就在1厂生产，而所有的水果罐头就在2厂生产，混在一起卫生上容易不达标。听到秦三河这话，喜来厂长露出一抹失望之色。本来他还想着靠水果罐头做出业绩，没想到秦三河直接把肉类水果分开生产。秦三河也看出了喜来的失落。喜来厂长，1厂可以着手生产新产品了，这是辣椒酱的配方。辣椒酱，我们这边的老百姓都不喜欢吃辣椒，这辣椒酱恐怕……秦三河闻言一笑，别的辣椒酱我不敢保证，但这个老干妈辣椒酱肯定会大卖。3分钟之内将所有的黄金都给我装起来，否则我就在你的头上开一枪。三河，你明天去村集体交钱签合同，那3座果山就是你的了。感谢村长，
让你为了我的事情费心了。我辛苦点没关系，以后你能带着村民们发家致富，就是给我最好的回报。话我已经带到了，我就先走了。而这个时候，李翠花的脸上还挂着一抹异色。三和，刚才村长说你要承包果山，孩子他娘，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做吧，我们什么都不懂，还是不要掺和了。三和，你是越来越有本事了，那3座果山可是有上千亩吧？苏婶，我这只是小打小闹而已。你也别跟我谦虚了，马上你跟水仙的婚期要到了，该准备的要提前准备了。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忙茶楼跟罐头厂的事情，一转眼他的婚期也快要到了，他却什么都没有准备。我知道了，苏婶，婚房那边也建得差不多了，今天下午我就带着水仙去买3斤。苏婶点了点头，也没有再说什么。下午，秦三和带着水仙来到了县城的金店。先生，您想买点什么首饰给这位女士？我想给我未婚妻买一套结婚的3金，你看看有什么好的样式推荐？好的，这柜台里面的都是成套的3金，女士您看上哪个了告诉我，我给您拿出来试试。现在的黄金多少钱一克？女士，现在的金价是74块钱一克，另外我们需要加收100块钱的工费。听闻此言，秦三和一愣。要知道，在后市黄金可是达到650块钱一克，可以说是翻了9倍的价格。就在秦三和愣神的功夫，一个人影窜了出来，一把手枪抵在了秦三和的脑门上。3分钟之内将所有的黄金都给我装起来，否则我就在你的头上开一枪。服务员见到这一幕早就吓傻了，反应过来慌忙收拾起了柜台里的首饰。兄弟，你和其他人真不一样，别人看到我的枪都吓得不轻，只有你没什么反应。殊不知秦三和内心还郁闷着呢，只是过来买个3金而已，竟然还遇到了抢劫。大哥，你劫持一个人质就行了，能不能让我女朋友先走？男人本想拒绝，但是想着1名人质就够了，多了反而不好逃跑。行，那让你女朋友先走，今天算你不走运碰到了我，等会需要麻烦你护送我一程了，如果我死了你就得给我陪葬了。三和哥哥，我不走。听话，我保证会没事的，你先出去等我。苏水仙知道自己在这里也是累赘，于是不情愿地走了出去。而秦三和看见苏水仙已经走了出去，一肘击到了劫匪的胸口，劫匪吃痛，手上的手枪掉在了地上。忽然间一声，一枚子弹直直地射入劫匪的眉心。秦兄弟，你这一击顶心都用得恰到好处。王大哥，你怎么在这？我们最近正盯了一个抢劫黄金小麦的团伙，我看这个家伙眼熟，就跟那一路，没想到凑巧救下了你。劫持我的这个男人就是你说的黄金抢劫犯？是啊，我也没想到你们会这么巧，今天出现在这里。黄金抢劫大案，秦三和的脑海中闪过一道闪电，仿佛有一段什么记忆在他的脑海中苏醒。不好，秦兄弟，发生什么事情了？什么事情不好？建国大哥，你把你的手枪借给我。对了，你开车了吗？王建国听到此话一愣，配枪怎么能随意借给别人？建国大哥真的没时间解释了，你放心，这次可能还会让你立个大功。见到秦三和这认真的模样，王建国沉默了2秒，虽然知道违规，还是把配枪跟钥匙递给了秦三和。就在山顶别墅，我先出发，你等下让水仙回家等我。秦三和之所以这么急，是因为他想到了前世的一段回忆。金店确实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但是与此同时的山顶别墅里，一个港商千金在别墅中被3名穷凶极恶的凶徒折磨了3天，最终惨死。而那3名凶徒潜逃了数年才被抓到，那名女子正是小兰。而此时的山顶别墅里，小姑娘，我们只是为了求财，将别墅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我们吃饱饭，在这里休息3天就会离开。我可以把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别墅里休息，但你要保证不能伤害我。小姑娘，你放心，我们只求财不害命。书房里有15万的现金，其他的字画也值个30多万。才40多万，你这可不像是港商千金啊！这点钱想要买你的命可不够。闻言，小兰的脸上露出一抹慌张的神色。卧室里还有一个保险柜，里面还有一些黄金，我可以都给你，但是你不能碰我。大哥跟他废什么话？咱们哥3可是好些日子没开荤了，港商的千金一定更有滋味。闻言，小兰的脸上一片苍白。你们明明说过，只要我配合你们，你们就会放过我的。是啊，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配合我们，这当然包括伺候我们。听到劫匪的话，小兰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绝望之色。没想到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之际，竟然还要被人糟蹋。就在这时，3道响声在别墅客厅中响起，而那3名歹徒的胸口都出现了一个血窟窿。小兰，你没事吧？秦大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已经是经历过一次生死的人，生命马上就要倒计时了。想到这里，小兰当即就鼓起勇气。秦大哥，其实我一直对你……秦兄弟，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就不能留一个活口吗？正是王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建国大哥，他们可都是持有武器的，如果我不狠的话，那可能躺下的就是我了。随即，王建国留下处理现场，而秦三和则带着小兰来到了柳月家。当柳月得知事情的经过后，也是惊出一身的冷汗。秦老弟，今天真是多亏你了，不然我们家小兰可能就要没命了。我会告诉小兰的父母，他们一定会报答你的。我救小兰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并不是为了什么报答。说实话，秦三河也是惊出一身的冷汗。这一刻，秦三河才终于感觉到自己重生的意义是在哪里，不就是为了让前世遗憾的事情变得圆满吗？当秦三河回到家，发现水仙焦急地等在他家的院子里。三河哥，你终于回来了，我可担心你了。傻丫头，我没事，这不是安全的回来了吗？三河哥，你下午到底去哪了？王队长只跟我说你有紧急的事情，但我想亲口听你跟我说。听到苏水仙这话，秦三河本想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但当他注意到苏水仙那充满希冀的目光后，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苏水仙马上就要成为自己的媳妇了，有些事情不能再隐瞒着苏水仙。水仙，我不想骗你，下午的时候我又遇见了一场入室抢劫杀人案。随后秦三河将在小兰的山间别墅发生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苏水仙。三河哥，原来你下午遇到这么多事情，太吓人了，以后我不许你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其实他很想问清楚秦三河跟那女人的关系，但是嘴巴动了动，始终没有说出口。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我答应你，以后遇到危险我能躲就躲。苏水仙也知道秦三河只是敷衍，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肯定毫不犹豫的还会去做。第二天一早，秦三河早早的来到了秦记罐头分厂。宋厂长，不知道现在分厂每天能生产多少罐龙眼罐头？以我们厂子的生产速度，每天能生产1万件龙眼罐头。一天1万件龙眼罐头吗？这能消耗多少斤龙眼肉？虽然除开了龙眼核的重量，但因为龙眼肉和糖水混装，1万件1斤的龙眼罐头，实际也是损耗1万斤龙眼。听到宋人这话，秦三河的心里也在暗暗盘算着。他手里的一座山差不多有500亩，1亩地大概能产出4000斤龙眼，500亩地也就是100万斤龙眼。按照这样的生产速度，恐怕要将近3个月才能将山上的龙眼都消耗完。不够，还是不够。我们厂子的罐头生产速度以现在的体量来说，在整个江东市都算是不错的速度了。想要再提高生产量，恐怕就要扩充生产线了。那就扩充，原有的生产线不够，我们就增加新的生产线。秦老板，我们这么快就开新的生产线，会不会太冒进了？宋厂长，这龙眼罐头你尽管生产，生产线也尽管开，不管生产多少龙眼罐头出来，我都能销售出去。我只有一个要求，1个星期后，我们的龙眼罐头生产量必须达到每天3万件。听到秦三河这话，宋人也不再说什么。既然老板都说了，那自己的目标就是拼命生产龙眼罐头。那我等下就去联系设备。接下来的几天里，秦三河每天都在果山督促工人们采摘龙眼。村长，我们的工人采摘龙眼速度还是太慢了，能不能再招一些工人提高采摘量？三河，现在工人们每天采摘的龙眼数量已经达到2万多斤了，就这样的数量还不够吗？村长，我们的龙眼山有500亩地，有100多万斤龙眼，就算每天采摘3万斤龙眼，也要2个多月时间才能采摘完。我等的集树上的龙眼可等不了这么久，再这样下去，恐怕会有很多龙眼直接烂死在树上。听到秦三河这话，村长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那我继续想办法扩招采摘工人，不过现在附近几个村子能招来的工人基本都招过来了，就算再招可能要稍微跑远一点了。没事，村长，您尽力就行。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的下午，秦记罐头厂2厂里。秦老板，今天送来了6万斤的龙眼。秦三河听闻此言也是一惊，村长这么快就找到工人了，这采摘量直接翻了1倍还多。秦老板，我们现在厂子的生产速度，一天是很难把这6万斤龙眼都是消耗掉的，就算是再开一条生产线也不行。一条生产线不行，那就再开一条。这6万斤的龙眼每天都要给我保证消耗完，因为以后每天都会以这个数量送过来。宋人一听这话，脸色一惊。秦老板，就算我们能消耗掉这6万斤龙眼，以现在北方市场的消耗情况来看，每天最多就是卖掉1万罐龙眼罐头，那剩下的5万罐龙眼罐头都要砸在仓库里。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你只要负责生产就行，销售的问题我来解决。秦老板，一天积压5万件，我们的仓库也放不下啊。我们的仓库大约能放多少的成品罐头？我们的仓库最多能放20万件成品罐头，也就是4天的时间。秦三河闻言沉思了一会，过了好几分钟才开口。宋厂长，你只要完成你的生产任务就行，销售任务我负责。等库存到20万件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我来处理。看到老板都这样说了，宋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点头答应。果然就在3天后的晚上，秦三河刚准备睡觉，就接到了宋人的电话，仓库里已经积攒了20万件的罐头。三河哥哥，我想清楚了，我喜欢你，我要做你女朋友。小兰，你别闹了，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说什么胡话呢？幸亏柳月姐不是外人，不然你的清誉就要毁了。柳月也是一脸无奈的表情。自从上次你救了他之后，他之前对你的崇拜就变成爱慕了，非说要当你女朋友，我已经劝了好几天了，他就是不听。三河哥哥，我知道你就要结婚了，但是这没关系的，我只是单纯的想当你女朋友。听到这话，秦三河彻底懵了。我都要结婚了，你当我女朋友还没关系。三河哥哥，你也知道我没几天了，我只是想单纯的跟你谈个恋爱，甚至你不用再去赚钱了，我可以养你。说到这里，小兰目光直视着秦三河，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在这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他就想和秦三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小兰，我承认你说的这些话很有诱惑力。一个资产7位数的小富婆说要养我，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听到你说的这话也会心动，我也不例外。所以三河哥哥，你是答应做我男朋友了？不，我拒绝。听闻此言，小兰跟柳月都是一愣，少奋斗几十年都不愿意。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但我已经有苏水仙了，我心里只能有她。这是我最后几个月的一个小小请求，为什么你不能答应？爱情这东西讲究的是一个先来后到，苏水仙是我在对的时间里遇到的对的人。小兰的身体猛然一颤，眼眶中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啦啦的往下流。三河哥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兰，秦三河终究是于心不忍。小兰，虽然我们不能当男女朋友，但我会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妹妹一样看待的。强扭的瓜不甜，自己如果强行要和秦三河在一起，只会适得其反。于是脸上露出一抹笑容。秦大哥，你说的对，从今天开始，我也把你当成我的好哥哥。小兰，你能想明白这一点，我很高兴。那既然这样，妹妹送哥哥一点小礼物也很合理吧？犯不上浪费钱，我在左下角就能免费领了。免费领？真的假的？你看我这发货物流都还在呢。左下角除了不限量苹果15配套送，还额外准备了我的专属福利5000台华为 Mate 60，都全新顶配机。我之前不信懒得下载，后面试了一下，结果这 Mate 60真领到了，其他人看到了也都一起跟着抢了。你也去试试呗。我也能抢吗？只要看到这个视频的都能点左下角链接进去抢，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还是官方包邮，隔天就到。那我怎么领啊？你就点左下角链接下载挂挂机升级，领到直接给你送到家。那我也去试试。小兰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停留太久。秦大哥，你这次过来应该不是来看我的吧？是有什么事找我们帮忙吗？是啊，秦老弟，你到底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你直说就行。我确实是有事情请你们帮忙，准确来说是找小兰帮忙。秦大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开口。随即秦三河将自己的秦记罐头分厂遇到的问题都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所以你想让小兰帮忙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处理掉这些龙眼罐头。柳月姐，你说不全对，我是想和小兰建立长期合作，将这些龙眼罐头都卖出去。你自己是专门生产罐头并且卖罐头的，你自己都没办法拿去市场上卖，小兰怎么帮你？国内的市场只能温饱，海外的市场蛋糕还是很大的。这个年头，南方的罐头市场渠道几乎掌握在甘竹牌罐头企业手里，而北方也有自己的罐头生产商。像秦三河这种半路入局的，混个温饱没问题，但想要开拓市场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秦兄弟，你的意思是想让小兰帮你把这些龙眼罐头卖到港岛那边去？港岛虽然大，但港岛百姓对于龙眼罐头的接受程度并不算大。我手里可是有20万多件龙眼罐头，而且按照这样的生产速度，1个月内还会有100多万件龙眼罐头。那秦大哥，你的意思是？听到秦三河这话，小兰也是有些迷糊了。我们想要把这100多万件龙眼罐头卖出去，就必须把它们卖到水果稀少的地方去，比如那些常年都是冰天雪地的国家，又或者是不具备生产水果条件的国家。柳月跟小兰都是一愣，秦三河这是有出口的想法。秦兄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小兰把这些龙眼罐头都运到港岛那边去，然后从港岛转售全球各国。没错，毕竟我们国内想要将龙眼罐头出口销售，需要走很多流程，时间上今年是来不及了。小兰能将这些罐头转售到海外的话，不仅我能赚钱，小兰也能赚钱。听到秦三河这话，柳月和小兰眼睛都是一亮。秦大哥，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居然能想到这么好的主意。现在许多海外国家水果稀缺，这罐头水果他们绝对能接受，而且也愿意出高价购买。是啊，我只要将这个医院和港岛那边的朋友说一下，有的人乐意帮我们转销。秦兄弟，那这些龙眼罐头你打算按照什么样的价格出售？现在罐头的成本就要4块钱一罐，就算是批发价，我的意向价也是不低于8块钱一罐，并且我不打算赚海外那边的钱，我是打算将这些龙眼罐头直接卖到港岛。至于港岛那边的商人将他们卖到全球各地多少钱，我就不管了。秦三河很清楚，这一块蛋糕自己不能吃完，必须给别人吃大头。毕竟自己没有人脉又没有资金，要想别人带着自己玩，就必须付出一些。行，秦大哥，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手里的龙眼罐头按照8块钱一件的批发价卖给我，我负责运到港岛那边去卖。至于我卖多少钱就不告诉你了，免得你肉疼。行，那你抓紧时间帮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将龙眼罐头运到港岛那边去卖？现在我们仓库里的龙眼罐头已经堆积很多了。行，我现在就打电话问问。说着，小兰拿起手机打了出去，大约也就过了2-3分钟。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到港岛那边了，销售的事情已经解决了，等会就有车去你的秦记罐头分厂运货。听到小兰这话，秦三河也愣了一下，这么快就解决了？第一批龙眼罐头是20万件，接下来这段时间你的工厂要加快生产速度，相信用不了多久，这20万件龙眼罐头就会销售完。这么快的吗？当然，这可是赚钱的买卖，你想慢点，我家那边都不会答应。随即秦三河打电话跟宋文交代了一下。秦大哥，这次你赚了那么多钱，总得请我跟小月姐吃个饭吧？没问题，那我们就去凤凰酒楼吃小龙虾吧。等秦三河回到厂子里，已经下午了。
所有的货也已经装走。秦老板，原来你从一开始就是打算将这些龙眼罐头都出口到海外市场去卖吗？宋人一脸震撼地看着秦三河，面前的男人虽然年龄不大，但是手段真的让人望尘莫及。把这些龙眼罐头出售到海外，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进军整个国内市场。秦三河十分清楚，虽然说国外的罐头市场对于水果罐头这个种类还是十分喜爱的，但是国外市场做得再好，也不如在国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秦老板，我一定会努力把秦记罐头分厂给搞好的。现在目前的生产线还是太少，这段时间在保证龙眼罐头生产量的同时，再多开几条生产线吧。秦老板，现在我们秦记罐头分厂的厂房已经容纳不了生产线了，如果想要扩充生产线的话，我们厂房的面积也需要扩大。宋厂长，附近应该还有不少的工业用地，如果只是建钢制的铁皮厂房的话，工期应该会很短。至于扩建厂房的资金，直接从工厂里拿就行了。好的，老板，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做就行了。等秦三河回到家，发现一家人都在激烈的讨论着什么。儿子，你回来的正好来给意见。给什么意见啊？你们在讨论什么呀？你婚礼的大席师傅，我觉得找我们自家村的师傅就行了，他的手艺是可以的，味道也好，而且又是一个村子的，不找他说不过去。孩子他爹，你这话我就不赞同了。虽然延生师傅的厨艺不错，但他的年纪已经大了，如果做个10来桌菜他还吃得消，可如果做多了他就搞不定了。我儿子的婚宴肯定是要摆几十桌的。没错，弟弟的婚宴要搞几十桌，延生师傅不行。我的建议是找隔壁村的秦生师傅，他才40岁，搞几十桌是十分轻松的事情。对，秦生师傅的手艺也很好，而且他做的炸鸡翅非常的好吃。听到小妹这话，秦三河也笑了。既然咱们家小妹爱吃这炸鸡翅，那就找秦生师傅吧。看见秦三河拍板，秦从也只能点了点头，随后带着秦三河来到了秦天家。老秦，你怎么来了？晚上别走了，我给你们做几个小菜，喝2杯。秦师傅，吃饭就不用了，我们这次来是有正经的事情要和你谈。当即秦从就说起了秦三河婚期的事情。像秦天这样的大席师傅，在10里8乡都是很受欢迎的，所以要提前预定。真是巧了，那天我刚好没事，不知道你们打算摆多少桌，是全包还是半包？全包就是由大席师傅负责食材的采购，半包则是主人家自己准备食材。我们打算摆30桌，按照全包来就行。那不知道你们打算按照多少钱一桌的规格？秦师傅，就按照300块钱一桌吧。300块钱一桌，三河你是认真的？300块钱一桌，在这个年代的乡村大席里已经是顶天规格了。寻常乡村人家办一桌酒席也就100块钱左右。秦师傅，我没开玩笑，就按照300一桌的标准准备30桌。30桌那可是要9000块钱了，不要说10里8乡，就算是镇上那也是少见的酒席规格。三河你放心，你的婚礼酒席我会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就等着瞧好吧。孩子他爹，三河结婚你看要不要把老二请过来？请二叔那个不要脸的干嘛？他之前根本就看不起我们家，我哥发达了以后竟然还想着抢我哥的3蹦子，真是太不要脸了。是啊，之前二叔都说跟我们家断绝来往了，要是请了他在婚礼上闹事怎么办？老二这个人虽然嘴巴是毒了点，但是在大事上应该还是有分寸的。毕竟是三河的婚礼，如果不邀请老二，恐怕村里人会说闲话。三河你是怎么想的？秦三河略微沉思了一会。二叔这个人虽然喜欢占点小便宜，但总归是我们自家人，如果我这个亲侄子结婚都不请他，那有点说不过去了。他相信二叔在大是大非上应该能拎得清楚，就算二叔真的要在婚礼上作妖，他也是应付得来的。而此时他二叔秦文家，你的亲侄子马上就要结婚了，居然也不给你这个当叔叔的发一个喜帖，这是传出去的笑掉多少人的大牙。秦文听到媳妇这话，脸色也是有些难看。可能只是老大最近忙着沈田婚礼的事情漏掉我们了，等他想起来就会把喜帖送过来了。漏了我们？这话你自己信吗？大后天就是三河的婚礼了，这个时候还没发喜帖来，说明根本就没打算邀请我们。秦文听闻此言，面色也是有些难看。他想到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有了悔恨之意。就算真的不请自己这个二叔，貌似自己也没有资格说什么。算了，不邀请就不邀请了，等他们结婚那天，我让人帮我随礼过去就行了。哼，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人家都没邀请你，你还去送礼？你以为你现在主动示好，你侄子就会记住你的好吗？听到媳妇喋喋不休的话，秦文莫名的有些烦躁。不管怎么说，三河都是我侄子，他结婚我这个做叔叔的就应该随礼。再说以前的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对，大哥帮助了我们这么多，现在想想我们做的那些事情，我都感觉到羞耻。听到丈夫这话，二婶嘴巴动了动，想要反驳什么，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们确实做错了。如果老大家真的不给我们家发喜帖，那就让人帮我们随礼吧。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家侄子结婚。看到自己老婆理解秦文的内心一喜，重重的点了点头。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不是秦从又是哪个？老大这么晚你怎么来了？这不是三河马上要结婚了吗？酒席就在我们村里摆，
这是三河的喜帖，到时候你们一定要过来吃酒席，你们可是他的至亲，可不能缺席。听到秦从这话，秦雯彻底呆住了，旋即他眼眶有些红了起来。老大根本没有忘记他，只不过是来迟了一些罢了。大哥是我不对，三河结婚，我这个当二叔的应该早早就帮忙的。你们这几天为了三河的事情肯定忙得很辛苦。老二，一切都过去了，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一切向前看。听到老大这话，二叔更加内疚了，就像一个孩子哭出了声。一旁的二婶看着也不是滋味。大哥，要不留下来一起吃个晚饭吧？你们两兄弟也很久没坐下来一起吃饭喝酒了。秦从本来已经吃过晚饭了，但听到老二媳妇这话，想了想也是点头答应。上一次和弟弟喝酒好像还是秦浪的升学宴上，这一晃就7、8年过去了。去把孩子买的好酒拿出来，我今天要跟老大不醉不归。2天后，随着一阵鞭炮声响起，秦三河跟水仙的婚礼正式开始。所有秦三河相识的人基本都到了现场。秦老弟新婚快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拿着。柳月的手中赫然是一个心形的礼盒，里面装的竟然是一个黄金手镯。秦三河脸上露出一抹愕然的神情。柳月姐，你这随礼也太大了吧？我这随礼算什么？小兰的随礼比我的大多了。秦大哥，你这结婚也太草率了吧，连个司仪都没有。小兰一阵的心酸，如果新娘换做自己的话，那一切都将不同吧。小兰，我们农村比不上城里，我们这边结婚也就是把新娘接回家即可。结婚前我也跟水仙商量了，她也不在意那些繁文缛节，所以我们就没有搞那些仪式。那个时候的农村就是如此，结婚就用3蹦子把新娘接回家，就算完成了结婚仪式。而水仙家就在秦三河的隔壁，就连3蹦子都省了。秦大哥，你看看我这个司礼，你喜不喜欢？说着，小兰把一份文件递给了秦三河。秦三河疑惑地接过文件一看，当场愣在了原地。小兰，这礼物太贵重了，还是请你收回吧。秦大哥，我这个人做事从来都不会冲动，都是想清楚才会去做的。让秦三河如此震惊的原因是小兰给他的这份文件太珍贵了。这个文件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如果秦三河拥有了这个国际贸易公司，就等于掌握了水果原材料生产销售3个环节。小兰，这份礼实在是太重了，我真的不能要，你还是带回去吧。秦大哥，这个公司是我的心血，更是我的一番心意，我把你当哥哥看待，你该不会连妹妹的一番心意都不愿意接受吧？是啊，秦老弟，这是小兰的一点心意，你不收下，小兰会不开心的。你今天要是不把我这个随礼给收了，我就和你绝交，以后也不见你了。秦三河看着小兰有些哭笑不得。小兰，你的心意我收下了，等我以后飞黄腾达了，一定忘不了你。秦大哥，你这话我记住了，等你以后发财了，我可要狠狠地宰你一顿。虽然他嘴上这么说，但是内心却痛苦不已。他能不能熬过今年还是个问题。入夜，秦三河别墅的婚房里，水仙，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听到秦三河这话，苏水仙顿时就理解了对方的意思，脸顿时就红了起来。我先去洗个澡。你刚才不是已经洗过了吗？衣服烂了。烂了就烂了呗，明天我给你买新的。就这样，秦三河新婚3天都没有管生意上的事情，两人整整3天没有出过门。直到秦记罐头分厂那边的厂长送人打来了电话，原来厂里的罐头已经积压了30多万件了。这时候秦三河才意识到自己已经1个星期没有去罐头厂了。当即秦三河来到了小兰的别墅。秦大哥，新婚这几天你可是失踪了，我们想找你都找不到，你这是和水仙嫂子去度蜜月了？看你这话说的，我的电话一直是开着的，你有事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小兰的脸色一红，她内心还是放不下秦三河的，多少次想打去电话都放下了。对了，秦大哥，你这次过来又是什么事？最近厂子里的罐头积压了不少，我想今天对接下贸易公司，不知道小兰你有没有时间？当然有时间，那等下我陪你去交接一下吧。小兰，你真的是送了我一个无比贵重的礼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秦大哥，这就是一个空壳的贸易公司，就只有一个物流业务，不算什么贵重的礼物。小兰，这物流业务才是真正珍贵之处，掌握了这个就意味着掌握着财富。有这么夸张吗？对啊，秦老弟，一个物流业务能有多特别？那如果我说我们秦记罐头分厂的龙眼罐头，用专门的物流团队将它们送到其他城市的商家手里，而且不需要他们支付运费，你觉得我们的罐头卖得出去吗？这怎么行？这样一来，单是来回的油钱都要亏死你。秦三河微微一笑，他们不知道后世的物流到底有多暴利。正常来说我肯定要亏的，但是如果是公司的物流团队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完全可以在全省各地安排好多条物流路线，沿着这条路线的各个城市商家下单订货后，我们就可以让这条物流路线的货车将货物装车，一次性运送出去。听到这里，小兰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惊讶之色。物流公司可是他创建的，所以其中的利弊他最清楚。这样一来，既可以确保货车能装满货，也能保证这条路线上的所有城市商家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货物，而且运费在这么多个城市、这么多商家的订单的分摊下，就能做到忽略不计。安排专门的物流路线，一次性满足多个城市商家的订单需求，还能分摊运费，
这确实是一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没错，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旦我们的物流公司在全省上的路线铺开，那我们的物流公司就不仅能做自己公司的生意，还能帮助其他公司运送货物。秦三河此话一出，柳月和小兰眼睛都是一亮。一旦秦三河的物流公司正规化，那不管对于本地的商家，还是对外地的商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秦大哥，你真是个商业天才，你以后的成就我都不敢想象。小兰，你别夸我了，再夸我就要飘了。咱们赶紧去交接贸易公司吧。等小兰带着秦三河来到贸易公司的时候，高层们早已排成一排等待着他们。小兰小姐，你来了。江经理，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是你们老板了，你们的老板是我身边这位秦三河秦老板。那几名高层脸上都浮现出惊讶之色，要知道他们以前在小兰的手下，每天不用干什么活却能得到高额的工资，如今换了新老板，就意味着他们以前的舒服日子要到头了。秦老板好，欢迎到公司视察。不用这么客气，我今天来公司不仅是接手公司，主要是和你们见见面，相互了解一下。这几年公司都是江总经理在打理吗？是的，秦老板，小兰小姐不在的时候都是我在打理公司。这几年公司没有盈利过1分钱，江经理你不解释解释吗？这几年小兰也没有怎么来过，公司连续几年没有盈利，工资的支出全靠小兰平时提供的业务。小兰小姐，我们公司的业务性质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只要对标国际贸易，而国内的产品有很多达不到国际贸易商品的标准，所以我们才迟迟没办法盈利。这不是我们公司不盈利的理由，这只能说明是你们懒惰了。以你们现在的能力，恐怕没办法继续担任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小兰此话一出，那几名公司高层脸上都露出一抹慌乱之色。老板不要开除我们啊，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啊。是啊，老板，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一定努力做好这份工作的。小兰并没有理会他们，而是看向了秦三河。秦大哥，你觉得他们几个应该怎么处理？小兰此话一出，那几名公司高层都纷纷看向秦三河，眼神中满是希冀之色。各位都是公司的老人，为公司做出了巨大的管理贡献。虽然这几年公司没怎么盈利，但至少也没有亏损。你们也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秦老板，是我们能力不行，没办法给公司创收。从今天起，我们公司正式改名为秦记物流公司，以后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物流。当即秦三河就将物流公司的主要概念业务、运作方式等和在场的几人简单的说了一下，并且交代了罐头厂运输的事情。江经理，这个公司还是由你来管理，只要你们干得好，升职加薪就是家常便饭。等下你就可以派车去罐头厂拉货了。几个高层都面露激动之色，他们不但没有被辞退，并且还有了升职加薪的机会，怎能让他们不高兴？秦老板，以前我们仗着小兰老板常年不来懒惰了，既然秦老板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以后绝对不会让秦老板失望。鱼塘里的罗非鱼生长得不错，总算没有辜负我们这段时间辛苦的培养。是啊，按照这样的生长速度，最多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些罗非鱼就能拿去卖了。三河哥刚刚完婚，等再过几天我们就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相信三河哥听到这个好消息肯定也会高兴。没想到罗非鱼这么快就被你们养大了，把鱼塘交给你们打理果然没错。正是秦三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边。三河哥你怎么来了？你刚结婚不在家多陪陪水仙嫂子吗？听闻此言，秦三河的老脸一红，自己可是3天3夜没出家门。我是那种人吗？那啥，你们这罗非鱼养得不错，可以拿去卖了。这鱼塘里每亩地有3000尾左右，10亩鱼塘大约有3万尾的样子。秦三河闻言微微一笑，你们这次可是要跟着我发大财了。狗蛋两人的面色一喜，他们没有跟村民一起挖生蚝，而是跟着秦三河干鱼塘，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跟着秦三河吃肉吗？三河哥，这鱼塘里的罗非鱼有路子吗？如果只是拿到集市上去卖的话，恐怕卖不了多少钱。是啊，三河哥，虽然我们鱼塘的罗非鱼长势很好，但是根本没有老板过来问价。秦三河看着满脸担忧的两人笑了笑，自己岂能打无把握的仗？放心吧，这些罗非鱼的货源我已经谈好收购商了，这3万尾罗非鱼恐怕还不够别人消耗的。还是三河哥你有办法？我们这罗非鱼能卖到什么价呢？我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一批罗非鱼在养殖之前，我就已经跟凤凰大酒楼的老板谈好了，这些罗非鱼的收购价不会低4块钱一斤。两人听到秦三河这话，脸上都露出一抹激动的神情。一条成熟的罗非鱼大概在3斤到5斤之间，如果真的按照1斤4块钱的价格收购的话，那每亩9000斤罗非鱼就是36000块钱。如果算上10亩地的罗非鱼的话，那至少可以卖36万块钱。就算他们只拿30%收益，那也是十分惊人的收益了。三河哥，你说的都是真的？他们真的愿意按照4块钱1斤的价格收购我们鱼塘的罗非鱼吗？这么大的事情，我还能跟你们开玩笑不成？你们这2天就在鱼塘把守着，我会让他们派人来运货的，到时候你们协助他们把货装上车就行。听到秦三河的保证，两人开心的点了点头。从鱼塘离开后，秦三河就回到了父母家，发现村长正跟父亲聊着什么。三河，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情找你呢。秦三河露出一抹疑惑之色。村长，你有什么事啊？
村长盯着秦三河看了好大会，过了很久才缓缓开口：三河，你觉得我们村子怎么样？现在的秦家村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至少大家都有活干，有口饭吃了。如果是以前，村子里的乡亲们还只能靠打伞攻下海捕鱼为生，生活过得也是比较拮据。可以说之前的村民一周才会吃上一顿肉，自从跟秦三河搞了海鲜的生意，各家各户的收入都翻了几十番，现在村民的餐桌上顿顿不离肉。是啊，现在因为在你的带领下，村子里的乡亲们都有口饭吃了。我也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看着我们村子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也打心底的高兴。对了，村长你找我是？三河，现在村民们家家户户虽然都在养小龙虾，但这毕竟是季节性的产品，过了这段时间，村里人岂不是又闲了下来？秦三河听闻此言，知道村长肯定是有什么打算。村长你有话直说就行，能帮到大家我也不会推辞。我是想着你能不能在村里搞个固定产业，然后带着村里人一起干，让他们在你的产业里打工或者干什么都行。听到村长这话，秦三河脸上露出一抹若有所思的神情。小龙虾养殖对于秦家村的村民们来说确实是一份工作，但养殖这东西是周期性的，需要长期投资的。村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可一时半会的我也不知道在村里弄个什么产业比较好。村长您既然说出这话，应该是有什么建议吧？村长的老脸一红，仿佛自己被面前的小伙子看透了。三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那我就直说了，你还记得我们村子外面出了乡道后在公路边上的那个瓷砖厂吗？知道，这个瓷砖厂开了10几年了，我小的时候就存在了。一开始是国营工厂，后面转办私营，最后完全私营。可就在3年前，承包瓷砖厂的煤老板身体状况日渐不好，只能把工厂交给他儿子来经营。他儿子却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目前在濒临倒闭的状态。这个瓷砖厂在煤老板儿子的经营下是越来越不行了，我就想着要么你把这个瓷砖厂盘下来自己经营。听到村长的话，秦三河也开始认真思索了起来。这个年代的房地产业正在兴起，未来20年那都是建筑行业暴利期，在这个时候进军瓷砖行业，绝对是一件好事。我和那煤老板也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这个瓷砖厂的设备、工人、技术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村长你说的对，这个瓷砖厂我非常感兴趣，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联系瓷砖厂的老板？三河，你真的愿意收购那个瓷砖厂？当然，这瓷砖厂能赚钱，又能让乡亲们有一份工作，又能帮到村长您的朋友，何乐而不为？闻言，村长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好好好，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我今晚就帮你联系煤老板，我们明天就去他的瓷砖厂谈，怎么样？行，那就这么说定了。等村长走后，秦从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三河，这瓷砖厂你有把握吗？别把钱打水漂了。是啊哥，这瓷砖厂早就不行了，你收过来先不说翻新的问题，就是设备跟产品的升级也不少钱的。他知道父亲和妹妹都是在担心他而已，如果他的脑子里没有后世的那些商业知识记忆，或许村口那个瓷砖厂还真的难盘活。但秦三河偏偏是重生一世的人，凭借着脑子里前世的记忆，想要盘活一个瓷砖厂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你们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这个瓷砖厂等我收购到手里后，你们就会看到什么叫做非一般的变化。秦从看秦三河这么自信，也没有再说什么，毕竟秦三河确实也没有干过赔本的买卖。第二天一早，秦三河来到了陈经理的办公室。秦老板你来了。陈经理的脸上露出一抹恭敬的神情。秦三河现在可是凤凰酒楼的重要海鲜合作商。陈经理，刚才我从大厅上来，这凤凰酒楼的茶是做的不错呀，还是你经营有方啊？秦老板你说的哪里话，整个凤凰餐饮集团谁不知道，我们酒楼能开茶室是因为你点头，让我们用了凤凰茶楼的特色茶点，这才吸引了食客前来。秦三河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停留太久。陈经理，我今天来的目的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刘老板已经给我打过招呼了，罗非鱼的事情我也知道，肉质鲜美而且少刺，你愿意将它们卖给我们酒楼是我们的荣幸，不知道秦老板有没有意向价？陈经理，不知道你打算按照什么样的价格收购我们的罗非鱼？之前双方已经约定过价格，按照4块钱1斤的价格收购罗非鱼，如今陈经理忽然问这个问题，恐怕有更深刺的意思。秦老板，我们之前约定好的价格是这些罗非鱼按照4块钱1斤的价格收购，但这次我做主了，你手里的罗非鱼我按照6块钱1斤的价格和你收购，你看如何？听闻此言，秦三河也是一愣。要知道一条罗非鱼重3到6斤，就算按照平均4斤重，那也是24块钱一条啊，3万多条岂不是要70多万？陈经理，你这给出的价格可不低，你能和集团高层交代？秦老板，你推出的许多特色菜品，让凤凰酒楼连锁品牌赚得盆满钵满。现在集团的高层都把你当成神一样膜拜了，就算我给你开10块钱1斤，他们也不能有意见。毕竟这几个月的营业额提高了5成不止。秦三河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一抹苦笑不得的神情。
秦老板，如果你对价格没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来收购若飞鱼了。就按照陈经理说的来吧。那行，秦老板，我让人下午就去秦家村把鱼运回来。鱼塘那边我已经交代好了，陈经理随时都可以派人过去。出了凤凰酒楼，秦三河又来到了凤凰茶楼。梅老板带着儿子早已等待多时，而村长因为要带队采摘龙眼没有过来。你应该就是老秦说的秦三河吧？来之前他还对秦三河做过调查，这个年轻人在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里，少说也有几百万的身家，这凤凰茶楼也是他的产业之一。梅老板闻名不如见面，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你的故事，你是一个大老板大企业家，我心里一直是敬佩你的。秦老板，你这么年轻就拥有这么多资产，而且干什么都能赚钱，我和你比起来什么都不是了。秦三河也没有墨迹，而是直接冲梅老板说起了正事。梅老板，不知道你那个瓷砖厂愿意按照多少钱的价格出售？听到秦三河这话，梅老板一愣，他没想到秦三河这么直接。秦老板，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意向价是多少呢？10万块钱，整个瓷砖厂都打包给我，设备、厂房、员工等等。什么？10万块钱？这也太少了吧！这10万块钱拿来填补亏空后，也就没剩多少钱了。亏空？梅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啊？梅老板瞪了自己的儿子一眼。秦老板，我也不瞒你，我们瓷砖厂最近接到一个海外的订单，对方预付了30%的定金，然后让我们生产瓷器产品。可等我们生产完后，对方就神秘失踪了。听到梅老板这话，秦三河的脸上露出一抹恍然之色。就是这笔订单导致我们材料费还有工人的工钱却还没发，资金链也出现了问题，工厂实在是经营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卖。难怪这梅老板这么着急卖厂子，原来是为了这事。他看向梅老板的目光不由多了几分敬佩，这个梅老板是一个有良心的商人。不过你放心，我们厂子卖给你后，我会拿卖厂子的钱填补完工厂的材料费和工人钱才放手。梅老板，你真是一个好老板。什么好不好老板？我和儿子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这瓷砖厂在我们手里是起不来了，但你还年轻而且想法多，我相信瓷砖厂在你手里一定能大放异彩。梅老板的人品让我非常的钦佩，我决定12万收购你的瓷砖厂。秦三河此话一出，梅家父子都愣住了。秦三河愿意多给2万块钱收购瓷砖厂，完全是看在他们的脸面上。眼前这个年轻人还比寻常商人多了一个优良的品质，那就是仁义。秦老板，多谢你。上集说到我花12万收购了一个濒临倒闭的瓷砖厂。秦老板，你总算来了。这几天我已经将瓷砖厂的大小事宜都统计好了，所有资料都在这里。听到梅老板这话，秦三河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色。这个梅老板果然是一个敞亮人，都把厂子卖出去了，居然还会花费时间将厂子里的资料都收集起来交给下一人。梅老板辛苦你了，没有你整理的这些资料，我要接手瓷砖厂，让瓷砖厂在短时间内进入正轨，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秦老板，你说笑了，以你的能力，就算没有我整理出这些资料来，你也一样能很快就熟悉工作。梅老板，我只是个小辈，还有很多经验不足的地方，你是老前辈，我有很多东西需要在你身上学习。听到秦三河这话，梅老板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之色。他以前也自信过、骄傲过，自己创立了这家瓷砖厂，并且赚了不少钱，在当时的同辈人之中算是鹤立鸡群的存在了。但这一切都毁在了自己的儿子手里。秦老板，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祝你接手瓷砖厂后，让这个瓷砖厂起死回生，生意兴隆。梅老板，不知道接下来你有什么经商计划吗？我都一把年纪了，还有什么经商计划？卖厂子的钱我可能会拿去买几套房子，给儿子留点资产吧。不愧是曾经当过大老板的人，这梅老板的眼力还是可以的，居然也能看出未来是房地产行业兴起的时代。梅老板，如果你没有什么经商计划的话，不知道你接不接受返聘，担任我这个瓷砖厂的代理厂长，替我打理厂子。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都是一愣。秦老板，你确定你要返聘我当这瓷砖厂的代理厂长？我确定，只要梅老板点头，那你就可以继续留在瓷砖厂当厂长。可是秦老板，这瓷砖厂在我们两父子的打理下已经快要倒闭了，你还敢让我当厂长？梅老板，你这个厂子之所以越来越差，主要是因为瓷砖样式老旧了，我们只需要更换一批瓷砖样式就行。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跟销售经验。梅老板闻言沉思了起来，过了好几分钟才开口。承蒙能被秦老板看得起，我这把老骨头能发挥余热呢，也是好的。我愿意当这个瓷砖厂的代理厂长。见到梅老板答应当瓷砖厂的代理厂长后，秦三河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来。前世见过无数样式好看新颖的瓷砖，随便搞一个都能在这个年代热销起来。秦老板，不知道能不能给我儿子在厂里安排一个工作？虽然他做生意不太行，但是为人还是勤勤恳恳的。行，那就让你儿子在生产组里安排一个组长的岗位吧，由他负责监督瓷砖的生产。梅老板听到这话，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喜色。以他儿子的能力，担任一个小组长是绝对没问题的。随后，秦三河将早就设计好的瓷砖图纸递给梅老板。梅厂长，从今天开始，你就让工人们按照这上面的瓷砖设计图纸，生产新的瓷砖。随后，秦三河就开始跟梅老板说起了自己的计划。
为了提高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工厂接下来会采用计件的形式来发放工资。除此之外，不但提高了销售的提成，并且宣传方面更是重大升级。两人听完之后，看向秦三河的眼神惊为天人。这些惊人的点子，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出自一个人的脑袋。从瓷砖厂出来，秦三河便回家了。让他意外的是，梁文竟然在家中等他。梁大哥，你怎么过来了？秦老弟，你最近在外面不断的赚钱买产业，我能理解。不过这凤凰茶楼你不能不问了吧？梁大哥，此话怎讲？我们最近茶楼的生意你也看到了，明显不如刚开业的时候好了。你应该想办法提高我们茶楼的营业额才是。听到梁文这话，秦三河的脸上露出一抹哭笑不得的神情。这生意如果说还不好，那整个县城都没有几家生意是好的了。梁文大哥，你这话就有点夸张了。我看这茶楼的生意不是挺好的吗？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但我们做生意的人不就是要懂得居安思危吗？梁大哥，是我错了，你有什么需要小弟做的你就直说，能做到我绝不推辞。梁文听闻此言，面色一喜，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其实也没啥，就是最近我们茶楼的茶点顾客们吃腻了，你看新茶点食谱的事情。梁大哥，你以为这件事情我忘了对不对？其实食谱我早就准备好了。说着，秦三河将食谱递给了梁文。梁文拿到食谱也是开心不已。凤凰茶楼有了新的茶点菜谱，生意一定能继续火爆下去。梁文大哥，现在凤凰茶楼的体量已经限制在那里了，想要赚更多的钱，就必须开茶楼连锁店。秦老弟，这件事情我已经在做了，预计下个月我们的第2家连锁茶楼就要开业了。听到梁文这话，秦三河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色。这么快啊？梁大哥，你的动作挺快啊。为了让各位股东们吃上肉，我可不得多多上心吗？第二天一早，秦三河就收到了陈经理的电话。秦老板，你是不知道我们罗非鱼卖爆了，一个晚上就卖了300尾，这还是第一个晚上。按照这样的销售速度，今天一整天的罗非鱼销量起码能达到1000尾。你昨天是拉了2000尾罗非鱼是吧？那这样算下来还有1000多的剩余啊。秦老板，你忘了我们凤凰酒楼是一个连锁品牌了吗？剩下这1000多尾罗非鱼分摊下去，每家也就几十尾，还远远不够呢。罗非鱼能在凤凰大酒楼畅销，我也就放心了。这样一来，我们罗非鱼养殖基地的罗非鱼也就有了出处了。秦老板，我还想跟你说呢，希望你加大罗非鱼的养殖量，不然以你现在的鱼塘规模生产出来的罗非鱼，不用1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能消耗掉了。秦三河仔细一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看样子自己要想别的办法了。陈经理，你放心吧，这个问题我这2天解决掉。挂了电话，秦三河直接来到了村长家。三河，你怎么来了？是瓷砖厂那边遇到什么难事了吗？村长，你放心，瓷砖厂那边没什么问题，我过来是为了别的事情。你小子是一点都不客气，说说看。村长，那我就直说了，我承包的那个鱼塘只有10亩地，作为罗非鱼养殖基地面积太小了，10亩地的产量峰值不过3万尾，这样的产能在养殖基地里只算是小规模养殖而已。秦三河此话一出，村长满脸疑惑。三河，你什么意思？直说就行，跟我就没必要拐弯抹角了。鱼塘附近不是还有许多荒地吗？那些荒地空着也是空着，不如让我拿来建养殖基地。这怎么行？承包给我后，我拿来建鱼塘，搞罗非鱼养殖基地，我可以给租金，村集体有收入，村民们有分红，而且地不会闲置着。村长听到秦三河这话，脸上也露出一抹思索的神情。村长，如果你把那块地批给我的话，那我挖鱼池的工程不就能交给魏国哥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吗？村长闻言眼睛一亮，这段时间帮秦三河带工人赚了不少钱，如果能把鱼塘修缮的任务交给他们，那也不是不能商量。三河，我可以说服村集体把地批给你，只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村长放心，罗非鱼养殖基地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绝对不会辜负大家伙的希望。听到秦三河这话，村长满意的点了点头。2天后，在梅厂长的带领下，第一批瓷砖很快就设计生产出来，雪白光滑，晶莹剔透，花纹也十分连贯，没有断层感，不错，这就是我要的瓷砖。看见秦三河满意，梅厂长的脸上也浮现出一抹笑容。梅厂长，你觉得这一批瓷砖卖相可以吗？非常不错，在整个江东市恐怕都找不到比我们还漂亮的瓷砖了。既然你也觉得瓷砖没问题，那我们可以准备销售工作了。在销售方面，我的渠道可能不如你的，这一点得拜托你来了。秦老板放心，瓷砖出售的事情交给我来就行。当即梅厂长就拿出手提电话，给之前几个和自己的瓷砖厂经常合作的商家打去了电话。喂，老刘啊，我是瓷砖厂的老梅啊，我们厂子新出了一批瓷砖，样式都升级过了，十分时髦，可以，你们暂时不缺瓷砖，先不要了。行，打扰了。阿良啊，我是瓷砖厂的老梅啊，我们厂子的瓷砖，你现在货款还没收回来，暂时不要新瓷砖。行，好，老潘。梅老板接连打了几个电话，话说到一半，话题就聊不下去了，后面打的几个电话甚至还没开口就被挂了。梅厂长，遇到什么事情了吗？说来也是奇怪，我打电话过去联系的这几个商家，他们做的都是平价瓷砖的生意。我们厂子以前的瓷砖虽然样式老旧，但因为价格不贵，
所以他们都会经常拿一些回去卖。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都不要瓷砖了。听到梅老板这话，秦三河的脸上也露出一抹疑惑之色。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报价格，他们担心价格问题？不应该呀，就算他们担心价格问题，也可以直接说呀，这样直接拒绝算怎么回事？我对我们瓷砖的外观还是有信心的。梅厂长，让工人将这一批瓷砖样品搬到我的车上，我们亲自去找你的这些合作商。秦老板，你这是打算上门推销？这会不会太跌份了？只要能赚钱，管什么跌份不跌份的。你年纪大了，不用你去求，你只需要带我去，让我来就行。我还年轻，不用太追求脸面。听到秦三河这话，梅厂长的脸上露出一抹复杂的神色。他终于知道秦三河为什么能赚钱了。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的家财万贯，可能有一些运气成分，但更多的还是他的能力。秦老板，你又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都一大把年纪了，还管什么脸面？咱们一起去。梅厂长，我们先去哪里？有目标吗？闻言，梅厂长沉思了一会。秦老板，欧丽瓷砖的老板之前经常和我们瓷砖厂合作，以前合作的关系也算不错。这2年因为我们的瓷砖产品力不太行，他从别处拿货。要么我们先去他那吧。闻言，秦三河点了点头。随后，他们来到了欧丽瓷砖老板的办公室。我说今天早上起来怎么就听到喜鹊的叫声？原来是有贵客到了啊！看得出来，刘老板跟梅厂长的关系不错。刘老板，好久不见了，进来可好？托你的福，一切都好。梅老板，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刘老板，我这里有一批新设计出来的瓷砖，想找你看看合不合适现在的瓷砖市场。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就再聊进一步的事情。梅老板，你的厂子又开始生产瓷砖了？我怎么听说你的瓷砖厂已经卖了？没错，确实已经卖了。这位就是我们瓷砖厂的新老板秦三河。老刘的目光当即看向了秦三河。当他看到秦三河那还有些年轻的模样时，怔了一下，也太年轻了吧。但随即他感觉秦三河有些熟悉，貌似在哪里见过。重生90年代，我花20万买了全村的第一辆汽车，这可让村民们酸得不行。接上集，真的是秦老板啊！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荣幸之至啊！听到对方这话，秦三河脸上露出一抹狐疑的神色。刘老板，我们见过面吗？秦老板，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王祥老板公司其中的一个建材商，当时我们在王老板的公司里见过。秦三河作为公司的第2股东，他们这些想在房地产分一杯羹的建材商，自然是有了解过秦三河的。这刘老板应该是建筑公司那些小股东之一，这不就好办了吗？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刘老板你啊！旁边的梅厂长也是一脸的诧异，没想到秦三河对房地产也有涉足。秦老板，要是早知道这瓷砖厂是你开的，我哪敢劳烦你送瓷砖样式来给我看？这是要是让王祥大哥知道还不知道怎么说呢？刘老板，这不是大家都不知道吗？不过现在我都将瓷砖送来了，要不你看看合不合你心意？说着，秦三河把手中的瓷砖样品递给了刘老板，而刘老板接过一看，立马呆住。秦老板，这瓷砖是你们厂新设计出来的？没错，刘老板，你提意见。是啊，刘老板，你觉得这些瓷砖的设计能适应现在的瓷砖市场吗？实在是太能了，这些新设计出来的瓷砖比现在市面上的瓷砖新颖了好多，就是不知道你们打算卖什么价？我们的批发价是2毛钱一块，至于你卖多少我们不管，不过我们建议的零售价是不超过5毛钱一块瓷砖。在95年，一块普通瓷砖的价格是5分钱到1毛5左右，像样式好看的瓷砖则是2毛钱打底，批发按照2毛钱一块瓷砖就有些贵了。果然，老刘的脸色一变。秦老板，你这瓷砖的样式虽然不错，但2毛钱一块会不会太贵了？如果是这个价格，我这里也没什么利润了。刘老板，如果是普通瓷砖，这个价格确实没啥优势，但我的瓷砖设计样式新啊，你拿着我们的瓷砖在这建材中心卖，生意绝对比其他同行要火。话虽如此，但是价格如果太高没人买，如果太低的话我们没什么利润。刘老板，这个建材中心这么大，卖瓷砖的店铺可不止你们一家。老刘听闻此言，脸色有些紧张了起来。秦三河这是威胁，想着自己还要在王祥那里混口饭吃，刘老板暗自下定了决心。这一批新瓷砖我要了，先给我来2万块钱的货放你们仓库，如果有人要了，你们再帮我发物流过去。秦老板，你看这样可以吗？梅厂长，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就由你跟刘老板对接吧。梅厂长也是一脸的惊讶，2万块钱的订单就这么谈成了。等他们回到厂子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样品也都送到之前合作的经销商手里了。秦老板，我感觉我还在做梦一样，上午还没有人要我们的瓷砖，没想到这才半天的时间，他们又要了。其实这几个经销商也都是看在王祥的面子上下的订单，毕竟县城很小，他们还要跟着王祥吃饭，自然更不会轻易得罪秦三河这个第2股东。我们瓷砖厂的瓷砖现在经过重新设计后是具有竞争力的，我们就是在推销上力度不够而已。梅厂长的脸上露出一抹愧疚的神色。秦三河之所以返聘他当瓷砖厂的厂长，就是看中了他的销售人脉，可没想到这些合作商竟然都不愿继续合作。梅厂长，商场的经营手段更新的非常快，想要赚钱就要让自己也学习起来，保持脑子灵活，好好努力，
我相信你是可以帮我管理好秦记瓷砖厂的。秦老板放心，我一定努力经营好瓷砖厂。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的苏水仙准备出门。水仙，你这是干嘛去啊？我要去县城糖水铺去帮忙去啊。自己每天都会去糖水铺帮忙，他不知道秦三河为什么忽然问这个。今天你不要去糖水铺了，我正好有点事情要带着你。听闻此言，苏水仙面露疑惑之色。什么事情还需要带着我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还不能和你说。见秦三河神神秘秘的，苏水仙不由一笑。那行，反正糖水铺那边妈也能忙得过来，我跟着你去办事吧。很快，秦三河带着水仙来到了县城的汽车交易市场，这里新车、二手车都有，算是县城唯一的汽车市场了。三河哥哥，我们来汽车市场干什么啊？汽车市场在这个年代可不是寻常人能进来的，这里最便宜的夏利都要7、8万一辆，而大众桑塔纳更是要10几万一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辆小汽车可能就是他们工作10年的工资。来汽车市场当然是为了来买小汽车了。三蹦子开得好好的，怎么忽然间想换车了？我换辆车以后谈生意见客户比较方便一点。水仙，你喜欢什么牌子的车子？三河哥哥，我不懂汽车，要么还是你来决定吧。就在这时，苏水仙的眼睛一亮，似乎看到了什么，迈着小步走了上去。三河哥哥，这辆车怎么样？秦三河闻言，顺着苏水仙的目光望去，就看到一辆黑色的皮卡停在不远处，车身的漆面展亮，车型也很大，前面有5个座位，而后面则有个车斗，看起来十分大气。还没等秦三河开口，一道声音就是从一旁传来：这位老板娘好眼力，这辆皮卡是今年最新上市的日系皮卡车，市面上还十分少见。这车不仅可以容纳5个人乘坐，就连后面的车斗也能装载不少货物。三河哥哥，这车看起来挺好的，偶尔你还能拉点货物，不如我们就买这个车吧。这辆皮卡多少钱？这辆皮卡因为刚刚上市，现在售价是268000。如果你今天就下定的话，我们还可以送你们一些小礼物。26万多嘛。水仙也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一辆小汽车要20多万，他还是有些始料未及。这个价格倒是不贵，你这里有现车吗？这位老板，您今天来的凑巧，我们今天刚到了2台新车，本来要作为展车跟试驾车的，如果您今天能定的话，我可以做主给您一辆。车子我今天可以定，但是我老婆没有驾驶证，不知道你们这边可以帮忙办证吗？没问题的，老板，我们汽车市场旁边就有考场，找关系的话，今天就能拿证。那个年代只要花点钱，人都不用出面就能把驾照拿到手。既然驾照没问题的话，那我再给你买一辆车吧，以后每天就不用和苏神赶乡巴去县城了。你不是买了皮卡了吗？我以后开3蹦子就行了，不用这么浪费了。这怎么行？我开皮卡让我媳妇开3蹦子，传出去别人还不得说我娶了你后就对你不好了。你老公我现在资产都破100万了，你还担心我们买车的这点钱吗？苏水仙想了想，点了点头。行，听你的。现在场地里还有什么车是有现车的吗？现在场地里有不少是有现车的，但如果说要价格不贵的，那就只能花冠和捷达了。这2辆车都是10万块出头的价格。水仙，你想要哪一辆车？我要那台捷达吧，这车子应该省油一些。而销售的脸上早已乐开了花，今天一下子卖出2辆车，他可是能拿到不少的提成的。下午，秦三河和水仙分别开车汽车回到了秦家村，这2辆崭新的汽车顿时就引起了全村村民的注意。这是什么车啊？我怎么没见过？后面还有车斗，应该不便宜吧？后面的这辆大众捷达我认识，这车可不便宜呢，听说要10几万呢。村民们语气中带着一抹羡慕的味道。这次开向三河家了，这总不是三河一下子买了2辆车吧？我的乖乖，那得多少钱啊？三河自从做这海鲜生意可搞了不少钱，听说在县城还有不少产业呢。三河是真的发达了。村民的语气里带着浓浓的酸味。别再折酸了，我们跟着三河也好好搞钱，争取明年我们2家都能买上一辆2手车。而秦三河还不知道自己买车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村。2人回到了秦家老宅。三河，你买小汽车了？现在的生意做大了，有些场所开着摩托3蹦子不太合适了，得有辆好一点的车。哥哥买新车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坐着去上学了？你要想的话，哥这几天可以开车送你去学校。好啊，谢谢哥。儿子，你爸这辈子没什么出息，只能当个小农民，帮不了你什么忙。你能有今天都是你自己的努力，爸很高兴也很欣慰。希望你和水仙丫头的日子越过越好，继续这样好下去。看见自己儿子出息了，秦从也是非常的高兴，这可是他们村的第1辆小汽车，以前他想都不敢想。爸，我会让水仙过上幸福日子的，我们还要生多几个孩子，到时候你和妈可要替我们带娃。秦从和李翠花闻言，脸上都露出一抹笑容来，他们自然是希望快点抱上孙子。三河哥哥，你瞎说什么呢？一旁的苏水仙听到秦三河这话，脸上露出一抹害羞的神色来，众人见状嘴角都扬起一抹笑容。三河，我看水仙那辆小车不错，要么我也搞一辆小车开开。现在我们秦记凉粉草铺的生意越做越大了，这10几个分店我需要到处跑，没有一辆车确实不方便。
大姐，你也确实要买辆车了。怎么说，你现在也是10几个店铺的老板了，没有一辆车充门面确实不行。行，明天记得陪我去。明天让水仙陪你去吧，我都已经好久没去过罐头厂了，我要过去看看情况。第二天一早，秦三河早早的来到了罐头厂，宋仁则一脸激动的站在秦三河的面前。宋厂长，最近罐头厂的销量怎么样？秦老板，这段时间我们的总销售额是800万元，当然，如果除开我们收购龙眼的成本、工人的工钱，还有设备养护费、运输包装等成本的话，纯利润应该在500万元左右。说到这里时，宋仁的脸上露出一抹激动的神情，这可是500万啊！在这个年代，一个百万富翁就是万中无一的存在。而秦三河听闻此言，脸色淡然，没有宋仁想象中的兴奋。500万纯利润吗？还不错。秦老板，你也太淡定了吧！不要说在我们县城，就算是我们整个江东市，恐怕也没几个工厂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创造出800多万的销售额吧。以前确实不多，不过从今天开始就会有很多了。不仅这个厂可以，另外一个卖肉类食品的罐头厂也会达到这个成绩。宋仁听到秦三河这自信的话，彻底沉默了。这秦三河到底是何方神圣？对了，宋厂长，我们内地的销售也要打开了。刚开始我们搞一个新颖的活动，打响一下名气。怎么个打响法？我们在罐头的指定位置留下一个文字印记，标上半价再来一瓶。只要打开瓶盖看到里面有这几个字的，就可以用1半的价格再购买一瓶水果罐头。宋厂长你怎么看？此话一出，宋仁的眼睛一亮。这个主意太好了，这个活动一出，相信能吸引不少顾客来购买我们的罐头。本来这只是一个食品，如果加上这个活动，那就多了一层趣味性，相信购买的人会更多。宋厂长，既然你没意见的话，那就这么办了。秦老板，这脑袋瓜子到底是怎么长的啊？他的营销手段太超前了。在我新婚的第2天，老婆却告诉我已经怀孕2个月了。三河哥哥，你快回来，我有事情要跟你说。水仙，现在瓷砖厂正忙，我走不开，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三河哥哥，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老宅这边等着你。虽然内心非常的疑惑，但秦三河还是开车回到了秦家老宅。他发现一家人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等着他，每人的脸上都堆满了笑容。爸妈，我回来了，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哥哥，你总算回来了，水仙嫂子都等你好久了。等了我好久了，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了？这么大的事情，当然要水仙亲自告诉你了。水仙，还是你跟三河说吧。听闻此言，苏水仙面色潮红地走到了秦三河的面前。水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不管多大的事情，我都能帮你解决。苏水仙闻言，脑袋埋得更低了。秦三河更加的着急了。水仙，你是不相信你男人的实力吗？在我们这个县城，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解决不了的，赶紧说呀！三河哥哥，确实是有一件大事，只不过这件大事只有我自己来，你解决不了。秦三河听闻此言，更加的着急了。水仙，到底是什么事情我居然都解决不了？你快告诉我呀，我都快担心死你了。生孩子这事，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解决？此话一出，四周的人都笑了起来。秦三河听到苏水仙这话也是一愣，脸上露出一抹愕然之色。半晌之后，他才回过神来。你说什么？生孩子？水仙，难道你……三河哥哥，就是你想的那样，我怀孕了。此话一出，秦三河就仿佛自己的脑海中有一道闪电划过，他整个人都待在原地，仿佛被石化了一般。我真的有孩子了，我要当爸爸了，我有儿子了。前世的秦三河娶了一个伏地魔后，丝毫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而前妻也因为不愿意给他生孩子，让他没办法感受养育孩子的滋味。三河哥哥，肚子里的宝宝才不到2个月，还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呢。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我都喜欢，我都会好好的宠着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秦三河忽然想到了什么。水仙，你怀孕这个事情去卫生院确认了吗？我联系一下卫生院的朋友给你检查一下。三河哥哥，这 Mate 60不错呀，花了不少钱买的吧？这是我领的，之前不也叫你去领了吗？是的，但是领的人太多了，我没抢到，就领了个苹果。之前的左下角服务器都满了，库存都被领完了。你去我最新的这个左下角试试，这次华为 Mate 60 Pro 特意升级成了不限量领取，并且增大了服务器容量，保证大家能丝滑进入领取界面。还真是，点击领取就让我填收货地址了。是的，你看我们群里这么多人都领到了，真不错，我也去领一个。放心去下载吧，这次左下角是华为专享链接，注册上线先把苹果领了，再升级把华为也拿下。这是秦三河的第一个孩子，他自然不想搞个大乌龙。昨天我去卫生院检查了一下，我也不敢相信，于是我今天早上让大姐陪我去了一趟县医院，确定胎儿已经7周了。听闻此言，秦三河满脸笑容。水仙辛苦你了，这段时间我哪里都不去了，就专心在家照顾你。我只是刚刚怀上，又不是马上就要生了，你不用太紧张了，我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你现在还是要以生意为重。水仙说的对，我跟你爸不是在家呢吗？这段时间水仙就不要去县城帮忙了，每天在老宅帮忙收小龙虾就行，这样我跟你爸也能照看得到。真快啊，我领了华为这就发货了。左下角可是极速链接，现在上线还有888红包，
记得去连。秦三河闻言点了点头，是自己太过于敏感了。这样也行，那就这样安排吧。不过这段时间水仙的饮食也要开始注意了。三河你就放心吧，水仙肚子里可是我们老秦家的血脉，我们肯定会照顾好她的。是啊，三河，你就放心忙生意去吧，家里的一切都有我们。听闻此言，秦三河感到一阵的温暖。上一世自己家破人亡，这一世自己又再次体会到了亲情的可贵。第二天一早，秦三河来到了秦记罐头一场，算算时间，他可是2-3个月没有过来了。秦老板，你可终于来了，辣椒酱我们已经是生产了，您看看是不是您想要的那种？见状，秦三河浅浅的尝了一下味道，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满意的神情。这味道不错，确实是我想要的味道。秦老板，既然你觉得这些辣椒酱没问题，那我们就开始推销上市了。就这样直接推销上市，恐怕市场反响不会太好，我们得换个方式推销上市。喜来闻言脸上露出一抹疑惑之色。秦老板，你说的另一种方式是什么方式？拿出3000件辣椒酱罐头，免费投放到江东市各大饭馆大排档中，告诉他们的老板，这些辣椒酱我们免费送。听到秦三河这话，喜来厂长的脸上露出一抹好奇之色。秦老板，这是为什么？喜来厂长，你觉得我们厂子的辣椒酱味道如何？味道很好，我们厂子的员工都喜欢，我以成本价卖给他们不少呢。就在这时，喜来厂长明白了过来。秦老板，我明白了，只要我们将第一批辣椒酱免费送给那些饭馆，他们的顾客吃了我们的辣椒酱后肯定还会想吃，到时候这些饭馆老板都会主动和我们订货。没错，这样我们都不需要做什么宣传，就能将辣椒酱给推广出去。免费的才是最贵的，这是很直接的阳谋啊。喜来听到秦三河的营销计划后，脸上露出一抹崇拜之色。秦老板，我们的辣椒酱还没有正式定价，我们卖多少钱一罐合适？批发价3块钱一罐，建议零售价则是5块钱。听到秦三河的这个报价，喜来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色。秦老板，这个定价会不会太高了？我们的辣椒酱真材实料，而且味道好，这样的价格并不算贵。那行，秦老板，我现在就安排人把辣椒酱送下去。当天晚上的一家饭店里，老板，我们没有点这个辣椒酱啊。这是一个辣椒酱厂子送我的几罐，反正又不要钱，我就拿给你们尝尝了。男人听到免费的便没有多言，而是蘸了蘸面前的辣椒酱。而当沾了辣椒酱的食物送进男食客的嘴里后，他脸上的神情顿时就变了起来。这是什么辣椒酱这么好吃，香而不辣，而且味道也非常的入味。真的假的？这辣椒酱能有什么好吃的？肯定没有黄豆酱好吃。不信你尝尝，真的很好吃。黄豆酱跟它比，可以说差了10万8千里。同行的女伴看他对辣椒酱的评价这么高，也是不相信的沾了一点放进了嘴里。可随着他不断的咀嚼之后，脸上的神情也变得越来越凝重起来。真的好好吃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辣椒酱。而旁边的老板看到顾客对辣椒酱评价如此之高，也是开心不已。这辣椒酱是秦记罐头总厂出品的，不过现在还没有上市，只有我们这些店家能拿到货。如果你们想吃这个辣椒酱的话，可以到我这牛杂店里来吃。那些食客闻言都有些失望，但也只能选择在饭店里购买了。第二天一早，秦三河就接到了喜来厂长的电话。喜来厂长这么早打电话给我，是厂子里出了什么事情了吗？秦老板，厂子里并没有出现什么事情，我打电话给你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消息？难道是因为我们厂子的辣椒酱畅销了？昨天按照你的吩咐，我们将3000罐辣椒酱罐头分发到江东市的各大饭馆，看来反响不错。今天一早，我们的辣椒酱订单就突破了3万件。秦三河脸色平静，辣椒酱的火爆全在他的意料之中。3万件罐头并不算多，你可以跟那些饭馆老板说，他们可以多买一些我们的辣椒酱。我们辣椒酱最近还不会那么快上市，顾客想要购买的话只能找他们。秦老板，我们的辣椒酱为什么不上市？我们的辣椒酱才刚刚打出一点名气，现在依靠饭店给我做免费的宣传不是更好？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再上市，到时候将会有更大的销售量。虽然喜来厂长对秦三河这话一知半解，但老板都这么说了，他自然也是答应了下来。挂了电话，秦三河带着水仙回到了秦家老宅，发现村子里的很多村民都聚集在院子里。三河你来了，我们养殖的这些小龙虾马上就要成熟了，不知道你啥时候开始收购这些小龙虾啊？是啊，三河，这小龙虾在地里我们心里不踏实，变成钱我们心里才踏实。听到村民们的话，秦三河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村民们这是担心秦三河会不要他们小龙虾了。各位村里的叔叔婶婶们，我当初让你们养殖小龙虾，不仅是想让大家赚钱，我自己也想赚钱。你们可以放心，只要你们的小龙虾养成熟了，我就会开始收购。三河，你总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时间吧？你看田里的小龙虾都养不下了。是啊，三河，你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时间，我们心里有底啊。叔叔婶婶们，我每天需要的小龙虾数量很大，咱们有多少家的小龙虾成熟了？如果超过30%的话，我就开始收购。三河，这个来之前我都帮你统计过了，我们村大约有40%的小龙虾都成熟了，应该能供上你的需求。
既然有这么多的小龙虾成熟了，那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收购方法，大家把成熟的小龙虾都拉到这里，我父母跟水仙会负责给大家过场。三和，你准备多少钱一斤收购我们的小龙虾啊？我们这段时间为了养殖小龙虾可花了不少钱。我记得你之前可是答应我们2块钱一斤的价格收购，三和你不会反悔吧？说到这里，不少村民都有些紧张地看向秦三河，毕竟对他们来说，这些小龙虾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去养殖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反悔了？我不但不会反悔，并且我决定给你们涨价收购。四周的村民一听到秦三河这话，脸上顿时就露出一抹哗然之色。三和，这小龙虾你打算给我涨多少钱收购啊？从今天开始，大家伙用水稻田养殖的小龙虾，全部按照3块钱一斤收购。村民们听闻此言，个个神情激动，呼吸都要急促起来。天啊，居然是涨到3块钱一斤，这不等于一口气就涨了1半的钱吗？三和你太豪气了。按照平均每家每天出售50斤来计算的话，每天他们能多赚50块钱，1个月那就是1500块。要知道那时候的工资也才200多块。看来大家都对涨价没意见，那我们就按照3块钱一斤收购这水稻田小龙虾了。你们可以回去准备了，明天上午我们正式开始收购。等村民们走后，一直没有说话的李翠花忍不住开口了：三和，你怎么忽然给他们涨价了？妈，让乡亲们多赚点钱有什么问题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之前你既然答应了乡亲们2块钱一斤收购，那就按照2块钱一斤收购就行，没有必要涨价。而且这件事情你也得和水仙商量一下。妈，我没意见，生意上的事情都是三和哥哥做主，我不会帮他做决定的。你妈这个人抠门一辈子习惯了，你们可别怪她多嘴。怎么会呢？我知道妈这是为了我好。对了吧，等下我去找下陈经理确定收购的事情，明天就需要麻烦你们在家帮我收购小龙虾吧。三和，你就放心吧，你有今天的成就，我什么忙也没有帮到你，现在能帮到你了，我们肯定会用心去帮你。是啊，三和，你专心忙生意上的事情吧，水仙跟小龙虾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我跟你爸保证不会拖你后腿。林老板今天怎么有空来酒楼的？是有什么事情吩咐吗？陈经理，我们村的稻田小龙虾成熟了，明天就可以收上来一批，不知道陈经理还要不要？当然要了，之前咱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只要你们村稻田小龙虾成熟，那我们凤凰酒楼肯定第一个购买。听到陈经理这话，秦三河也放心了下来。既然这样，那你们明天上午就可以派车过去拉货。没问题，我明天上午就派人过去，你只要负责把小龙虾收上来即可。陈经理，那这水稻田小龙虾的收购价格？秦老板，我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吗？这些水稻田小龙虾按照6块钱一斤收。陈经理以为秦三河是想要反悔之前的价格，犹豫了一下。要不这样，秦老板，你想要按照什么样的价格出售，你来开价，我绝对不会还价。在陈经理看来，这些水稻田小龙虾是用水稻田养殖的，这水稻田的水质非常好，养殖出来的小龙虾绝对干净卫生。陈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怕你忘记我们之前约定好的价格了，所以想提醒一下你就行，知道你记得我就放心了。听闻此言，陈经理的脸上也浮现出一抹笑容，他也怕秦三河临时加价，到时候他也不好跟董事会交代。那我们说好了，明天让人过去收购小龙虾。接下来的1个月里，秦家老宅里每天都会收购小龙虾，总销量也达到了惊人的24万斤。每一名小龙虾养殖户的村民，1个月的时间都赚了小几万块。而此时的秦三河来到了凤凰茶楼。秦老弟，我们茶楼现在已经开了12家分店了，接下来应该怎么提高营业额？想要提高现在这10几家凤凰茶楼的销量还不简单吗？我们再推出几款新型的特色茶点，不就可以把销量带动起来了吗？秦老弟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特色茶点的菜谱你倒是给我啊。秦三河闻言微微一笑，把早就准备好的几份菜谱递给了梁文。太好了，秦老弟，我就知道你的脑子灵活，能想出很多我们想不到新茶点，凭借着这些新茶点，一定能带动我们凤凰茶楼的营业额。梁文大哥，我记得我们凤凰茶楼之前的优惠活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对，之前推出的优惠活动只持续了2个多月就慢慢结束了，毕竟我们推出的优惠券是有效日期的。难道秦老弟又想到什么优惠活动了？秦三河看着梁文并没有说话，过了半晌才反问道：梁文大哥，你觉得怎样的优惠活动比较好？我觉得之前那个打折的开业活动就很不错，之前就吸引了不少食客前来。不合适，打折活动确实能够让食客更直观地感受到自己占到了茶楼的便宜，但这个活动不适合长期进行，这样长期进行下去会让食客们觉得我们茶楼的茶点实际价值就是打完折后的价值。梁文听完脸上也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秦老弟，那你觉得我们凤凰茶楼到底应该进行怎样的优惠活动？我们开启会员制度。梁文闻言脸上一脸的惊讶，茶楼的会员制度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怎么个会员制度法？很简单，我们先设定几个会员等级，比如天地玄黄4级，一次性充值相应的钱数就能享受相应的会员优惠，并且我们的会员无论在哪个分店都能享受优惠。而梁文听到秦三河对于茶楼会员制的解释后，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些消费者一旦选择充值成为会员，那对于凤凰茶楼来说就是一笔笔巨大的充值流水。反正消费者把钱存进来，他们以后想什么时候消费都行，但钱自己是先赚到的了。秦老弟，你真是一个天才。梁文大哥，既然你觉得这个会员制度没问题，那我们就在凤凰茶楼上这个会员优惠活动。我这就去安排，明天开始我们就上这个会员制度。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全国各地都是一片持续下雨的景象，而他们江东市也不例外，每天都下着毛毛细雨。这鬼天气再这样下去，田里的庄稼都要淹死了。幸亏我们这边只是连续小雨，听说外省那边已经连续几天下大雨了，再这样下雨，不知道有多少地方的庄稼要遭殃。听到此言的秦三河一愣，他想到了前世的一件大事，江东市遭遇了一场恐怖的天灾，不知道多少百姓流连失所。旁边的水仙注意到了秦三河的脸色非常难看。三河哥哥，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是哪里不舒服吗？没什么，我只是想到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能让你的脸色这么难看？秦三河闻言沉思了许久，过了许久，他选择跟家人坦白。如果我说我能预料到未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江东市将会出现一场天灾，你们信吗？秦三河此话一出，全场安静了下来。貌似秦三河自从悔婚以来，一切都太过于顺利了。如果秦三河真的能预知未来，那就解释得通了。三河，如果你真的能预知一场天灾，那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做一些能影响到这件事情的事。是啊，三河，有天灾肯定有不少人受灾，我们将这一场即将发生的天灾告诉大家或怎么样？三河哥哥能预知天灾，我们相信，但别人未必会相信啊。好像确实是这样的，谁会相信三河能预知未来？秦三河没想到自己说出这话的时候，全家竟然没有一个人质疑，而是都选择相信他。这种信任是他前世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这场天灾告诉别人，别人也不会相信，毕竟这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了。接下来秦三河就给喜来厂长、宋仁还有物流公司的江经理打去了电话。秦三河掏空家底，让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加班加点生产食品罐头，并且物流公司从外省储备一些保暖的衣物。很快1个礼拜的时间过去，江东省果然爆发了一场天灾。三河哥哥，你让罐头厂生产物资，是为了趁着这个机会发一笔横财吗？虽然很吃惊秦三河确实能预知未来，但想到秦三河的做法，水仙有些试探地问道：三河，我们可不能做这种没良心的事情。现在我们江东的百姓都受灾呢。是啊，三河，这种事情我们不做。爸妈，水仙，你们感觉我是那种没有良心的人吗？就在这时，秦三河口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秦老板，你的罐头加工厂有没有多余的罐头库存？马市长，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秦老板，相信你最近应该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们江东市的许多地区都受大雨的影响，出现了灾情。现在那边到处都缺衣少食，上面希望我们能够和本土企业购买一批物资。秦老板，你那里有没有多余的物资？你直接告诉我，我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马市长，我确实在1个礼拜之前就囤积了一批物资。真的吗，秦老板？那太好了，这批物资我们市里收购了，按照市场价收购，也不能让你吃亏不是？马市长，这批物资我不卖。听闻此言，电话那边的马市长脸色微变。难道秦三河这个时候想坐地起价？还没等他多想，秦三河的声音传来：这批物资我只送不卖。秦老板，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要援助一批物资给灾区？没错，看着百姓们受苦，我心里也不好受。我这一生的财富都是取之于民，现在也到了回馈人民、报效国家的时候了。好，秦老板果然是百姓的企业家。不知道秦老板这批物资大概有多少？总价值大概1000万左右吧，具体的我没有统计。马市长一听，高兴的险些没有晕过去。马市长，罐头厂跟物流公司那边我都安排好了，保暖衣物跟罐头你可以直接派车去啦。半个月后，随着洪水的退去，百姓们也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三河哥哥，这次的灾情可是让你的身家都搭了进去，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还会义无反顾的支援灾区吗？水仙，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但是命没了那可是真的就没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毫不犹豫的还会这么做。水仙听闻此言，含情脉脉的看着秦三河，自己没有选错人。三河哥哥，你给我们肚子里的孩子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出生后一定会为你感到自豪。我把他的家产全部给捐了，他出生不要怪我才是。重活一世，只要跟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钱不钱的他并不在意。再说他还有凤凰茶楼跟建筑公司的分红，这才1000万而已。靠着前世的记忆，他的目标可是100亿甚至1000亿。本部正式完结，下部更精彩。